人本是特种兵王，为救女孩破车光环，穿越到与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。原主父母临死前给他送了娃娃亲，等原主长大成人后，大伯的儿子却看上了他的媳妇，还扬言要是不同意就整死他。原主由于性子软弱，被吓得同意了，可堂哥却不肯放过他，在干活时用石头砸向他，他头破血流，挣扎着回到家里就晕死了过去。姐，你别哭了吗？这个姐夫死了也好，他就是怂货，他堂哥要强占你，他还答应了。大宝虽然怂，但人好。半个月来要不是他照顾，咱们早饿死了。大宝，你醒醒，你别死。就是，幸好姐夫收留，把存粮拿出来给咱们吃，要不早的死了。你还说他死了也好，有没有一点良心？你想过不？姐夫死了，咱们就更得被人欺负了。好吗好吗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不想姐夫把姐姐送给别人，那个李东祥不是好东西。放心，我不会把你姐送给谁，她是我的人。大宝突然开口，顿时让姐弟仨惊喜起来。姐夫你没死啊，真不把我姐送人了。送个鸟，我得留着自己用。你坏蛋，你脑袋没事了？大宝摸了摸脑壳，本来应该很严重的伤口居然愈合了，看来这是穿越符力啊，只不过这副身子骨很弱，没事了，就是肚子饿，休息一会就好了。此时苏丫丫端过来一碗野菜番薯粥。姐夫，咱家就剩这碗吃食了，你吃了吧，猪皮也啃了，好歹能恢复点体力。大宝没吃，下了床，苏春柔赶紧扶住了他。你干嘛呢？别下床，你脑壳子好大一个窟窿，得躺着休息。窟窿在哪？窟窿就在……咦，窟窿呢？苏丫丫和苏小虎也惊呆了，姐弟仨明明看到大宝的脑袋有个窟窿，都可以做老鼠洞了，咋就没了呢？我明白了，他看出我是穿越来的了。刚才一定有神仙光顾了，看咱们可怜，把你的窟窿变没了，你没事了就活过来了，真是吓死我了，神仙真好。是啊，神仙帮忙，我没事了，别哭了，虽然你哭得挺好看，但我看着心疼啊。你，我弟弟妹妹还看着呢。你们都饿坏了吧？我出去给你们找点吃的，在家等着，我很快回来。你去哪找东西吃啊？这年头谁都不容易，你跟谁借，谁都不会借给你的。我不是去跟人借吃的，放心，从此以后我保你们有吃有喝，顿顿有肉，等着，我很快回来。说着，我便拿着钢叉准备出门。大宝，外边能吃的全被人找光了，你去哪找啊？你脑袋的伤刚好，别又出问题了。我要能找到吃的，你咋整？我也不知道咋整，反正我就觉得你找不到。行，要是我找着了，你亲我一口。好，我要看姐姐亲姐夫。要是姐夫真能找到吃的，姐，你亲姐夫10下。那就等着看你们姐姐亲我吧。他走了，剩下仨姐弟你看我看你。我咋觉得姐夫好像变了个人，浑身透着精气神，他以前可蔫巴的很啊。难不成他被人砸了脑袋，一下子砸开窍了？可别又出什么问题了，别又被人在暗里头砸了脑袋，真让人担心。大宝朝着大山走去，刚走没多远，便传来一声大喊：“李软蛋，你还学人去打猎啊？哈哈哈，这行头还挺像，你可别逞能，别一只兔子就吓得你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。”3个后生都是同村的，大宝打小就没脾气，同村的老小都喜欢欺负他。这3个家伙算代表人物。对了，这会儿下河捞鱼太冷了，咱们让李软蛋帮忙。李软蛋过来帮咱们下河捞鱼，捞上来10条就赏你1条。对他那么好干嘛？捞上来30条，这1条还差不多，捞不够数你就得趴在地上给咱们当球踢，哈哈。也要上山打猎，没空理会你们。我去，你还真要打猎？以为玩过家家，咱们村自个再老的猎手都不敢随便去打猎。去年死了多少人，你知道不？别人说要去打猎，我还勉强信了。你个李软蛋，要真敢，老子给你做牛做马。对了，他刚才说自己是野，卧槽你个大爷的，谁给你的勇气呀？你脑子坏了？赶紧给我下去捞鱼，捞够了50条就放你，要不老子砸碎你的脑袋！男人拿着棍子朝大宝狠狠扬了起来，作势要砸。大宝迅速抓过棍子，把他们打得抱着脑袋，哭爹喊娘。谁给你们胆了啊？让老子坐这坐呢，脑袋被树杈夹了，都给我对着喝，跪下来，把腚撅起来，要不砸断你们的狗腿！3个家伙都傻眼了，哪想得到大宝现在变得这么凶了，一个个把腚撅起来。大宝抬脚将他们踹进河里。记住，以后见了面得鞠躬，叫宝爷，谁不叫爷就赏他大耳刮子。以后只有爷欺负你们的份，好好给我捞鱼，等我回来给我100条，不够数你们的命来操！说完，大宝朝丛林深处走去。3个家伙看着他的背影，面面相觑。我操啊，大宝咋变得这么猛？咱们都打不过他了，还要捞100条鱼给他，他怎么敢？就怕他真上山打猎，得死在里头。肯定得死，猎是他能打的吗？怕是尸体都找不到。大宝大步走入山区，虽然现在体质虚弱，但毕竟前身的经验和意志都还在。很快，他钻进了茂密丛林。忽然，他看见不远处有一道绚丽的光芒闪过，来货了，是一只野鸡。在他朝远处飞去时，大宝已经举起弹弓，小石头飞了过去，瞬间把他打倒在地。大宝走了过去，掏出小刀，马上开膛破肚。清理完野鸡，随后在一块空地上点燃了火焰，放在火上烘烤。大宝掏出一小块盐巴捏碎，撒在了烤鸡身上。这会儿要有酱油，再加点小米辣就爽了。蘸着吃，再喝上几口酒，不知道多舒服。不过烤鸡油香四溢，带了点盐巴的咸味。
吃起来的口感也相当不错。正当大宝吃得津津有味时，忽然听到旁边草丛中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音，还有一股腥臭的风隐隐扑来。他扭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大家伙主动上门了，这家伙可不好对付。野猪粗大的鼻子不断抽动，显然闻着了香味，哈喇子还不断往下流。大宝捡起一块小石头砸了过去，重重砸在大野猪的脑壳子上。野猪被激怒了，呼呼生风的扑了过来。大宝扭身朝一棵大树扑过去，嗖的一声把钢叉插在树身上，纵身一跃，成功跳到钢叉上。冰是荒无人烟的森林，却飘来烤鸡的香味。3天饿9顿的野猪顺着香味跑了过去。大宝扭身朝一棵大树扑过去，嗖的一声把钢叉插在树身上，纵身一跃，成功跳到钢叉上。野猪见状，用力冲撞树身，撞了10几下，大野猪呼哧呼哧直喘气，停了下来。大宝突然射出一颗小石头，打在了大野猪的左眼，大野猪疼得嗷嗷直叫，再次拼命撞着大树。5、6分钟后，大野猪累得快要虚脱了。此时大宝举起钢叉，纵身一跃，直接刺中野猪要害。大宝抓住钢叉，一脚踩在猪头上，狠狠把它拔了出来，暗红色的血随之喷涌。第一次进山打猎还挺成功，把大野猪拖带回去宰了，留下一部分，其他带到镇上卖，赚个100-200块不是问题。大宝拔出柴刀，将大野猪给开膛破肚，丢了内脏，用藤蔓拉着，山路崎岖不平，得不断搬动调整，他累得腿肚子抽筋。人家穿越都有系统，起码带个空间吧，咱穿越啥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丛林深处居然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咆哮。这应该是老虎的声音，不过这只老虎的咆哮好像带着几分痛苦，还显得虚弱无力，不像正常的老虎。大宝想了想，抓紧钢叉，朝虎啸传来的地方小心翼翼摸去。大概300-400米外，他发现了一个陷阱，往下边一看，里头真趴着一只老虎，一只前爪和一只后爪都被兽夹夹住了。这陷阱应该挺久了，里头的兽夹都已生锈。虽然是老虎，但大宝也不怎么怕。大宝动了怜悯之心，拿出刀割了一块野猪肉丢了进去。老虎早就饥肠辘辘，没多久就把肉给吃了。我给你肉吃，咱们就是朋友，你可别对我不友好，伤了感情。老虎也听懂了他的意思，点了点头。大宝将陷阱里的老虎救了出来，将草药涂在了老虎的伤口处。大宝看他饿了挺久，又给他切下一大块野猪肉。你把肉吃完就好好休息。说完，扭头拖着剩下的野猪肉回家，背后传来一声好像在对他表示感激。大宝在夜幕拉上之前，总算把大野猪拖到了门口。紧接着，就听到院子里传来苏小虎的喊叫：“你别过来，敢抢我姐姐，我就把你砍死！”小兔崽子，拿把菜刀就想砍死我？来啊，老子不按死你！春柔，赶紧叫你弟弟让开，别跟小疯子似的。你要嫁给我，以后要什么有什么。这赫然是大宝的堂兄李东祥。我是要嫁给大宝的，不嫁给你，你赶紧滚！对，我姐夫是李大宝，不是你，赶紧从我们家滚出去！李大宝怕都死了吧？脑袋被砸出一个血窟窿，怎么弄活？顿时，外边的李大宝满脸阴沉，透着杀气。他就知道有人想把原身置之于死地，但想不到是堂兄。原来是你，你干嘛砸他脑袋？让他把你送给我做老婆，他答应了，但你不答应啊！老子不耐烦了，干脆就把他砸死。他死了，你就等于没了老公，还不得乖乖嫁给我？这个堂兄歹毒的没人性啊！原身都答应把苏春柔让给他，这还像毒手？你好毒啊！但大宝一点事都没有，他一大早就进山打猎了，很快会回来。他知道是你拿石头砸他的，一准不会放过你。那个窝囊废还能进山打猎？你逗我呢？他连只鸡都不敢杀，打小只有我欺负他的份。现在就算没被我砸死，但看见了我说我拿石头砸他的，他都不敢吭声。你个狗玩意儿，咱们好歹是亲戚，你拿石头砸我脑袋，去死吧你！大宝陡然出现在他背后，朝他后背狠狠一踹。李大宝，你好大的狗胆，连我都敢踹！信不信我拿把柴刀把你的腿剁下来？李大宝气定神闲地拔出柴刀，丢到他身边。姐夫啊，幸好你及时回来了，要不这家伙会把咱们欺负死。他说要把大姐娶回去做老婆，要让二姐做小，要把我卖掉。姐夫，不要让他耍坏，我想跟你们一起。放心，姐夫在，谁敢动你们？该死的东西想抢我老婆，又拿石头砸我头，我他妈突然发现你长着一副短命相啊！李东想挣扎着爬起来，抓住柴刀，盯着李大宝，满脸凶狠。李大宝，你现在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把老婆送我。从小到大，只有我做你的份，让你去吃屎，你都得乖乖吃。现在你敢踹我，造反啊！哟呵，这么厉害，那么现在轮到我让你吃屎，你就必须吃屎。小虎，去弄堆狗屎过来。姐弟仨都被惊呆，特别是苏春柔。好，这才是我姐夫。姐夫你不怂，以后我再也不这么说你，你是咱们的保护神。他赶紧跑到外边，麻溜溜的捡了一坨狗屎过来。喂，我姐夫让你吃狗屎，快张嘴！李大宝，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大胆了？现在你跪下去，把这堆狗屎吃了，我勉强放过你。要不我告诉你，不单单我不会放过你，我爹妈不会放过你，爷爷也不会放过你。李东想挥舞柴刀冲过去，李大宝猛一脚踹在他的肚子里。给你柴刀你都不会使，你他妈打小就拉稀啊！说着，李大宝抓住他头发，朝那堆狗屎狠狠按了下去。大宝，好了，再这么下去你就要把他弄死了。
李大宝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把我爹妈叫过来，把爷爷叫过来，他们会为我主持公道的。你死定了！他跌跌撞撞跑了，苏春柔有点乱了手脚。大宝，万一他真把他爹妈还有爷爷叫来咋整？这可把事闹大了。闹大就闹大，闹大咋的？来一个我斩一个，来两个我斩一双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宰他全家。反正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受苦受委屈了。我就想要这样的姐夫，大姐，现在我不阻拦你嫁给姐夫了。他真不是怂货了，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。我也要成为像姐夫这样的人。苏春柔小脸坨坨的红，虽然还没嫁给李大宝，但弟弟妹妹一早就姐夫叫上了。接着，李大宝就把那头宰好的野猪拖了进来。好大的野猪啊！姐夫，这是你打的吗？你真进山打猎了，还打来这么大的野猪？肉啊，这就是肉味，又有肉吃了。姐夫没骗我们，姐夫真伟大。苏春柔却紧张地揪住李大宝，举起他的胳膊看来看去。放心，我没事，一点擦伤都没有，不就打头野猪吗？很容易。瞧你说的，一猪二熊三老虎，野猪最可怕。这头野猪是不是突然在半路上死掉，被你捡回来的？对，就是他死了，我捡回来的。别废话，都饿了吧？把野猪拖进去，今晚咱们萝卜炖肉吃。我还捡了2根挺大的野萝卜。我一家欺负我是个怂货，不仅想抢我打的野猪肉，还想趁机霸占我媳妇。可他们却不知道我是特种兵穿越而来。李大宝，你怎么敢打我儿子？赶紧跪下来道歉，还逼我儿子吃狗屎是吧？你也把这狗屎吃了，赶紧听我爸的，把狗屎吃了。还有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每天都会送一泡狗屎过来给你吃，你还不好好感谢我，每天免费给你送吃的。他这一发威，把苏春柔和他弟弟妹妹都吓坏了。苏春柔等会李大宝跪下道歉，吃了狗屎，让我儿子满意了，你立刻跟我回去，今晚就得给我儿子做老婆。他今天受伤了，你得好好补偿。不，打死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。大宝，我想留在这。他还是不大放心，万一李大宝又怂了咋整啊？放心，没人能把你抢走，谁敢动你一根手指头，老子把他整条手臂都砍下来。李大宝，就你这个窝囊废，要不是咱家照顾着，隔三差五给你点粮食，你早饿死了。现在不答应把苏春柔送我儿子不说，还把他打成这样，你怎么敢啊？李东想昨晚拿石头砸我脑袋呢，差点把我砸死，这又怎么说？就跟你开个玩笑，又没真把你砸死，你现在不没事人一样，这种玩笑都开不起，这么小肚鸡肠，咱们家有你这侄子，也真倒了8辈子血霉。你要不把苏春柔给我做老婆，我天天砸你脑袋，迟早有一天把你砸死。姓苏的，到时候你还不是得乖乖嫁我？我姐夫不是以前的姐夫了，你要是敢咋样，他把你的皮包了。李大山本想骂人，突然抽起鼻子闻到了肉香，这什么味儿？炖肉可真香啊！李大山连忙来到了厨房。我去，好多肉，这是野猪肉，从哪来的？这野猪皮好啊，拿来做衣服特别保暖，又结实耐穿。妈，这块猪皮带回家去，你给我做一身衣服。把肉都带回去，咱们一年到头也难得吃几顿新鲜猪肉，这还是野猪肉啊，补得很。把这锅熟肉也端回去。这是我去山里打的，你们凭什么拿走？凭我是你爷爷，怎么着？肉给爷爷吃都不行，没有我就没有你爸，没有你爸就没有你，你还懂不懂孝顺了？我没计较你把东祥打得那么伤，你还不愿意让我把肉带回去？你算个屁爷爷！从来你就向着大伯那边，这些年我爸妈任劳任怨，给大伯他们干了多少活，到最后砍树给你们家盖房子都被砸死了，你有伤心过吗？现在还想要我辛辛苦苦打来的野猪肉，想屁吃呢！郑秋菊眼珠子一转，冲出去大叫大嚷：来人啊，来人啊！李大宝霸占了我家的野猪肉，一块都不让我们带回去。这头野猪是我老公和儿子好心让李大宝跟着进山打到的，结果他不给肉，还打我儿子。他嗓门贼大，本来村民的房子都隔得比较远，被他这大喇叭一喊，不少人风风火火冲过来看热闹。大伙儿，你们评评理，看我儿子被打成啥样了？天杀的李大宝还逼我儿子吃狗屎，你们闻闻，他嘴还有狗屎味呢。东祥，你张嘴，让大家闻闻。李东祥马上张开大嘴，朝村民们迎去，一帮村民纷纷闪躲。胖臭，胖臭，赶紧走开！野猪就是我打的。你软蛋，全村的人谁不知道你就是怂货？别说打野猪，打条蚯蚓都费劲。这野猪肯定是你大伯家打的，是你抢的。公道自在人心啊！我这孙子太不像话，抢大伯家的野猪，做白眼狼做到他这份上，真是给我李家丢了大脸，也给大伙儿说声抱歉了，要你们来主持公道。野猪是咱家的，苏春柔是我的，把野猪和女人都交给我。李大宝一耳光重重打在他脸，顿时把他打飞。想得美，反正你不要脸了，老子把他打碎。你个王八羔子，你敢打我儿子，老子把你脑袋砸个稀巴烂！李大山朝李大宝冲了过去，李大宝猛然一脚踹在他心口上，李大山捂着老腰，哀嚎不已，而郑秋菊直接倒在地上。打人了，打死人了！这兔崽子六亲不认，抢了大伯家的野猪，还要把咱们全家打死！救命啊！李大宝捡起地上的狗屎，重重砸在郑秋菊的脸上，一堆狗屎在他脸上爆开了花，有一半还砸进正在大叫的嘴里。
打你个头啊！信不信老子狠起来，真连女人都打？翻天了，造反了！李大宝，我和你大伯以前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让你跪着你都不敢趴着。今儿个你敢在咱们面前作威作福，还不赶紧跪下！老家伙，要不你也给我去死！李国律被吓得浑身一哆嗦，顿时倒在地上。人善被人欺啊！以前你们把屎盆子扣我头上，我都不敢动一下，现在不一样了，谁敢在我面前作威作福，就别怪老子把他骨头拆了，都给我滚！顿时大伯一家扭头就跑，20-30个村民都看呆了。这李大宝咋回事？怎么完全变了个人了？以前他就像条小狗，现在变饿狼了。我去，他不会被凶鬼附体了吧？才这么狠！嘀咕什么呢？是不是要我把你们留下来，跟我一起吃肉？一帮村民虽然闻着肉香味，不断流口水，可李大宝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实在太吓人了，他们扭头就跑。春柔，你们先吃，我走一下下，放心，暂时不会有人来捣乱。说完，他大步朝外走去。哇，姐夫变得好厉害！以前见了他大伯，乖得跟孙子似的，现在他才是爷。对，这才是我想要的姐夫。李大宝不是人啊，干嘛2年前他爸妈帮咱们盖房子，不带这个小畜生一起被大树砸死？这种王八蛋不配活在世上呀！行了，别吵了。我非把这王八羔子整死不可，咱们家不行，我就去找村长。我就不信了，村长一发威，这小子不服帖。对，爸，你赶紧去找村长，让他镇压李大宝这混账，叫上一帮民兵，还不听话，一枪崩了他。李大山马上拿上5斤腊肉，再加1条烟。没多久，李大山就来到村长王大才家，把腊肉和烟放桌上。大山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这上门又送礼，咋回事呢？李大宝抢了我的野猪，还把我全家打了。李大宝不是这样的人啊，照我知道的，一直都是你们欺负他。现在的李大宝不一样，简直凶鬼附体，老凶了，差点连他爷爷都打。这种人六亲不认，就应该把他抓了进猪笼。村长，你可得替咱们做主呀！他把那5斤腊肉和1条烟往王大才面前推了推。那头大野猪真是咱打的，被李大宝抢了。你要能帮忙抢回来，分你50斤。王大才眼睛一亮，这年头村长也没啥油水，能填饱肚皮都不错了。肉也是10天半月见一回。行，明天上午这件事我帮你做主。李大宝要真被凶鬼附体，我就把凶鬼从他身体里打出来。饥肠辘辘的男人抓到2只青蛙，却不吃，只见他将青蛙绑了起来。接着他跳上旁边一棵矮树，手里还拿着麻袋，他虎视眈眈盯着。没多久，灌木丛深处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一条大蟒蛇出现了。看见几只青蛙，他窜了过去，张嘴就要吞。这时男人看准时机跳了下去，一下子把蟒蛇的脑袋套进去，再这么往下一抖，把蟒蛇粗大的身子都给套了进去。男人赶紧把袋口系紧，随后拎着10斤野猪肉朝村里走去。他蹑手蹑脚来到了村长家。李大山呀，你肯定不服气，我敢打赌，你下一步就是请进村长，用他镇压我。既然这样，就看看谁能把村长拿捏。李大宝很快透过一个小窗口，把蟒蛇放进灶房，接着拎着10斤野猪肉在门口悠哉悠哉等着。王大才和老婆周大花刚吃完饭，忽然外边传来哐当一声，好像有什么盆子掉在地上，吓得2人都跳了起来。这声音灶房里传的，咋回事啊？不会进贼了吧？我是村长，哪个贼敢往村长家里偷？去看看。走到灶房门口，2口子顿时脸色一僵。蛇，好大的蛇！李大宝拎着10斤野猪肉，大步走了进来。蛇在哪？李大宝，你咋来了？蛇在灶房里，是条大蟒蛇。这蟒蛇咋钻进我家来了？李大宝把10斤野猪肉放在一边。村长，今天我在山里打猎，打着头野猪，这不给你送几斤肉尝尝，还真好遇到蛇了，我来处理。李大宝，你行吗？你看见老鼠都怕得要命吧？婶啊，别瞧不起我。只见李大宝抓起灶台上一把菜刀，直奔蟒蛇而去，手起刀落，一下子就把蟒蛇的脑袋砍下来。这麻利，这狠辣，把村长唬得有点慌。还是以前那个李大宝吗？怎么看着有股让人害怕的戾气？村长，好了，蛇肉不错，可以让你吃几顿哈。李大宝，你啥时候变得这样牛？你以前怕连杀鸡都不敢吧？咋现在一条大蟒蛇你说杀就杀，说剥皮就剥皮？可不，蟒蛇不好对付，被它咬住或缠住了，得丢半条命。你咋那么顺溜？这条蛇落在你手里，跟蚯蚓似的。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突然变得这么厉害。也许是昨晚爸妈托梦给我，怕我太弱，老被人欺负，就给了副雄心豹子胆给我吃。我吃下去后，一醒来还真不一样了。村长，你说世上是不是真有鬼神？我看还真是你爸妈放心不下你，托梦给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而且还给你喝了大力神水，要不怎么可能上山宰了头大野猪？村长，给你的肉你就拿着吃哈。对了，还有件事要跟你说，村长，你可得评评理，明明我打的大野猪，凭啥李大山仗着是我大伯就说他们打的？还有苏春柔，我正经800没过门的老婆，凭什么李东祥要抢去给他做老婆？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你说对吗？对，太对了。村长，幸好你明辨是非，你这么说我也松了一口气。我担心啊，明天上午大伯还会来找我麻烦，得麻烦你出来主持公道。我现在也会打猎了，上山打着什么猎物，少不了你那一份。李大宝变得这么凶猛，没准以后真能打来不少猎物。大宝，你放心，他不对，你对，我为你做主。李大宝笑着客气了几句，扭身走，接着回到家中，只见苏春柔趴在桌子上剪裁着那块野猪皮，眼睛都有些红肿。你干嘛呢？我正琢磨你啥时候回来呢，这就回来了。打的野兽呢？没打着。
没事，下次一定能打着。我再给你做衣服呢，用野猪皮做衣服虽然硬了点，但够保暖。你穿着它去山里打猎，也不会挨寒受冻。你呀，这种活白天干就行，现在不该睡觉吗？我本来想睡觉呢啊，但还得等你回来。你都累一天了，等等我。他走了出去，很快捧来一盆热乎乎的水。你坐着，我给你洗脚。我来吧。不用，我来。你都累一天了，就坐着好好休息。他帮李大宝脱了鞋子，把他一双大脚板放进热水。春柔，想不到你还会这一手，真舒服。我妈说，男人在外边干活不容易，回来能让他舒服点，就让他舒服点。春柔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对你好的，也会对你弟弟妹妹好。我带着弟弟妹妹投奔你，你二话不说就接纳咱们，还拿出所有吃的招待。那时我就知道我没找错人，爸妈也没给我找错人，可惜他们被洪水冲走了，尸体都找不到。我爸妈也一样啊，咱们都是苦命人，以后就相互扶持，相互依靠。我会努力赚钱，让你和弟弟妹妹都过上好日子。那我就好好操持家里的事。给李大宝洗完脚，苏春柔让他早点上床睡觉，赶紧睡觉去，明天再忙。那我就不陪你了，我回屋睡觉了。他突然有些慌乱，赶紧扭头就走。第二天一早，外边就传来吵嚷声：李大宝，你他娘的给我出来！今天你要是不把野猪交出来，不把苏春柔给我做老婆，老子就把你打死，丢河里喂鱼。哟呵，还挺热闹啊！李大宝，你现在跪下向我们磕响头，磕到我一家子满意为止，要不今天你这条小命真会被我收在手里。昨天让我儿子吃狗屎，又让我吃狗屎，你个有爹娘生没爹娘教的！今天我非得把你丢进粪坑里，让你吃个够！李大宝，你个不拧不过大腿，昨天你就一时得意而已，今天我做爷爷的一定要给你个一辈子忘不了的教训。你们能斗过我？当然能，就算我们斗不过，也有能把你压得死死的人。村长很快就来，还带着民兵来，你要不听教，当场把你脑袋崩开花。话音一落，村长王大才带着7、8个民兵大步走来。村长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小子敢打长辈，还打了一个又一个，他是禽兽啊！把他抓住，丢到河里进猪笼，丢到粪坑里进猪笼。看到没？村长都带民兵来了，还不赶紧跪下，好好磕头认错，然后把大野猪交出来。你那老婆反正没过门，就给你堂哥做老婆。我看在你是我孙子份上，不跟你多计较。村长，你不会真来治我的吧？不治你治谁？难道是我？村长，你抓紧呀，赶紧整他！李大山，你确定李大宝抢了你的大野猪？昨晚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咱俩谈好的。他以为村长想演演，马上点头。没错，就是李大宝抢了我们的大野猪。我想勾搭村长抢了我拼命打的野猪，可他不曾想，村长已经被我收买了。没错，就是李大宝抢了我们的大野猪。怎么抢的？昨天我和我爸进山打猎，看这小子没事做，挺可怜，就叫他搭把手。结果进了山，他吃饭来，坐在那不动。我和我爸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打下大野猪，他才勉强帮忙拖出了山。但大家都累了，就先把猪放到他家。想不到他据为己有。放屁！连自个儿的亲人都敢诬陷，这大野猪跟你们有啥关系？你们哪来的时间去打野猪？李东晓，你小年纪不学好，勾搭大你差不多20岁的李寡妇，昨天整天都在他家里鬼混。李大山，你跑到隔壁村去赌，收了多少钱我都知道，一共13块5毛6分，对不对？刹那间，父子俩脸色煞白。还有你，李国略，你也不可能进山打野猪。昨天你偷了多少家女人的底衣，你心里清楚。你真是个老变态。村长，你干嘛呢？你不站在我这边的吗？昨晚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你要帮我整治李大宝这小子的，我还给了你1条烟和5斤腊肉呢。村长二话不说，把他昨晚送来的东西掏了出来，丢在他脚下。谁稀罕你这玩意儿？你还真以为我这个村长会被你买通？你错了，我就是麻痹你，今天要当着所有村民的面揭穿你。这大野猪就是李大宝打的，狗王、铁子、大黑子，你们都可以证明对吧？昨天一大早，李大宝是不是就进山去了？那3个家伙本来还得意洋洋，感觉李大宝要吃个大苦头，不曾想村长却神不知鬼不觉站到李大宝那边，吓得3个家伙连忙点头。你们真无耻，敢这么陷害亲人！明明他打的大野猪，却用这么不光彩的手段，要据为己有，还想买通我出面，知不知道你们现在属于犯法，可以抓派出所去。来人啊，把他们抓起来！几个民兵马上朝李大山等人逼去，吓得他们扭头就跑，结果被几支枪口吓得抱成一团。想跑跑得了？大宝，你打算拿着几个家伙打着？一人甩自己10个耳光，甩一个，说一声他们不是东西，不该诬陷人。你是我孙子，你怎么敢让爷爷打自己耳光？那就都押到派出所去吧。我记得刑法中有条诬陷罪，正好是今年1月1日开始执行，你们这起码得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和管制。对，我看了，正好从1月1日开始的。4个人啪啪打起了自己耳光。我不是东西，我不该诬陷人。打完后，几人痛苦万分的溜了。村长是好人啊，能主持公道，才能得民心，感谢村长。姐弟仨也松了一口气。这王大才到底咋回事？收了好处却不帮忙说话，还跟李大宝一起整咱们，这跟叛徒有什么两样？他被鬼附身了，一定是被鬼附身了。对，村长肯定中了邪，
他不帮我是吧？我另外找人帮。于是李大山跑去找铁八，李大山和铁八两人打小就满肚子坏水，经常狼狈为奸，偷鸡摸狗。那小子上次还打了我儿子，我正想联合一些力量把他收拾掉。称把几个老哥们叫上，带上家伙，准备好了就去把李大宝的家拆了，把他那头大野猪抢过来，咱们分。我还要把他脑袋拍成猪头。李大宝这边处理完大伯一家，就打算拿一半猪肉去镇上卖，光吃肉可不行，总得换点粮食和其他东西。大宝，你走了，李大伯会不会又跑来捣乱？有村长压着，谅他不敢。他总不会真想去派出所吧？真遇到啥情况就去找村长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等姐夫把肉都卖了，给你们扯2身衣服，买点好吃的东西。从村里到镇上有2条路，一条是山路，一条是水路。山路很少人走，太崎岖了，一般都走水路。很快，李大宝就上了船，刚开没多久，船上就起了一阵骚动。只见2人各掏出一把牛耳尖刀。大家好，我叫牛王头，10里8乡都该听过我名字。现在我宣布，这条轮渡我罩着，你们要是被谁欺负，被谁偷了钱，拿了东西啥的，尽管跟我说，我保证给大家主持公道。船上已有100来号人，都战战兢兢看着他。不过兄弟几个给大家保驾护航，得收点看管费，没问题吧？咱也不要多，1人5块。5块钱还不多，我1个月才赚10几块，5块钱都能买5、6斤猪肉了，都能买1袋大米了，我没钱。好嘞，没钱，没事。牛王头猛然一拳把那人砸倒在地，紧接着抓住他就朝河里扔，其他人都被吓了一跳。我就收个5块钱看管费，我琢磨着也不多啊，为什么就是有人宁愿被我丢下河，也不愿交？你们怎么想的？你说说。他把刀尖朝一个村妇的脸上晃来晃去，吓得他赶紧掏出5块钱。这才对嘛，给我记好了，哥几个辛辛苦苦给你们看管财物，就必须给点辛苦费，谁不给，丢下船去。渡轮上的村民们都不敢怎么样，他们哭丧着脸，不得不掏出所谓的看管费。很快就轮到了李大宝。给钱呀，愣在那干嘛？我没钱，1分都没有，得去镇上卖了肉才有钱。他朝李大宝的箩筐看了看，顿时眼睛一亮，好多肉啊，还挺新鲜，都是野猪肉吧？王头哥，这里有一箩筐的野猪肉。牛王头大步走去，看见猪肉，嚎咕嘟一声就吞口水。这么多野猪肉，拿来红烧，再倒上2斤老酒，得享受了。行，小子，我也是宽宏大量的人，你没钱就不用拿钱了，把这一筐猪肉拿过来抵吧。你们只要5块，但我这筐野猪肉价值得100块。我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，以后你常坐轮渡啊，我给你算着，不再收你的看管费，让你免费20次，就这一筐猪肉全抵了，公道吧？你们把这筐猪肉搬走吧。小子有出息，就喜欢你这样的，老子不客气了，把猪肉搬到口子上去。一个手下马上去拎那筐猪肉，牛王头还没回过神来，一记老拳就狠狠砸在他面门上，牛王头一声惨叫，倒在地上。人去集市卖野猪肉，半路却遇上了劫匪。小子有出息，就喜欢你这样的，老子不客气了，把猪肉搬到口子上去。一个手下马上去拎那筐猪肉，牛王头还没回过神来，一记老拳就狠狠砸在他面门上，牛王头一声惨叫，倒在地上。对了，我这筐猪肉是卖给你的，1块1斤，就当100斤，筐也送给你了，100块钱。你他妈敢打老子，还管我要钱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李大宝二话不说，猛然抬脚踩住他，周围的村民都看呆了。有点身手，而且够毒辣，看来像混江湖混了很多年，但也太年轻了。有啥？他太冲动了，算是为自己惹下了祸事。就算现在能让几个混混乖乖听话，恐怕回来的时候也不太平。帽子男微微一笑，没再开口，而牛王头被踩得受不了了。我给钱买下你的野猪肉，我给钱。他赶紧从兜里掏出1叠钞票递去，李大宝接过来，数出100块，把其他钱砸在他脸上。刚才抢了多少钱都还回去。牛头王只能将钱退还了村民。小子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，山不转水转，给老子等着。说完，带着小弟跳进河里。很快到了镇上，李大宝卖了很多东西，100块就花的只剩3、4块。对了，上山打猎可不能光用冷兵器，猎枪才是王道。这个年代还能卖各种猎枪和气枪，卖枪的地方除了供销社，还有体育用品店和文具店，但是最便宜的一把都要200块。回去一定得好好打猎，赚上一大笔钱，买一把趁手的猎枪。还想买枪？一个乡巴佬有钱吗？走，跟着过去。董爷，干嘛老跟着那小子？您时间很宝贵的。看他卖的那一箩筐肉，这野猪个头可不小，200、300斤，能打着这么大一头大野猪，还挺罕见。再加上他身手不错，出手毒辣，也许可以帮我个忙，得认识认识。此时李大宝来到一个小餐馆，很快帽子男和刀疤男也坐到了李大宝对面。一番自我介绍，皮帽叫董冠杰，刀疤男叫大贼。小兄弟，之前我们坐同一条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？我在船上对付那几个傻逼时，你们就一边看着，我下了船还一直跟着，跟到了这，做贼一样，我怎么可能没注意？你他妈讲话注意点，别没大没小。你没听过董爷的名头吗？没。
你真孤陋寡闻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有些人的名声还是太小了？大贼站了起来，猛然抬手坐下，冒冒失失的，像什么样子，让小兄弟看笑话了。大贼不得不悻悻然坐下。小兄弟，我这手下没头没脑，相信你也不会见怪。我是看你有几分身手，生出结交之心，才一路跟着。要不咱找间好点的饭馆，我请你吃顿饭，聊聊天，交个朋友。去饭馆就不用了，这里挺好。行，就在这吃饭。你想吃什么菜？我点。爽快，大鱼大肉，可劲儿造。我看那边还有烧鸡烧鸭，都挺不错。你要恳请，一起上了吧。吃完饭后，几人闲聊了起来。小兄弟尊姓大名？那头大野猪是你打的？我叫李大宝，我一个人打的。厉害，那么大一头野猪，怕几个猎人一起上都不容易对付，你一个人就打下来了。不过手中没枪，总差点意思。我看你刚才想买枪，是没看上商店里的吧？我家里也有不少枪，你要有兴趣，吃饱喝足了就去我家瞅瞅。想让我帮忙干点什么？要不你先直接说。大宝，你是爽快人，你既然能打大野猪，能不能打黑熊？能打，起码2只，我包圆了，而且按市面价格再加3成给你，前提就是熊皮和熊胆不能破坏，这2样对我最重要。董爷，这小子瘦不拉几的，一个人打了一头大野猪，这都怕吹牛，他哪有打黑熊的力气？您还不如叫我去打，有枪可以试试。随后，董冠杰把他带到一处宅院，李大宝眼睛一亮，墙壁上挂满了各种气枪和猎枪。这个董冠杰不简单呀！李大宝很快就看上一把枪，拿了过来，擦擦脸水，非常熟练地检查了他的各项性能。我要这把枪，你是卖给我还是送给我？我先借给你，只要你能帮我打2头大黑熊，之前我说的报酬有效，枪也送你。行，董爷，1个星期内给你打来黑熊。等李大宝走后，大贼说道：董爷，我从没见过这么狂的小子，您不单单想让他帮您打黑熊，还想收服他吧？我怕难啊，他怕是一条喂不熟的白眼狼。我是谁？不管什么样的存在，我都整得下来。没错，李大宝是把锋利的刀，但我有刀鞘。当李大宝来到码头时，他往远处一看，顿时透出冷笑。牛王头又出现了，背后还站着20-30个人，手里都抡起一把厚重锋利的开山刀。就是那小子，赶紧上，把他干掉，不要让他跑了。人只是在镇上弄了把猎枪，却不料回来就被仇家包围。就是那小子，赶紧上，把他干掉，不要让他跑了。给你们2个是吧？他又呛，抠，他又呛了。李大宝对着牛王头又是一枪，吓得牛王头倒在地上。爷爷，求你别开枪，咱有话好好说。牛王头，本来我打算放你一马了，但你还不知好歹，现在带我去你家。去我家干嘛？去你家喝茶，你要不同意，我现在就把你腿崩了。我带你去我家喝茶，爷，你可千万别开枪。牛王头不知道李大宝想干嘛，但也不敢反驳，带他来到了家中。屋里是牛王头的父母和老婆孩子。李大宝十分热情地打了招呼，还给了小孩几颗糖，简单聊聊几句后，带着牛王头离开了。我知道你家在哪了，父母和老婆孩子都挺不错呀。你想咋的？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伤害我家人。你也怕家人被伤害啊？那么就给我记好，以后别再跟我作对。你多少也该知道我的厉害了，还敢作对，回头就把你家人全都嘎了。什么老婆孩子，什么父母，我全部吊在树上吊死，你信不信？这话吓得牛王头双腿一软，差点跪倒在地。我信，我信，信就好。对了，你还得帮我个忙，把你的手下全部叫上，跟我去我村里。我家屋子漏风又漏水，要重新建一个，你们正好帮我去山上砍树搭房子。去帮你盖房子，那工钱怎么算？你们的命怎么算？好呀，你是也孽鸟。他赶紧招呼手下跟着李大宝走。很快，李大宝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回了家。可到家他却傻眼了，李大宝的家居然没了，都变成了废墟。废墟旁边还传来哭声。李大宝大步走过去，只见苏春柔和他弟弟妹妹坐在那抽抽搭搭。姐夫，我们的房子被你大伯带人拆了，带了10几个人来拆啊，剩下的那些野猪肉也被他们抢走了。李东想还想把我和我姐也给抢走，幸好村长赶来了，把他们骂了一顿，就没抢走我们。但家没有了，猪肉也没了，姐夫以后咱们住哪啊？看着几乎坍塌的屋子，李大宝的火蹭蹭蹭往上冒。放心，谁拆咱们房子，咱们就住谁家去。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；老虎发了威，还当我好欺负。你们先在这待着，今晚咱们住更好的房子。他一扭头，交代了牛王头几句，很快就来到了李大山家。此时里面一片闹腾，搞得跟过年似的，还有很浓厚的肉香味。李大宝走到门口，往里头一看，桌上都是剩下的骨头和酒瓶子。李大宝一脚踹开门，吃得好嗨啊，喝得好嗨啊，玩得好嗨啊！李大宝来了，赶紧把他堵住，别让他跑了。当即那帮醉醺醺的地痞全部跳了起来，马上把李大宝包抄了。李大宝，你真厉害，把我们全家打得那么惨，连村长都站在你那边，但现在看你怎么死啊！你个狗东西，一点都不把长辈放在眼里，现在我就要替列祖列宗教训你。我可是你爷爷呀，你还敢对我吼，想要对我下手？像你这种眼里没点伦理道德的兔崽子，就该好好整治，还不跪下给我爬过来磕头！你们呀，真不知死活！不知死活的是你，没看到我这10几个人啊，还不能干死你？很快牛王头带人冲了进来，这一
冲进来，李东想他们吓得眼睛都绿了。王头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想干嘛？牛王头没说话，带人将他们暴揍了一顿。王头哥，你干嘛要帮这兔崽子打我们？你脑子抽筋了吧？你全家才是兔崽子，敢得罪宝爷，不要命了吧？宝爷是你们能得罪的吗？这番话更是把被打倒的一帮人轰得外焦里嫩。牛王头心里也挺憋屈，2次被李大宝干翻，又被他跑到家里拿他家人威胁，还被他逼着带几10号人来着，帮他盖房子。这口怨气只能在眼前这帮倒霉鬼身上发泄下。此时苏春柔担心李大宝吃亏，叫了村长王大才过来。看到这一幕，两人惊了。村长，谢谢你之前帮我的忙，要不我家里人就遭这几个王八蛋的欺负了。该做的嘛，但做的不够齐全。大宝啊，你别见怪，你大伯一家要砸你屋子，抢你野猪肉，我阻拦不了。人完好就长，这份情我放在心里。牛王头帮我把这些狗杂碎全部轰出去。喂，有没有搞错？这我家啊，干嘛把我从我家丢出去？这一家子，包括那老头，都给我丢出去，还有把他们所有家当也丢出去。现在这房子我住，是我的家了。村长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大伙儿你们都看到了，我是他爷爷，亲爷爷呀！他这么对我，要把我赶走，霸占我大儿子的家，这还有什么王法呀？村长，这些人把我家毁了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我们都没地方住，只能住在他们家，很正常吧？既然住在这，要把这帮狗东西赶走，也没错吧？正常，该这么做，我挺支持。大伯，你作恶在先，就别怪我报复在后。村里烂房子也不少，大不了找个山洞先住着。李大宝，你这么心狠手辣，迟早不得好死。李大宝一点不惯他，一巴掌把他打翻在地。我还看在你是我大伯份上，不然早把你收拾了，还那么多废话，滚！一番话吓得那帮家伙赶紧跑了。人上山打猎却只带了一个小水桶，抓了2把糙米。只见他走到一片毒蘑菇旁，就是他了。你不要命了？这是毒蝇散，毒性很强的。是啊，白杆杆红伞伞，吃完一起躺板板，说的就是他。他有毒，但不至于吃了糖板板。他的毒是致幻，还有麻醉作用。他把毒蝇伞丢到小桶里，走到一条小溪边，装了点水，把2把糙米撒进去。随后，他又领着姐弟仨走到一处树林边，他要姐弟仨帮忙，把带来的线网系在几棵树中间，离地面大概4、5米高度。这种线网很细，比较脆弱。接着，又把刚才泡过的糙米撒在线网下边。你想用糙米吸引麻雀过来，然后用网罩住，可线网很细，撑不住太多麻雀啊，10几只一撞就能扯碎的。我以前试过，就算撒糙米引那些麻雀，也引不了多少只。我玩过的，能引来20、30只都很不错了。一网罩下去，起码逃一半，忙活大半天还不够一个人吃。麻雀那么小，大姐、二姐、姐夫那么厉害，他会想不到吗？他肯定有别的诀窍，对吧，姐夫？还是我小叔子明白，我未来老婆和小姨子都不咋地。别看麻雀小，但很机警，不信你就试试。试试就试试，反正你们别多嘴，照我交代的操作就行。接着，李大宝爬上一棵树，嘴巴一抽，发出鸟叫的声音，就像一群麻雀在叫，叫得相当逼真。没多久，竟从4面8方飞来很多麻雀。麻雀们发现了洒在地上的糙米，纷纷落下，大快朵颐。上！姐弟仨马上朝那堆麻雀冲过去，吓得他们纷纷振翅而起，一下子撞在网上。这一撞，系在树干上的细绳就被锋利的竹片切断，整张网掉了下来。那些麻雀竟失去了力气，跟着线网往下掉。姐弟仨看呆了，愣在那干嘛？赶紧捡麻雀！很快，几人就抓了上千只麻雀。姐夫好厉害啊！这鸟叫声才是精髓，能吸引那么多麻雀过来。我还以为这一网能打到10几只就很不错了。线网只是起到辅助作用，防止麻雀飞得到处都是，捡起来麻烦。最主要的就是毒蝇散产生了麻醉效果。可麻雀吃了有毒的糙米，人在吃这麻雀，会不会也中毒？不会，就一点点剂量，很快消没了。你哪怕吃毒蝇散，吃它个2、3颗，也不过是轻微致幻，就像喝醉了酒。我刚才用来泡糙米的才4、5颗，也泡没多久就倒掉了。打麻雀好玩，又能搞到这么多肉，姐夫以后每天来打。麻雀也不能经常打，虽然现在泛滥，但庄稼各种害虫还要靠它吃，偶尔玩一回就好。放心，山兽那么多，咱们今天打麻雀，明天打野鸡，后天再打大野猪。好，以后我就跟姐夫混，姐夫带我吃香，姐夫带我喝辣，姐夫给我说门好老婆。去你的，屁点大就想老婆了。欢声笑语中，4人朝村子里走，而牛王头带着几10个手下就蹲在李大宝的新家门口，防止李大山他们进去翻东西。王头哥，咱们还真得在这熬着。我发现李大宝那家伙很会吹牛，让咱们顿顿都有肉吃，可现在他还没把肉搞过来，大家都快要扁了。那么着急干嘛？我看他样子也不像开玩笑，而且他是真能打野猪啊！这山上那么多野兽，没准他行，耐下性子。今晚他要不能给我们一顿饱肉吃，再看怎么处理。咱们也有了话头，说他吹牛，大不了到时就走。就算他会打猎，野猪有那么好打，我们几时张嘴，他拿什么填饱大家的肚皮？就在此时，李大宝几人走了过来。宝爷，我这帮手下的肚子可饿坏了，你有没有打回来啥好吃的？李大宝将麻袋里的麻雀全都倒了出来。我操，好多麻雀！宝爷，你哪打来这么多麻雀？怎么打的呀？上千只，把毛洗干净，我去借口大锅，找上20、30斤米，熬一锅麻雀粥喝，肯定能把大家的肚皮撑得滚圆。一大帮人喜笑颜开，直点着头，赶紧干活。远处一座小山头上，几个人咬牙切齿盯着李大宝，这打马鬼，他早不去死，拆了他一个烂家，就把咱们的好家霸占了。他不是人，
是恶狗。我看他早就盘算好，就等咱们去砸他家，好霸占咱们的家。他心肠那么歹毒，就得下18层地狱。他和那3个小贱人都得下地狱。铁八，你服不服气？不服气又咋地？他找来牛王头他们对付不了啊！谁说的？我们是对付不了，但有人能对付。凑笔钱，把镇上的独眼龙请过来。他一到，牛王头怕也不敢怎么着。到时李大宝还不是任由我们玩死？得凑多少钱啊？请独眼龙出手，没个4、500块，肯定搞不定。我可没那么多钱，你有吗？李大山本来计划好，这一听也被一桶冷水从头泼到脚。用得着钱吗？我有办法能让独眼龙屁颠颠跑过来，把李大宝干掉。别说1分钱1粒米都用不着出，没准还能得到一大笔好处。一帮狼心狗肺的家伙眼睛一亮，赶紧问李国律有啥妙招。李国律说了出来。郑秋菊大笑道：“爸，姜还是老的辣，你这法子不错，独眼龙肯定会答应，把李大宝往死里整了，咱们也能翻身，把家夺回来。去安排吧。”上山打了上百只兔子，不料却被4把猎枪指住了脑袋。小兄弟，这么多兔子你也吃不完吧？要不见者有份。你们想怎么见者有份？你看你就1个人，我们4个人也挺好分，你就拿1只回去吧，其他归哥几个，好不好？兔子都是我打的，你们都没出力，还想拿走所有兔子，脑子坏掉了吧？小兄弟说也没错，这些兔子都是你打的，我们没出一丝力气，但是我们有枪，谁有枪谁就是老大。能给你1只兔子，也算看得起你了。是啊，你就使劲往好处想，你是帮我们打了这么多兔子，我给你1只兔子做酬劳，带回去够你吃2顿了，对吧？你不会一个人想跟我们4条枪较劲吧？李大宝脸上透着杀气，却不敢轻举妄动。行，你们有种，把兔子拿走吧。山不转水转，我记着。马哥，这小子虽然个头不咋样，但眼神凶得很，要不干脆做掉，省得以后找我们麻烦。李大宝眼睛微微一眯，他知道这帮家伙绝不是开玩笑。行，免得他报案。100多只兔子老值钱了，咱们都得太行。此时李大宝一咬牙，双脚一蹬，朝不远处的树丛扑去。瞬间枪响，李大宝只感到肩膀一阵火辣辣疼，重重摔入茂密的灌木丛中，马上朝前滚去。山高林密，很快便失去了李大宝的踪影。这小子倒跟野兔精似的，跑得挺快。马哥，咱们要不要追过去？怎么追？当时没把他干掉，接下来要找就难了。看他反应也是个行家，别躲在暗处，把咱们收拾了。算了，他真敢报案，咱们就一问3不知，把兔子带回去。 4个家伙收了枪，赶紧收好2麻袋的兔子，朝另一头就走。他们走没多久，李大宝就从草丛里探出身子，左边肩膀已经血红一片。李大宝来到一座山坡上，朝远处一看，4个家伙并没走远。想杀我就别怪老子不客气。空中传来了乒乓声，那4个家伙陆续倒地，逃都逃不了。他奔了过去，从他们的口袋里摸出了70多块钱和一些粮票，然后找个地方挖坑掩埋。进了山，摔死，被野兽咬死吃掉，都很正常吧？4把猎枪，李大宝并没埋进去，找了个地方藏起来，随后拖着2麻袋兔子回了家。 此时牛王头正在带人修房，看见李大宝出现，马上奔了过去。宝爷，你不会真打了那么多兔子吧？解开看看。牛王头揣着激动的心，把袋子一打开，立刻有好几只兔子掉出来。兔子都是兔子，今晚我们又有肉吃了。几十个大汉都笑了。没多久，所有村民都轰动了，全部跑来看热闹，看着堆了一地的兔子，惊讶不已。借了斧头锯子给我们的村民，麻烦过来，一人领2只兔子。没借的可别来充数，我火眼金睛能看出来的。这会儿没借的全红了眼，斧头和锯子能值多少钱呀？2只兔子就够回本了。别说兔子，哪怕2块兔皮，1块都能卖个3、5块，这让那些领不了兔子的人急得眼真红啊！大宝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就算没借斧头和锯子给你，也总得分点兔肉吃吧。我打小看着你长大呢，你3岁时，我请吃过1颗水果糖。其他村民直起火，拼命回忆着以前给过李大宝什么好处，实在没有的，干脆瞎。这样吧，我要把这些兔子全宰了，要找些人帮忙，谁帮我的？给5毛工钱，再加1斤兔肉，也不用那么多人，20个就够了。没轮到的下次，我又不是不进山打猎了，以后还有合作机会。李大宝也乐意跟村民搞好关系，毕竟还要上山砍树盖房子，让人眼红不好。一帮村民赶紧点头说好。苏春柔把李大宝拉到一边，问他怎么逮到那么多兔子。李大宝笑嘻嘻把大概经过说了一遍。姐夫，你太厉害了，用真弩就干掉这么多兔子，下次让我跟你一起去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还是以前那个李大宝吗？咋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也许是我没掉的爸妈，看到你来投奔，不忍心你跟着我吃苦，就给了我神仙一样的力量，让我照顾好你，跟我一起过日子，你就能不愁吃穿，把小日子过得美美。爸妈还这么有能耐，都没了2年了，还能给你神仙的力量，一定是跑到天上做神仙了吧？没错，咱爸妈在天上做神仙呢。这100来只兔子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呢，光是兔皮1张就能卖个3、5块钱，可别浪费了，让村民们包下来，我处理。等挑个日子，你就到镇上卖给动物皮厂。
不愧是我老婆，这么能帮忙赚钱。到了晚上，李大宝在房间里处理肩膀上的伤口。就在这时，门打开了。大宝，你肩膀上怎么受伤了？上山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正好肩膀被石头磕到，没多大事。谁说没多大事？都肿成这样了，我给你处理，你干嘛不跟我说啊？你一个人怎么整好这伤口？我就怕你发现，我都不急，你比我还急。你都不懂得爱护自己，当然不着急了。所以我是疼在肉上，你是疼在心里，对不对？伤得这么厉害，还有心思开玩笑？我来帮你吧。他细心给李大宝处理伤口。要不你别进山打猎了，这次肩膀磕得这么厉害，没准下次就是脑袋了。你每次进山，我都提心吊胆。大山里长大的人，不进山打猎，还能叫男子汉大丈夫吗？不进山打猎，能好好养家糊口吗？我还得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别担心，我会小心的，好不好？我不想你有事，够吃够喝就行了。当然不够，我要让咱们一家吃香喝辣，让你和你弟弟妹妹过上富裕日子。要不我能叫男人？人带着小舅子上山打猎，突然闻到一股强烈的腥臭味，只见一只大黑熊窜了出来，吓得苏小虎嗷呜惨叫，赶紧朝李大宝跑过来。大黑熊朝马扑去，马挨明着，还想爬起来，但黑熊一爪子压在他身上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就在这时，一根铁针飞了出去，扎在大黑熊眼睛下边，顿时大黑熊被激怒了，朝两人冲了过来。小虎趴在地上，我来引开他，你尽量别发出声响，你躲起来，千万别出来。苏小虎也知道自己闯祸了，紧张的点着头。姐夫你小心啊！李大宝大叫大喊着，吸引大黑熊的注意，迅速朝另外一边跑去。慌乱之中，李大宝扣动扳机，打在了大黑熊的肩膀上，进一步激怒了他。只见大黑熊朝着李大宝扑了过去，大黑熊飞快追赶李大宝。李大宝一扭头，又要开第二枪，大黑熊已经扑到近前，扬起肥后前爪，狠狠拍去。李大宝闪到一边，再次抬起枪口，而大黑熊已经凶猛扑来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。李大宝连人带枪被打飞了出去，大黑熊继续朝李大宝狂扑。姐夫小心，千万别出来，很危险的，我没事。他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刀，死死盯着大黑熊。这么近的距离，逃是没办法逃的了。如果手中还有枪就好了。李大宝扭头看了看，枪已经被甩出7、8米远，想过去捡，不大现实。忽然，后退的李大宝绊到一块石头，一下子扑倒在地。大黑熊马上窜了过去，撅起超级大的屁股，就要朝他身上一坐。而此时，苏小虎突然钻了出来，龇牙咧嘴朝这边跑。大黑熊，我跟你拼了，你过来呀！李大宝吓了一大跳。小虎，你他娘的搞什么？就在这极端危急时刻，突然树林里传来一声充满震慑力的咆哮，这咆哮让大黑熊都微微一愣，一只凶朝大黑熊扑去，冲黑熊脖颈狠狠咬下。就在大黑熊要和老虎决一死战之时，李大宝朝黑熊开了一枪，一只老虎加一把枪，大黑熊心知不敌，狼狈不堪冲进树丛里。李大宝本想追赶，又怕老虎伤害苏小虎，紧接着他就发现老虎有些熟悉，好像是前阵子他从陷阱里救出的那只。老虎朝他微微点头，扭身朝树林走去。李大宝朝被大黑熊咬死的马走去。虎兄，等等，这肉给你吃。老虎好似听明白了，顿住脚步，扭头朝死马走去，咬住死马就拖着窜进树丛。姐夫，为什么那只老虎会来救咱们，把大黑熊打走？李大宝担心苏小虎还小，管不住嘴巴，要是这件事传出去，也许会引来心怀险恶之徒，通过他猎取老虎。老虎是山神啊，山神不保佑咱们的吗？我还觉得老虎和黑熊是一伙的呢，原来还能保护咱们人类。两人休息了一会儿，怕大黑熊再杀回来，赶紧把所有野兔装进麻袋。姐夫啊，你会不会把我们遇到大黑熊袭击的事告诉你媳妇啊？怎么着？不想我告诉你姐？今天早上我缠着你进山，都遭到他的各种拦，他就觉得我应该乖乖待在家里，这才安全。你要跟他说了，别说我进不了山，你也进不了了。我们两个大男人就每天待在屋里，大眼瞪小眼吧。小虎，你说的对。咱们就别把这件事跟你姐说。好，这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的秘密，男人知道就行，不要让女人知道，女人只会影响男人打猎的速度。李大宝再次大笑，感觉小叔子很有意思，确实值得栽培。他脑子里还出现了刚刚苏小虎不顾一切要跟大黑熊较量的情景。不错，这小舅子能处。死掉了一匹马，这要怎么跟他们说？简单，就说这匹马不小心掉下悬崖，连尸体都捞不回来了，大不了赔钱呗。第二天，苏春柔已经把那些兔皮全部烘干，刚绑好的兔皮拿去卖，最多卖个3、4块，咱们这加工过了，卖个5块怕都不是问题。必须卖5块。一共213张兔皮，能按5块卖，能卖到1565块钱。真要卖出去就太好了，我可从没见过这么多钱，零头都没看到过。放心，一准给你把这些钱带回来，全部交你保管。不行，钱你赚的，得你收着，我要钱用的时候问你拿就行。我负责赚钱，你负责管，男女搭配，过日子不累。决定了，不接受反驳。苏春柔笑了，笑得很甜。当初带弟弟妹妹投靠李大宝时，她还有过犹豫，会不会是一个错误选择？人拿300多张野兔皮来厂里卖，却不料黑心科长收走兔皮不想给钱。蔡科长，你看看多少钱能收？3块1张。我女人说这兔皮经过她出加工，质量也不错，每一张少于5块不卖。倒也勉强值这个价，但我一口气跟你把所有兔皮买下，你看看整个镇，哪怕县城都没哪个厂家能一下子吃掉你这么多货。3块1张可以了。李大宝马上把兔皮往麻袋里收。你这干嘛？
我觉得价钱太低，看你也不好讲价的样子，就去下一家试试。蔡海光脸一沉，然后笑了。行行行，看这野兔皮真不错，就按照你说的，5块一张，一共是1565块，没错吧？李大宝点了点头。好，就按这个价格把兔皮全收了。蔡海光把一个人叫进来，让他收走兔皮。你在这等一会儿，1000多块也不是个小数字，我得去向财务科支取。你先喝口茶。说完，蔡海光就走了出去。李大宝在招待室里等了挺久，都等到中午了，肚子也咕咕叫了，还是没人来，他不得不走出去，找到一个人，问蔡海光在哪。我也不清楚，你别问我。李大宝脸一沉，感觉有些不大对劲了，他只能一间间办公室去找，终于找到了采购科科长办公室。他走了进去，蔡海光就坐在桌子后边。蔡科长，你不说去财务科拿钱给我吗？钱呢？你谁呀？我为什么要去财务科拿钱给你？蔡科长，做人不能你这样。我带了313张野兔皮卖给你，都说好了价钱，一共1565块钱。你说去财务科拿给我，但现在你装不认识我。老子本来就不认识你，你啥时候拿野兔皮卖给我了？我又什么时候答应把钱给你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保安呢？保安在哪？没多久，3、4个保安冲了进来，手里都拿着木质警棍。这家伙怎么让他进来的？敢向我勒索1000多块，把他轰出去！小子，你说卖野兔皮给我，野兔皮在哪？你可不要乱打一耙！现在乖乖滚出去，还没什么事，要不我报警，派出所的人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整！小子，你还得到动物皮厂来了，这跟找死没两样吧？赶紧滚，要不就像蔡科长说的。李大宝也不是好脾气的人，突然夺过一根警棍，挥舞起来，砰砰连声，几个保安被打倒在地。李大宝又一个箭步窜到蔡海光面前，用警棍指着他：“你到底有没有收我313张野兔皮？赶紧说！你他妈胆子贼大呀，敢跑到动物皮厂闹事，还打保安！现在想打我是吧？我根本就没拿你的野兔皮，有本事你打呀！”李大宝毫不客气，一棍子打在他身上。你他妈真打呀！要不就给我1565块钱，要不就把313张野兔皮还我，要不我揍死你！你以为我好欺负啊？想贪我这么多野兔皮？紧接着又一棍子抽在蔡海光的脑袋上，打得他哇哇直叫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声暴喝：“你谁呀？干嘛跑到我厂里闹事？你闹得起吗？”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大步走了。田厂长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小子冤枉我拿了他的野兔皮，我真没拿呀，他就打我，还把几个保安打成这样。你是厂长吧？我就看你会不会为我主持公道。他一五一十把之前发生的事说了出来。313张野兔皮，价值1565元，不愿意买就把皮拿出来，要不今天我跟你们这家厂子没完。田厂长，我怎么可能贪他的野兔皮？他真没拿兔皮进来呀，一根兔毛都没有。李大宝都气笑了，想说调监控，但想到现在还是1980年呢，哪来的监控？小子，你最好规矩点，我的科长绝不会说谎，你再怎么着也不能跑到这来讹钱呀！知不知道我这家动物皮厂的背后是谁？谁啊？董冠杰董爷，你听过这个名头吧？他是镇上首富，还是战斗老兵退役，手底下有很多狠人。这家动物皮厂就是他产业之一。你敢乱来，我打个电话就能叫来几个能打能杀的处理你。原来还是董冠杰的厂子呀！行，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李大宝在这家动物皮厂被人讹了313张野兔皮，让他过来主持公道。你还认识董爷？认不认识？你打电话不就知道了？田厂长，你可别信，他就是一个小乡巴佬，怎么可能认识董爷？他这是在拖延时间，你赶紧找人把他抓住。闭嘴！李大宝二话不说，又一棍子砸在蔡海光的脑袋上。行，我现在去打电话，你等着，要真敢骗我，你的下场会很惨。他扭身出去打电话了。小子，你现在最好赶紧滚！想冒充认识董爷，你也配？再不走，把你双腿都打断！你这家伙敢贪我300多张野兔皮，知不知道这是在给自己招灾？给我跪下，好好忏悔！待会儿董冠杰来了，老实招供。就连我们厂长都得管董爷叫董爷，你直呼其名，这说明你根本不认识他，还想让我跪？你哪来的胆子？没多久，田七坦风风火火走了进来。董爷啥时候来？放屁！我就知道董爷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扯什么大炮？小子，你自寻死路啊！你没打电话给他吗？当然打了，不打我怎么知道你在骗我？你完蛋了！董爷身份尊贵，自然不会亲自教训你，但他手下已经来了一个人。接着，外边就走进一个人，赫然是刀疤脸大贼。贼哥，我就知道这小子不认识董爷，他跑到咱们动物皮厂闹事，还大言不惭，你赶紧弄死他！大贼，你这么做可就不地道了，被董爷知道，我怕你会惹下祸事。你小子算什么玩意啊？一个小乡巴佬，眼界还没我巴掌宽，也认识董爷？我来就是好好教训你。你想咋整？你命倒挺大，我还以为在回去的路上你会死在牛王头手里，还能跑回这来卖野兔皮，这也是老天开眼啊！你为什么那么想干掉我？董爷很欣赏你，你威胁到了我的地位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必须收拾你。你喜欢给人做狗是你的事，我呢只喜欢别人给我做狗，别把咱们拉在同一条水平线上，你不配。老大小弟怕我威胁到他的地位，竟想将我杀人灭口。你为什么那么想干掉我？董爷很欣赏你，你威胁到了我的地位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必须收拾你。你喜欢给人做狗是你的事，我呢只喜欢别人给我做狗，别把咱们拉在同一条水平线上，你不配。大贼勃然大怒，猛然后退几步，看死他！
紧接着从外边冲进来7、8个悍徒，都拿着铁棍冲李大宝砸去。李大宝一咬牙，闪到大贼面前，砰砰几拳，大贼懵逼了，没想到李大宝这么勇，砸，给我砸死他！那些悍徒都大吃一惊，纷纷扑过来，扬起铁棍就朝李大宝砸。李大宝拎起大贼挡在身前，铁棍重重砸在大贼的背部。你们没长眼睛吗？砸我干嘛？砸这小子！几人都傻眼了，不知怎么下手。田厂长，赶紧打电话给董冠杰吧，必须要他亲自见，说就在你厂里，大贼要被李大宝打死了。你要是不打这个电话，我保证你完蛋。田七坦满脸惨白，从没见过这么狠的人。别打电话，你们愣在那干嘛？快救我呀！把这小子抽死！田厂长，你是装死还是脑子装了屎？我会蠢到口口声声说认识董冠杰，他能帮我主持公道。你再不去打这个电话，你死，大贼也得死。田七坦万般无奈，只能又赶紧跑回去打电话。我现在就过去，大贼真该死，李大宝是他不能得罪的呀。田七坦傻眼了，赶紧跑回去。千万别动他，他真的认识董英。大贼，你可把我害惨了，你咋那么蠢？没多久，董冠杰风风火火的来了，看见这一幕不由大惊。此时李大宝看见董冠杰了，猛然一脚把大贼踢到一边。董爷，你这件动物皮长好大的胆子，我来卖野兔皮，却敢吞了，1分钱都不给我。你手下这个大贼也好大胆，我都说要找你主持公道，他说你根本不认识我，还找人收拾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田七坦和蔡海光对看一眼，脸色大变。别有任何隐瞒，老老实实说，要不蔡海光你命保不住。蔡海光一惊，扑通跪倒在地，他马上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说出来。董爷，对不起，那个宝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一时财迷心窍，觉得你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个小人物，我能拿捏，所以我想吞了那批野兔皮，我对不起你，饶了我吧。董冠杰冷哼一声，看向李大宝。大宝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放心，我会好好整顿蔡海光，要不把他杀了。蔡海光吓得赶紧冲李大宝直磕头。现在已经不是他的事了，是大贼的事，要不是他横插一杠，这件事很容易解决，但他想把我置之于死地啊。董爷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家伙？顿时董冠杰的脸色变得难看，毕竟大贼是他的左膀右臂。董爷，您看中这小子，不就觉得他能猎熊吗？可都几天过去了，他不跟您说了，1周内就给您把熊猎过来，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他根本没这能耐，我就想替你出一口气，把他处理掉。是啊，大宝，你不跟我说1个星期内就猎2头熊给我吗？怎么现在没下文了？熊不是那么好打的，我之前说1个星期，确实疏忽了，你得再多给我点时间。多给你点时间，哪怕给你1年半载，我看你连一头熊的毛都碰不着。你告诉我，告诉董爷，这几天你有没有去大山里找熊？李大宝仍淡定若素，突然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，递给了董冠杰。董爷，这玩意儿先给你下酒，虽然不多，但起码也有半斤，下个酒勉强够了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在问你熊的事，你丢过来什么鬼玩意儿？董冠杰打开纸包，顿时大惊。熊耳朵，这是熊耳朵呀，还连着一块头皮，你真去打熊了？这只熊耳朵就是李大宝前2天跟大黑熊搏斗时切下来的。打熊给你，我也能赚一大笔，能不积极吗？前2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大黑熊，差点把它宰了，但它太狡猾，我只割下了一只耳朵，想不到你这手下还真觉得我不行，你也怀疑我，董爷，这很伤人心啊。大宝，这都是误会。误会个屁，董爷，我也不是生你气，这件事说开就得，但想杀我的人，你觉得要怎么处理？这一回李大宝并不打算放过大贼，董冠杰却还想保一保大贼，马上怒斥：大贼，赶紧跪下，向大宝好好认错，哪怕磕头也应该。你还要保证以后跟大宝和平相处，不再对他耍任何手段，要不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大贼咬咬牙，扑通一声朝李大宝跪下。李大宝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跟你作对，你放我一马，要不我就跪在这步血来了。李大宝冷笑，没有言语。大贼的脸一下子僵了。大宝，大贼这回真幡然醒悟了，要不你把他扶起来，哥俩好吗？不打不相识，打了没准以后还能做兄弟。李大宝朝大贼深深看了一眼，龇牙一乐。行。他走过去，微微弯腰，就要把大贼扶起，而大贼低垂的眼睛突然闪出一道凶光，他右手猛然朝后边摸去，抽出一把锋利匕首，朝李大宝心口狠狠捅去。李大宝在电光火石间用出擒拿手，扭住他手腕，把原来要刺向自己的刀刃掉了一个头。大贼张着嘴，满脸呆滞，惊讶地看着李大宝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早看出你有摸刀子的动向，还想杀我，要不我也不会扶你。大贼直接栽倒在地。董爷，大贼想杀我，我反杀有问题吗？董冠杰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摇了摇头，没问题，是他该死，我会处理好，你放心。抱歉了大宝。没你的事，不用抱歉。但我的野兔皮现在怎么处理？愣在那干嘛？赶紧拿出3000块给大宝，其中2000块是收购兔子皮，还有这只熊耳朵的，另外1000块，大宝给你做补偿。今天不单单让你受委屈，也让你受罪了。李大宝也没客气，该拿就拿，3000块到手。董爷客气，话就不说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1个月内我也不敢说给你打2头熊，但1头完全没问题。大宝，现在你办事我绝对放心，你这人靠谱。现在也快中午了，来我家吃顿饭，我好好慰劳你。人只是朝洞口闻了闻，就确定洞内必有蛇。只见男人掏出一个面团，在面团上滴了2滴雄黄酒，接着将面团扎在一根鱼钩上，鱼钩另一头系上绳子。小虎，你拿着绳子退到7、8米外，我把面团放到小洞口，大概过1分钟左右，里头的蛇就会探头，然后你就一点点的拉绳子，
苏小虎点了点头，走到7、8米外，李大宝则是潜伏在小洞上面，微微抬起右手。姐夫说1分钟内蛇就会出来，真有那么神奇吗？不一会，果然有条蛇慢慢从洞口里探出来。苏小虎轻轻拉着面团，蛇也跟着一点点的往出探。等时机成熟，李大宝猛然出手，瞬间抓住蛇头，紧接着另一只手接住蛇的7寸处，猛然一弹，蛇瞬间不动了。李大宝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罐子，里头同样泡了1/3的酒，把蛇丢了进去。苏小虎揉了揉眼睛，不敢相信：姐夫，你是怎么抓住这条毒蛇的？又怎么把它搞晕的？我刚才都没看清楚，就看到它被你丢罐子里去了。你这也太神了，没被它咬着吗？怎么可能？他一冒出头，我就抓住他脑袋，嘴巴都张不开，然后弹他7寸，只要力量够大，就能让他瘫痪。其实他没晕，就是瘫过去了，但接下来就会晕了，被酒泡晕的。接下来，李大宝又用同样方式捕了3条蛇，他觉得这些足够泡酒，便带着苏小虎回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遇到几个迷茫的捕蛇者。小伙子，这么快就走了？都告诉你了，逮蛇很难，我们这些干了几10年的都逮不着，更别说你。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，这么多年了，水平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抓蛇？说的好像你抓到了蛇，拿出来看看呀，看你多厉害！李大宝懒得理会他们，但苏小虎不一样，他马上从背篓里拿出罐子，冲他们晃了晃。那帮捕蛇者看到罐子里的蛇都傻眼了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我们抓的蛇，还好意思笑话我姐夫？笑话自己去吧，抓蛇打了几10年，连我们都比不上。我去，这家伙怎么逮着的？这种蛇最狡诈难抓，我抓了20多年，也不过抓了2条。而且他也没带什么工具啊，到底怎么抓的？最要命的就是这才1个钟头不到吧，这么短的时间他就抓了4条毒蛇。这世上有2种捕蛇者，一种叫捕蛇者，一种叫李大宝。没错，李大宝就是我。众人无语，但也都没办法反驳。两人笑哈哈的走了。回到家，当苏小虎得意洋洋拿出4条蛇时，把2个姐姐都吓得尖叫连连，不断后退。这些蛇都有剧毒，大宝，你怎么抓住的？李大宝还没回答，苏小虎就得意洋洋的把抓蛇经过说出来。以后我也会抓蛇了，时不时就抓几条蛇给你们玩，大姐二姐好不好啊？看我不打死你！第2天一大早起来，李大宝又要进山，苏小虎兴致勃勃想跟着，但这回李大宝不让了，因为他想进深山找人。走了大概2个钟头，李大宝来到前阵子捕获大野猪的地方，他突然心中一动，抽了抽鼻子，隐约闻到野猪身上的腥骚味。上次那头大野猪肯定是落单的，野猪一般成群结队，这周围起码得有一个野猪群。李大宝顺着气味往前走，没多久就发现了野猪脚印，大大小小都有，估摸怕得有10多头。他顺着脚印走去，走了7、800米，在一处山洞里听到了很多野猪叫，果不其然，里面有6、7头小猪仔。他脑子里顿时冒出了烤乳猪的念头。弱肉强食，抱歉了。李大宝抽出钢叉，不一会洞里就传来一声声嚎叫。没多久，李大宝就拖着小野猪走了出来。忽然，他听到周围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音，他顿感不妙。下一秒，他面前出现了2头大野猪，还有5、6头1、200斤重的少年猪。一时间，李大宝头皮直发麻。刚才属实有点得意忘形，忘记大野猪可能就在周围。李大宝赶紧左右观望地形，猛然转身跑去，在跑的同时扔出手边的钢叉，钢叉瞬间扎进一头少年猪体内，少年猪应声倒地。野猪们震怒了，疯狂追着李大宝。李大宝飞快地朝一棵大树跑去，跳上了大树。此时野猪像发了疯似的对着大树撞个不停。李大宝拿出背后的枪，只听砰砰砰几声，4只野猪直接倒地不起，而剩下1只大野猪见情况不对，转头就想跑。李大宝对准大野猪就是一枪，大野猪直接倒地不起。接下来他费尽9牛2虎之力，把所有干掉的野猪拉到一起，包括野猪仔。这一趟收获到相当丰盛，2头大野猪、5头少年猪加在一起都有差不多1200斤，再加上那些野猪仔，这一大堆肉够全村人吃几顿。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些野猪全部放血，免得肉质变差。李大宝虽然累得够呛，但强撑精神，把这些野猪开膛破肚。正忙得晕头转向时，他突然感觉哪不对劲，猛然扭头，顿时吓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因为吃烤乳猪端了野猪窝，却不料野猪王找上门，他突然感觉哪不对劲，猛然扭头，顿时吓得倒吸一口凉气。不远处草丛中又冒出1头野猪，体型比之前的2头大野猪还大。这头大野猪才是野猪王，是这一群野猪的头，还是公野猪？野猪王眼神充满杀气，突然低头冲李大宝冲了过来。李大宝赶紧抓起背后的枪，但大野猪的速度实在太快，猛然撞在了他的枪口上。李大宝来不及心疼，就被撞得狠狠摔出去，背部重重砸在一棵大树上，他扑倒在地，眼前直发黑，爬起身子想要跑，却难以支撑自己。迷糊间还看见那头野猪王继续朝自己奔来，而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反抗了。靠啊！老子穿越过来的时间太短了，都没跟未来的老婆好好温存，就要死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李大宝突然感到脸上湿哒哒的，好像有一条大舌头正舔着自己。难道野猪王还有这爱好？先把自己舔得干干净净，再饱餐一顿。他睁开眼睛，紧接着一阵惊喜，舔他脸的不是大野猪，而是一只老虎。这只老虎倒在他旁边，显然是通过舔脸的方式让他醒过来。老虎身上也有不少伤，皮开肉绽，鲜血流淌，而旁边赫然倒着野猪王，粗壮的脖子都被狠狠撕开一个大口子。李大宝瞬间明白过来，肯定是我被野猪王撞昏过去，就要遭到下一步毒手时，老虎及时奔来，跟野猪王恶斗。虽然把他咬死，但老虎也遭到重创。
李大宝挣扎着挺起身子，在大老虎脑袋上轻轻摸了下。虎兄，你对我真好，我只是救了你一命，但你现在都算救我第2条命了。大老虎耸拉着脑袋，精神不振，实在累得够呛。李大宝赶紧站起身子，在周围找了些止血消炎的草药，嚼碎后敷到大老虎的伤口上，又把一堆草药放到他嘴边。虎兄，把这吃了，对伤势有好处。老虎毫不犹豫张嘴，把这些草药嚼了进去。接着，李大宝又把野猪王开膛破肚，割下内脏什么的，丢到老虎嘴边。他还比较虚弱，肉块可能嚼不动，内脏比较绵软，适合进食和消化。吃了东西才能尽快恢复体力。而李大宝已经顾不上休息，得赶紧把这些野猪处理好。现在是不可能都运出去，必须找个合适的方式储存。很快，李大宝就想到了办法，他找了不少油麻藤砍下来，又在野猪身上用刀尖戳出一个个洞，把油麻藤串了进去，一只只绑好。他打算用油麻藤把这些野猪吊在树上，这样也能防止其他野兽闻着味儿把猪肉吃了，同时起到风干作用。接下来问题就来了，李大宝把一根油麻藤甩到粗壮的枝丫上，抓着它，要把一头被宰好的少年猪拉起来。但他现在也有些虚弱，那头少年猪差不多200斤重，不大好拉。就在他费尽周折时，老虎突然挺身走到他身边，张嘴咬住油麻藤，断后腿。李大宝一阵惊叹：虎兄，你真是太神奇了，难不成你真是山神啊？有了老虎配合，李大宝就轻松多了。渐渐的，所有野猪都被吊到空中，野猪王也被李大宝用随身携带的斧头砍成2半，其中一半给老虎吃，还有一半打算带回家。就在这时，老虎却嗷呜叫了起来，还用鼻子去拱那一半野猪王。虎兄，你不会想帮我把这一半野猪驮回去吧？老虎点点头。行，虎兄，谢谢你。到了山口，老虎就把一半野猪王甩下，看了李大宝一眼，又扭头窜入丛林。都说老虎是山神，还真是越看越像了。到了山口，离村子也不过2、3里路，他没力气拖野猪王了，就回去把牛王头等人叫来帮忙。看见这一大块肉，牛王头和他带来的人都吓了一大跳。我的妈呀，宝爷，你厉害到什么地步了？这么大的野猪你都能打着，比上次我看到的要大了起码1半。这是野猪王了，肯定是野猪王，野猪王才能长这么大个儿。怎么就1半呢？我一个人哪拖得了那么多？而且不单单野猪王，整个野猪家族都被我打下来了，肉还在山里吊着。等明天或后天，你带上一帮人跟我进山，全部搬回来。顿时，众人鸦雀无声。怎么着，聋了还是哑了？听不见还是说不了话？宝爷，我以后不能叫你宝爷了，得叫你宝神。你凭一个人的力量就把野猪家族打下来了，你真神呀！夸得不错，下次继续夸。回到家里，李大宝累得够呛，倒头就睡。苏春柔坐在他身边。大宝，你不要这么拼命打猎好不好？我也不求能跟你过上多好的日子，有瓦遮头，有粗粮填饱肚子就好。看你把自己整得这么辛苦，我又不能帮你做什么。人只是暂时将野猪肉储存在树林里，可2天后带人取肉，肉却不翼而飞。宝爷，你说的野猪就在这片树林里吗？怎么没见影？掉哪了？就掉在这，怎么都不见了。那些油麻糖就是之前我用来捆猪肉的，所以卧槽他个大爷的，有人偷了我的肉！好大狗胆，宝爷的肉都敢偷，非把他找出来狠揍不可，让他把猪肉全还回来。找，看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大家在周围翻找起来，找了半天，啥都没发现，一个个垂头丧气。忽然，李大宝发现不远处的丛林里有道黄色影子一闪而过。你们先回去，我再好好找找。小虎，你也跟老牛回去。姐夫，我要跟你一起找到偷猪贼，把他们都收拾了。听我的，我来找，找到了再跟你们说。宝爷，找到谁干的？告诉我，我带兄弟们杀过去，非把所有猪肉抢回来不可。苏小虎没办法，只能跟着大部队先回去。李大宝看他们走得不见了影，才迈步进入丛林。虎兄，你知道偷我猪肉的人？老虎趴在他脚边。李大宝也明白过来，顿时一阵兴奋。李大宝尝试性跨上去，老虎立刻挺身，紧接着就朝前面小跑起来，越跑越快，没多久就到了一座山头。李大宝跳下老虎，朝前一看，山谷中有一个村庄。虎兄，你是说偷我猪肉的人就在那村子里？老虎趴在地上，驮着一个人狂奔1小时，他也有些累了。谢谢虎兄，等我把猪肉抢回来，再请你饱餐一顿。李大宝手里紧抓钢叉，向村里走去。很快看见几个大妈在村口聊天。大妈，听说你们村子里有人打了很多野猪肉，我想买些回去。村东的李铁柱，昨天他带着一帮人搞回来好多野猪，现在正在卖肉呢。谢谢大妈。他朝村东走去，刚走出4、500米，就看见前面一个院子门口排了条长龙。都给我排好队，把钱拿在手上，咱这都是上好的野猪肉，也算你们有口福了。李大宝一听，怒火蹭蹭蹭往上涨。好家伙，偷了我的野猪肉，还跑回村子里来卖。他大步走上前，只见桌上边放着大块大块的猪肉。外村来的吧，后边排队去，想买多少斤就拿多少钱。这些猪肉不是你们的，是我的，我打的，赶紧还我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顿时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30几岁的青年男子。他听到这话，朝李大宝走来。小子，我没听清楚哈，你再说一遍，这些野猪是你打的？我李大宝，定子村的野猪都是我打的，掉在一片树林里。今天我去搬猪肉都不见了，我按着线索找到这来，立刻把猪肉全部还我，被你们卖掉吃掉的，折价赔给我。听到没？他说这野猪是他打的，要我们把肉还给他，还要赔钱。你们说这是谁打的？铁柱哥打的，
听到没？我打的，你再不滚，我就把你打死。快点把猪肉还我，照我刚才说的做，别给自己惹麻烦。到底谁给谁惹麻烦呢？兔崽子，是你给自己惹麻烦。真要我把你抽个半死不活才肯走吗？但到时你就得爬着走。话音一落，李大宝便将李铁柱按在地上。疼！你他妈赶紧放了我！你们愣在那干嘛？赶紧收拾这小子啊！随即几人抄起武器朝李大宝扑去。李大宝抽出匕首架在李铁柱的脖子上。我一个人赶来就有对付你们的本事，再踏前一步，老子抹了他脖子，信不信？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！我他妈感觉这小子说到做到啊！赶紧把我的肉收拾好，没了多少，好好按价赔偿，这件事就过去，不然手底下得见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60上下的男子走了过来。你赶紧放下刀子，跑到我村里捣乱，是不想活着出去了吧？我爸是村长，你真敢把我怎么样？绝对出不了这村子。村长是吧？就麻烦你主持一个公道，你儿子偷了我的野猪肉，还强词夺理不认账，你这个做村长的应该帮理不帮亲吧？后生仔，你说我儿子偷了你的野猪肉，有证据吗？证据暂时没有，但这些野猪肉确实是我前天打的，打完了我一个人没办法全部搬出去，就先吊在树上边。今天带人来搬，结果发现没有了，然后找到了这。所以后生仔，你的意思是前天你靠一个人就收拾掉了这么多野猪？是。刹那间笑声爆发，你神仙啊，一个人就能干掉这么多野猪，吹牛都不打草稿。野猪是我带10几个弟兄上山抓的，我们都费了9年2虎之力，你就一个人，你这吹牛还证明了野猪绝不是你的，赶紧放开我！证据是没有，但野猪就是我打的，必须还我！村长，你最好相信我，别闹得要大动干戈。你说话都像傻子，我怎么相信你？要我信你，除非山神作证，山神肯定无所不知。既然是你打了那么多野猪，他自然也看到了，你让他给个说法呀。行，要山神作证是吧？走。他一边压着李铁柱，一边朝外走去。爸，赶紧救我！这小子脑子一定有问题，他会把我干了吧？后生仔，你想干嘛？别在我村子里闹事，要不我不会放过你。你不是要山神作证，是我打到的野猪吗？现在就跟我去找山神，你不敢？很快，李大宝压着李铁柱走入山里。你他妈到底要去哪？放了我儿子！山神，老虎山神，麻烦你出来给我作证，那些野猪真我打的，被这该死的东西偷走了，还不认账？你出来作证呀！做你个头啊！你脑子真有毛病吧？怎么可能有山神给你作证？后生仔，别说山神给你作证，你让山神出来，我都相信野猪是你打的，还保证立刻还给你。是啊，你让山神出来呀！神经病！还山神会给你作证呢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把人放了，要不把你2只手打断！人对着山林大喊，众人却笑他是个傻子。随即山林深处传来一声哄笑，紧接着一只老虎窜了出来。老虎来了！只见老虎一下子就扑到李国庆面前，顿时李国庆吓得浑身发抖，整个人僵住了，直接被吓尿了。山神大人，求您原谅我，我冒犯了您，是我不对，我现在就走。他挣扎着朝远处爬去，一只粗壮的虎皮踩在他背上，让他动弹不得。老虎？怎么会有老虎呢？山神大人，你是不是出来帮我主持公道的？如果是，你叫2声；不是，就叫1声。老虎将众人吓得屁滚尿流。山神是主持公道的，现在山神为我做主，证明野猪是我打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没有，你要怎么做？你说呢？我现在就把野猪全部还你，用掉多少也把钱赔给你。你们愣在那干嘛？赶紧跟我回去，把野猪搬回给那后生仔。原来山神真会主持公道，太可怕了！一帮村民赶紧跑回村子，李大宝也松了手，李铁柱顿时摔倒在地，老虎朝他逼去，嗷呜嗷呜叫。顿时吓得李铁柱不断磕头。山神大人不要吃我爸会把所有野猪还回来的。我大概用掉了150斤左右，我赔钱，1斤赔1块，我双倍赔300块，好不好？随后李铁柱从兜里掏出一叠钞票，双手恭恭敬敬奉上。李大宝抓了过来，这都不止300块，差不多400了。害老子找的这么辛苦，给点辛苦费没错吧？没多久，李国庆回来了，后面几匹马都扛着野猪肉。此时老虎已经走了。山神大人呢？山神大人日理万机，哪有空老待在这？你还想见他吗？要不我试试，能不能再把他召唤出来？好了，后生仔，山神大人很忙的，你不要动不动就把他请出来。你看看，我把你的猪肉都带来了，还给你，我求你赶紧走吧。李大宝看了看几堆猪肉，大差不差，还赚了300块，就适可而止吧。你这几匹马得借我，帮我把野猪肉驮回去，我一个人也搬不动啊。让我的马帮你把猪肉驮回去，你还会不会把马还我？你不愿意啊？我干脆把山神大人请出来，问问他怎么办。别，后生仔，我怕你了行不行？这几匹马借你，但记得一定要还回来。李大宝带着几匹马离开了。李家父子虽心有不甘，但也无可奈何。爸，就这么算了吗？我们好不容易搞到的野猪肉，我还贴上了300块，这几匹马也不知道那小子能不能还回来。李国庆猛然跳起，一巴掌重重打在他脑袋上。你丫的，还给我多嘴！要不是你，能搞得我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这小子到底哪冒出来的？咋那么牛，连山神大人都能召唤？爸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不是什么山神大人，就是一只普通的老虎，是被那小子驯服了？放屁！你懂还是我懂？老虎能驯服的吗？你以为动物园啊？就是你偷了人家的野猪肉，被山神大人发现，他自然要主持公道。我就不信那小子真能驯服老虎，我宁愿相信有山神。
这就算了，任由那小子得意了，1000来斤野猪肉啊，我们费了老长时间才拖回来的，我还损失了整整300块，还有那几匹马，我敢打赌，那小子借了就不会还回来。一共4匹马，每一匹500-600块钱，加在一起2000多。他要是不还回来，老子绝不会放过他，山神都拦不住。定子村，牛王头带队回来了，大家都知道野猪被偷了。大宝让你们回来就回来，能偷走1000多斤猪肉的，肯定不是一般人，而且有很多人，大宝他就一个，怎么对付啊？我们也考虑过，但当时在放野猪肉的地方找来找去，都没找到痕迹。宝爷怕打草惊蛇，所以等他一个人摸到了线索，再回来带我们去要野猪肉。大宝就是个愣头青，没准真被他发现了，野猪肉被谁偷的，脑子一热，过去跟人家讲理，讲不过就会被收拾。你们还是进山找找吧，我求求大家了。我跟你们一起去找我姐夫。孩子都这么坚决，牛王头不能怂啊！走，进山找宝爷，找到那帮头猪贼，把他们干掉。一帮人气势汹汹，就要杀进山里去。躲在人群中看热闹的李大山一家满脸得意。那小娘们说的特有道理，就李大宝那鬼性子，发现了偷猪贼，还不得冲上去跟人家拼命啊？没准就被人家乱棍打死。照他们的说法，李大宝掉野猪肉的树林离古井村比较近，我怀疑是那边的人在下手，他们可都是打起架来不要命的。要这样就好喽，只可惜没能看到那小子是怎么被打死的。反正他死了就好，他死了，苏春柔是我的，苏雅雅也是我的，苏小虎那兔崽子虽然10岁出头，但没准也有人要。一旁李国立的脸上也透出奸笑，突然他脸上的笑僵住了。那小子一点事都没有，他回来了，还真把所有野猪肉带回来了，他怎么做到的？本来得意洋洋的李家一家子纷纷抬头看去，顿时大惊失色。苏春柔还不敢相信，揉揉眼睛，差点哭了出来。我去，宝爷太牛了，把被偷的野猪肉都带回来了，还多了4匹马，怎么做到的？老子是什么人，一个就能搞定那帮偷猪贼，让他们乖乖把猪肉交出来，甚至赔钱借我4匹马，把猪肉驮回村子。至于借助虎威的事，李大宝只字不提。宝爷，你真是牛到没边没际了呀！古井村我都不大好招惹，你怎么就凭一个人的力量在那大杀四方的呢？这些马比咱们村的高大多了，养得真好。姐夫是不是要送回去啊？能不能留下1匹让我骑骑几天也好啊？我想做一个能骑马的猎人。你想得美，都得给人家送回去，毕竟是借的。送回去干嘛？老子凭本事借的马，干嘛要还？就留下来吧，还能帮不少忙呢。小舅子，我教你骑马。你说的对，不会骑马的猎人就不是好猎人。苏春柔张张小嘴，想说什么，却还是叹着气闭上。男人只是受邀去吃饭，却不料大伯一家竟勾结混混绑了我媳妇和小姨子。村长啊，李大宝现在真了不得，风头完全盖过了你啊！你扯什么犊子，挑拨离间啊！村长，你看看现在，村民们对李大宝都佩服的要命，这些日子也从他手上拿了些好处吧？我看李大宝都快代替你成为村长了。这番话就像一根刺扎在了王大才的心里。你他妈少来这一套，是不是皮肉又痒了？大宝把房子还给了你，你不感恩戴德，还挑拨我跟他的关系，你信不信我跟大宝一说，你们房子又会丢掉，没准被他拆了。村长，对不起，是我话多了。李大宝把房子还给我，我不知道多高兴，相信村长也在他耳边说了不少好话，所以我想通过你，请他今晚来我家好好吃一顿，当着你面向他赔不是，你看咋样？是真的才好，不要弄什么幺蛾子，要不大宝真会把你往死里整。他现在不把你当大伯了，你能看出来吧？我看得出来，以前是我做错了，所以现在想痛改前非，让他认回我做大伯。村长帮帮忙。王大才还是答应了。李大山把2包香烟塞到王大才手里，就麻烦村长跟李大宝说声，我可不敢去说，没准他会不理我。我今晚会在家里备上大鱼大肉，你等着吧。李大山扭头回去，脸上笑容陡然不见。李大宝，你压了我们那么长时间，现在轮到你受报应了。等牛王头他们走了，我和独眼龙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。这边李大宝的新房子修好了，牛王头和几10个手下也得回去了。在这干了大半个月的活，虽然没拿到1分钱工资，但餐餐有肉，都把他们养得膘肥体壮了。李大宝朝苏春柔使了一个眼色，3姐弟马上从兜里拿出一叠叠红纸包，给牛王头他们发下去。一开头告诉过你们，给我干活，保管顿顿有肉，干得好，另外会给工钱。这工钱现在就当红包发了，我身上也没多少，一丝一丝，等以后赚到更多钱了再补偿你们。有人迫不及待拆开红纸包，里面是5张10元钞票，顿时一阵惊喜。牛王头拆出来的是10张10元钞票，这笔工资不能说多，但也绝对不少了。宝爷，其实我们顿顿有肉吃就很满足了，都没想过问你要工钱，我都拿到100块了，这咋好意思呢？别不好意思，你们辛苦了，感谢大家。宝爷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尽管交代，不管是干活还是干人，我都听你的。对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感谢大家了。随后牛王头和一帮手下就回各自村子去了。下午，村长王大才来到李大宝家。大宝，你这房子盖得真不错呀，搞得我都想来一栋了。可以，要不我给你设计一下，把你家原来房子推了，盖跟我家一样的。算了，
算了，虽然木材在这山上应有尽有，但人工我可花不起。你这顿管肉干了10多天，还给了50块工钱，我拿不出来。村长找我有事吗？你大伯一家好像幡然醒悟了，让我做个说客，请你今晚去他家吃饭，他会好好谢罪。他干嘛不亲自来跟我说？不就怕被你赶走吗？通过我做个中间人。大宝啊，这说到底都是一家人，以后还得在同个村子过日子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听我一声劝，算了吧。我瞅着是狗改不了吃屎，不过也好，我去看看到底啥情况。好，到时把你那没过门的老婆还有小虎丫丫都叫上，我也会去。村长走了，苏春柔从屋里走出来，我可不去，我看见李东想就浑身发毛，我讨厌他。就我去吧，你们在家待着。我感觉那老逼灯在给我射鸿门宴，肯定不会有那么好的心思，要真敢对我下手，我就不客气了，正好找个缘由把他们清理掉。差不多6点，李大宝出门了，而他一出门，远处有个盯梢的地图马上眼睛跑进一个小树林，里头坐着5、6个大汉，其中一个就是独眼龙。本来还琢磨这小子会把那姐弟仨也给带去，到时麻烦点，现在好了，方便我们行动。老三，你去跟李大山说这件事，待会儿咱们干大活，以后吃香喝辣，我要让你大宝这小子做我的猎狗。很快，李大宝来到大伯家。大宝啊，我还担心村长没办法把你请过来。你真来了，说明还把大伯放在心里，大伯好感动呀！大伯，只要你真心实意回过，这是没过不去的。以后咱们就算不属一家人吧，至少能够走动。但你要还带着什么鬼胎，我可真不会客气，谁的面子我都不给。大宝，大伯真认识到错误了，以前就不该那么对你，才会倒这么大的霉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一家人。对，以后就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一家人。行，肉吃了，酒喝了，话也说了。这桌子好酒好肉，你们跟村长一起享用吧。话说开了就没事，记住现在的话，我走了。他扭身就朝外走去。此时，李大宝心中已涌出几分不安之感。他突然想到家里的姐弟仨，对，这很可能是调虎离山，得回去看看情况。李大山一愣，赶紧拦在门口。大宝，你是不是还没原谅我们？怎么喝了杯酒就走？赶紧坐下，咱们今晚不醉不归。是啊，大宝，你还没陪堂哥好好喝点酒。来，咱们坐下喝。放心，我们真要跟你和好，没什么坏心思。让开，我得回去了。村长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我们设下好酒好菜，想请大宝过来跟他和解，可他只喝了1杯酒就走，这不好吧？王大才也一头雾水，苦笑着劝李大宝：大宝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只喝1杯酒，坐下好好吃一顿呀。这么多肉，别浪费了。村长，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，这里面到底什么名堂？你有没有参与？什么名堂？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李大宝看出来了，村长确实被蒙在鼓里，按理他也不可能帮李大山这帮子来祸害自己。你没搞名堂就好，但我估摸李大山是搞了名堂，赶紧让开！而且李大山，我告诉你，要是还敢跟我作对，我要你全家没活路。大宝，你大伯真心实意跟你赔礼道歉，你干嘛这么凶？爷爷向你保证，这里头绝对没有名堂，我们就是真心请你吃饭和解。当我傻呀？你们就差把一模刻在脸上了。我从3念到1，要是再不滚一边去，别怪我出手。这时外边突然传来一个得意的笑声。那就让开呗，这小子是想回家看看那3姐弟有没有被怎么着，没事，让他去看，给他个大惊喜。人只身赴宴，却不料被大伯一家设计，老婆妹妹被仇家带人抓走，就连弟弟也被人绑成麻花。那就让开呗，这小子是想回家看看那3姐弟有没有被怎么着，没事，让他去看，给他个大惊喜。李国律等人赶紧让到一边。你谁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独眼龙龙爷啊，镇上鼎鼎有名的人物，这回我们可请动了他对付你，所以你死定了。你把我家里人怎么着了？话音一落，一个大汉拎着苏小虎走了进来。姐夫，这帮王八羔子把大姐和二姐抢走了，不知道弄哪去了，你赶紧去救他们呀！苏小虎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这一看，李大宝的胸腔里燃烧着熊熊怒火。小子，急了吧？想赶紧把你那没过门的老婆找回去，是不是呀？你最好赶紧把他们还回来，要不我不管你谁，我都让你全家死。你吓我啊？老子吓大的，来呀，让我全家都死啊！看看是我死还是你死！他猛然伸手掐住苏小虎的脖颈，拖了过来。姐夫别管我，你赶紧去救姐姐，我怕他们出事。那帮人好凶残啊！大姐和二姐想要反抗，都被一棍子打倒在地。李大宝啊，李大宝，敢跟我们家作对，你不活腻歪了吗？让你得意了大半个月，现在还不是落在我手上？李大宝啊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就算刚才被你看出来又咋样？还不是得乖乖落在咱们的巴掌里。李大宝，龙爷要你做什么，你就乖乖照做，千万别反抗，要不别说你眼前这个苏小虎、苏春柔和苏丫丫都得见阎王去。李大山，你们这么做就太过分了，还以为是通过我想跟大宝和好，想不到却做出这么无法无天的事，赶紧把那2个女娃子放了。村长啊，我的名头你也听过，就些是他们做不了主，是我做主，要不你来让我放了他们。王大才盯着他，脸上透着几分恐惧。你要不敢问我要人，就滚一边去，闭上嘴巴，别唧唧歪歪。你们真不该这样做，就算还要对付我，冲我来就行，干嘛动我家人？这触动了我的逆鳞，以后没得谈了，大家都得死。你乖乖听龙爷安排吧，还想杀了我吗？你哪来的狗胆？有本事动手啊！你一动手，苏小虎就得没命，苏春柔和苏丫丫也会跟着死。你不要他们的命了，
小子，乖乖听我的话，我保证你家人没事。你打猎技术不错，以后你上山打到的野兽都归我。我要是心情好，会分你一些。只要你表现好，我会让你来镇上看你老婆和小姨子的。李大宝，乖乖听龙爷的话，准没错。你也不想那2个娘们受尽折磨死掉吧？龙爷心狠手辣，你不听他话，2个娘们可就惨喽。给你1分钟考虑，跪下说答应，以后做我的猎狗，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要不我先把你这小舅子的脖子捏碎。姐夫，你别会，你这死王八蛋，我打下你另一只眼睛。他突然扬起右手，手里竟抓着一块石头，朝独眼龙那只完好的眼睛狠狠砸去。石头重重砸在他的眼珠子上，独眼龙疼得直钻心，把苏小虎狠狠朝地上砸去。李大宝早就看准了，猛然一扑，一下子就接住了苏小虎，抱着他马上翻到一边。干掉他们2个，都给我干掉！我眼睛疼死了，脑子都没一只眼睛了，还把我另一只也给砸瞎！我要你的！7、8个手下马上朝李大宝和苏小虎扑去。李大宝摸出一把刀子，瞬间就有2个大汉哇哇叫着倒在地上。不到1分钟，7、8个大汉全部倒在地上，抱脚哀嚎不已。李家那帮子目瞪口呆。龙爷，干掉他，干掉他呀！独眼龙都想不到自己那么牛逼的手下会被这小子3下5除2放倒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那2个娘们还落在我手里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你是不想他们回来了？救命！救命！李大宝瞬间扑了上去。卧槽，你个大爷的！你他妈跑得了吗？顿时，独眼龙被踹出7、8米。他们现在在哪？告诉我。想我告诉你，你他妈就放了我，要不你一辈子也别想见到他们。话音一落，他就发出一声惨叫。我说我已经让3个手下先用渔船把那2个娘们送到镇上，我怕你叫牛王头把人夺走。镇上是我的大本营，到了那你就翻不了天了。此时，苏小虎也跑了出来。李大宝问清楚细节后，就一脚重重踹在独眼龙的脑袋上。小子，你他妈是凶鬼附体了吗？下手咋这么狠啊！我的脖子！李大宝一把夹住苏小虎，跑了出去。李家人都在屋子里战战兢兢的，不知咋办才好。7、8个被李大宝割断脚筋的家伙，更是发出叫魂般的嚎哭。独眼龙好不容易才爬起来，脑袋都挺不起来了。他娘的，这下手什么鬼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狠的。咱们都怀疑他是凶鬼附身，真太可怕了。龙爷，现在咋整才好？独眼龙还没开口，王大才就沉声说道：“我看你们赶紧走吧，斗不过就离开村子，要不等大宝救了他老婆回来，肯定不会放过你们，一个个都得宰掉。我都千叮嘱万交代，别再去招惹大宝，这回还把他女人抓了。你们的脑子是出娘胎屎没带出来吗？”村长说的没错，我们得赶紧走，要不等他回来，没准真会被他杀了，最起码都得打个残废。走，赶紧走。我不走，这是我家，我哪也不去。有本事就让那兔崽子杀了我，我可是他大伯母，是他亲戚呀！我不信他下得了这个手。你们愣在那干嘛？那狗崽子回来真会把我们收拾掉的。走，赶紧逃镇上去。李大宝回家骑了匹马，连忙朝镇上赶去。大概20分钟后，一直留意河面动静的李大宝看见那边有条帆船正往下游奔驰，他马上停了马，交代苏小虎守在这，他去船上救人。接着也不等苏小虎回答，纵身一跃，窜进河水中。而此时，一个混混朝苏春柔2人逼近。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啊！2个妞都长得这么漂亮，老子心里痒痒的。咱们亲热呀，爷的本事那是呱呱叫的。我一家想将我媳妇和小姨子卖给混混，我一气之下直接将他家烧了。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，别太过分。2个妞都长得这么漂亮，老子心里痒痒的。咱们亲热呀，爷的本事那是呱呱叫的。你要是敢对我们怎么样，我家男人很厉害的，等他找过来你就死定了。对，我姐夫身手很牛逼的，像你这种货色，10个8个他都随便干掉。你别乱来，除非你不要命了。你家男人现在估摸都变成窝囊废了，被我们龙爷整得跟死猪差不多，还会来要我的命？只有龙爷要他的命呀！别傻了，来吧。他抬手就要扯起裤腰带，突然后面2声惨叫，然后就是哗啦啦的水声。混混吓了一大跳，扭头一看，前面2个哥们不见了。他赶紧抽出一把柴刀，咬着牙走了过去。你们咋回事？怎么掉水里了？他往河面一看，更是倒吸一口凉气，河水泛出了血红色。突然，他感到背上一疼，他一扭头，就看见一个杀气腾腾的男人站在背后。河里很多鱼呢。李大宝一脚将他踹进河里。没事了。姐夫，幸好你来得及时啊，要不我跟我姐都被他们侮辱了。这帮混蛋，狗娘养的，还真是狗娘养的。大宝，你来得太及时了，要不以后我都没脸见你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都被我解决了。走，回去接你弟，咱们回村。很快，李大宝带着姐妹3人来到大伯家门口。如他所料，大伯一家都人去屋空了。王大才看见李大宝回来，赶紧大步迎去。大宝，这件事我真的惭愧死了，我不知道。村长，我能看出来，你也是被李大山那帮子玩了一把，我不怪你，但现在得麻烦你做一件事，把全村村民叫到这来。叫到这来干嘛？都9点多了，他们怕大部分都睡了，睡着了就敲锣打鼓，告诉他们有热闹看，麻烦村长了哈。王大才马上回去拿了个锣，哐当哐当敲了起来。村民们都出来，有大事，全部来李大山家门口集中，快快快快！没多久，一帮帮睡眼惺忪的村民跑了出来，都围在李大山家门口，愕然看着眼前一切。李大山呢？李东晓呢？他们怎么都不见影了？李大宝看向王大才，村长自然明白他啥个意思，把之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李大山一家太不像话了，3番2次搞大宝，
大宝都算宽宏大量了，就算拆了他家房子，也就借大伯家住了不到1个月，然后还了。想不到李大山勾结镇上的独眼龙，把大宝未过门的老婆还有小舅子小姨子抢走。要不是大宝反应快，人都不知被抢哪去了。村民们一听也相当愤怒，毕竟这些日子李大宝挺关照他们的。我本来看在大伯份上，对他们一忍再忍，但现在动我家里人，我没法再忍。本来都想全部收拾了，但这帮王八蛋逃得贼快，既然逃了，我就把他家烧了解解恨，让他们以后都没办法回来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屋子里应该还有些值钱的东西，要不就是大家能用的。我给20分钟，你们进去搜吧，喜欢什么拿什么。接着我烧房子。村民们大多贪小便宜，一窝蜂冲了进去闹腾。李大山一家子离开的急，留下的不少家当都被村民们搜刮一空。李大宝已经拎来2桶煤油，看见所有村民出来，马上把煤油泼到屋子上，然后点燃火把。大宝真要这么绝吗？好端端的房子烧了，可惜啊！不烧咋地？等他们回来住吗？我找不着人，就烧他们房子，我有错？没错没错，挺好的。李大宝将火把丢了进去，渐渐的，整座房子都笼罩在火焰中。看着这一幕，李大宝透出舒心的笑。他让村民们先进去把想拿的东西拿走，也是要把他们变成共犯，以后发生啥变故，可大家都有份，村民们也不方便说什么。此时，独眼龙和李大山一家看着腾出的大火，李大宝，你放火烧我家，你真该死啊，太该死了！李大宝啊，李大宝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咋这么毒啊？我们又没怎么得罪你，干嘛要烧房子？我那么好的房子，刚盖没多久，就这么被你烧没了。李国律和李大山的脸色都非常阴沉可怕，但没开口。而独眼龙捂着被砸得血肿的眼睛，快要把牙齿咬碎了。李大宝，你等着，老子绝不会放过你。等我养好了伤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李大宝回了家，洗了个热水澡，喝上苏春柔熬的红糖姜水，浑身热乎乎的，还挺舒服。你现在好些了吧？身上会不会发冷？和水里泡了那么久，就算你铁打的也扛不住啊！确实浑身发冷冽，手冷脚也冷，这咋整好啊？你赶紧进被窝里暖着，舒舒服服睡一觉，明天兴许就没啥事了。要是还冷，我就上山采草药，熬药汁给你喝，驱寒。李大宝点点头，钻进被窝，打了个很夸张的激灵。哎呦我去，越来越冷了，咋整呢？这咋办才好啊？对了，我给你找个暖水袋，抱着就暖和了。暖水袋哪有你好啊？靠着你才暖和呢。你，我们还没成亲呢。这倒也是，算了，你别管我，回屋休息吧。他不这么说还好，一说苏春柔又不想走了。那我给你暖一暖，不过说好，你可不能乱来，我还没正式嫁你，我不能做那种事。好，啥都不做，我就靠着你热乎乎睡一觉。来，我的乖老婆。苏春柔咬咬牙，脸红红的挪了过去。带人将堂弟的房子倒满汽油，正当他准备点火时，背后却有人将他们打晕过去。等3人醒来，都傻眼了，他们都被绑了起来。而这里已经不是村子里，是在小河边。我们怎么突然来到河边了？这里到处都是蛇窝，万一出来1、2条毒蛇，咱们的命都保不住。谁把我们绑起来的？到底是谁？别嚷嚷，先把绳子给想办法解开，赶紧走！真见鬼了！怎么烧房子时，好像有人打了我一下，我就晕了。我是被一拳头砸在面门上的，好像看到打我的人时，他突然打了个激灵，喊了起来：“是李大宝，是他！我想起来了，他母金山就守在那，好像知道我们要去烧房子。”顿时，铁八和李东想吓得浑身一抖。你真聪明，猜对了。李大宝，你干嘛把我们绑到这来？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很多毒蛇啊？赶紧放人，让我们回去，要不我们被毒蛇咬了，就是你杀的人。李大宝，你愣在那干嘛？赶紧解开绳子，我可以当做今晚啥事都没发生过，要不我会去派出所报案。你到底想干嘛？可别太过分，有话好好说，先放了人再讲。有话好好说，你们烧我房子的时候干嘛不这么想？这不没烧成吗？我们想烧的时候就被你打晕了，然后抓到这来，那房子一点事都没有。要不是我早料到你们会趁我进山打猎下毒手，现在我的房子包括里头的人全都被烧成焦炭了。李东想啊，我3番2次放你们一马，但到头来还是要把我往死里整。你现在放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不再跟你作对。你可别忘了，我爸是你亲大伯，我爷爷也是你爷爷。诗里咋说来着？本是什么同根生，咱们别自己人奸自己人啊。说得好，下次别说了，当然你们也不会有再说的机会。李大宝将背篓放在他们面前，里面的是什么？李大宝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刚逮的毒蛇大概有7、8条，送给你们玩玩。李大宝，你别乱来，这个我和我爸没关系，都是李东祥指使的，你找他去，赶紧把我们放了。对，大宝，我们不再跟你作对了，放了我和我儿子，李东祥才是罪魁祸首。我知道李东祥才是罪魁祸首，那放了我们，在我眼中，罪魁祸首跟帮凶都得死。他抓起背篓往下一倒，好几条毒蛇往他们身上爬，顿时吓得3人疯狂挣扎，他们没多久就没了声息。李大宝找了一根粗大的树枝，把那些毒蛇全部挑出来，丢得远远的。他掐死一条，塞到李东祥的手里，然后把绳子解开。不是我喜欢杀人，是你们喜欢找死。收拾完一切，李大宝回到家里，他并没惊动2姐妹，而是溜进苏小虎的房间，轻轻把她叫醒。我这回真要进山猎熊了，照顾好你2个姐姐，等我回来，咱们炖熊肉吃。好，姐夫你小心点。第2天一大早，李大山和郑秋菊看到自己儿子还没回家，连忙往李大宝家赶去。你俩还敢回来，就不怕被李大宝收拾掉吗？这2个家伙肯定知道李大宝去深山打猎，才趁机回来报复他家里人，赶紧告诉村长。张大全，咱们平时关系不错，
你他妈怎么完全到李大宝那边去了？P 的不错，关系好，你有让我吃野兔子肉吗？关系好，你有给我吃野猪肉吗？李大宝都有，赶紧找村长说祸害回来了。李大山和郑秋菊气得不行，但现在不是吵嘴皮子的时候，他们气冲冲的来到李大宝。李大宝，苏春柔，给我出来！我儿子到底去哪了？把我儿子还回来！你们矮子没掉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咋跑到这来要人了？自己去找呗！你个死贱人，扫把星！我儿子没掉了，肯定跟你和李大宝那兔崽子有关！赶紧把我儿子交出来，要不我跟你没完！我就奇了怪了去了，你儿子没了，关我们屁事啊！你们不都跑镇上去了吗？都给我滚！不滚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今天不还我儿子，老子就把你们3姐弟全部砸死！李大宝敢出来，我都砸死他！此时，村长王大才走了过来。大宝昨天就进山里打猎，谁葬你儿子了？再说了，你们一家子不都跑镇上去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还把儿子搞不见了，这到底咋回事？你们说说。顿时，李大山和郑秋菊一阵哑然，他们怎么敢把昨晚的事说出来？只能不断嚷嚷，说李大宝一定把自己的儿子干掉。就在这时，远处走来2个村民。王村长，我们去抓蛇，发现河边躺着3个人，好像都是你们丁子村的，赶紧去看看吧，他们都被毒蛇咬死了。对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铁爸妈，你们村的老混子。没多久，河边出现了一大帮人，顿时一个个都傻了眼。李东响和铁家父子都倒在一个小山坡下，身上明显被毒蛇咬了好几口，伤口乌黑肿胀。东响啊，东响，你咋跑到这来了？还被毒蛇咬死了？他们咋这么傻？半夜跑到河边抓毒蛇？是啊，我们这些很会抓蛇的都不敢夜里来。我明白了，昨晚李东祥肯定知道我姐夫进山打猎，赶紧跑回来跟铁家父子合伙，要搞死我们。他们想逮毒蛇，趁夜丢到我家，好让我和2个姐姐被咬死，对不对？好狗的人啊，趁我姐夫走了就乱来。村长，替我们做主呀！没错，照我的了解，他们肯定是知道大宝进山打猎，才想趁机用毒蛇把姐弟仨咬死。怎么心肠这么狠毒啊？我儿子压根不会抓毒蛇去咬你们，他咋会做这么危险的事？你眼瞎吗？他们就是来这抓毒蛇啊，想往我们家里放啊！要不他这是干嘛？我儿子就不抓毒蛇，他都带了1罐汽油回来，要把你们家烧了，就跟李大宝烧我们家一样。你扯什么犊子？别胡说！郑秋菊傻了眼，赶紧捂住嘴巴，但迟了。村民们愤怒地咆哮着：李大山、郑秋菊还真狗改不了吃屎！大宝一而再再而三放过你们，怎么还越来越过分？不管咋样，现在我儿子死了，你们就该给我儿子陪葬。特别是你，苏春柔，我儿子要不是喜欢你，也不会搞得这么惨。郑秋菊疯狂地朝苏春柔扑过去，苏小虎冲上前，一脚将她踢翻在地。你敢碰我姐姐一根汗毛，老子弄死你！接下来还是村长去找来派出所处理3个被毒蛇咬死的傻货。警员也没发现什么异常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人在山上煮野猪肉，突然丛林传出沙沙声，男人猛然起身拉开弓箭，这时一只老虎只见老虎朝男人扑来，但男人却放下弓箭，朝老虎走去。虎兄，你来了，闻着我这炖肉的味儿了。大半个月不见，老虎显得更加壮实了。他摇头晃尾走过来，就在李大宝旁边趴下，仿佛也在享受火堆的温暖。李大宝从背篓里分出2条大鱼，丢到老虎面前。虎兄，你在丛林里还没吃过这么大的鱼吧？特意带给你的，吃吧。老虎吧唧吧唧啃了起来，很快鱼被吃得个一干二净。他起身走回灌木丛，李大宝还以为他吃饱喝足，也没多去理会。想不到他很快又走了出来，嘴里还叼着一大块黑乎乎的东西，丢到李大宝旁边。李大宝抓来一看，眼睛直发亮。朱拱军，他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名字黑松露。这块黑松露起码得有6、7斤，就这个头，30年后还不得卖个20、30万？但在1980年还没什么人吃，都看不上呢。李大宝毫不客气地切下一块丢到锅里，没多久，一股奇异的香味跟着肉香飘了出来，让人闻着垂涎欲滴。一碗喝下去，精神大振。虎兄，想不到你还知道这猪拱菌是好东西，这么大一颗，可非常难得呀，谢谢你了。李大宝吃饱喝足，收拾东西，又继续朝里头走去。老虎也不紧不慢跟着。虎兄，我要去打那只大黑熊，你不适合跟着我。要不，大黑熊闻着你身上的味儿，肯定不敢冒头。要不你先去玩，等我打着了大黑熊，再请你大口大口吃熊肉。这只大老虎果然颇通人性，把头一点。对了，虎兄，你能不能去我那个村子？知道我家在哪吧？大老虎居然又点了点头。有坏人想要对我家里人下手，虽然被我处置了，但难免还会起坏心思。你能不能去那附近，别让人发现，偷偷的保护我家人？要是有谁对我家人动手，你就咬死他。虽然李东响和铁家父子被干掉了，但还有李大山和郑秋菊啊，还有独眼龙啊，万一他们发了狂，一定要动手。村长和村民们怕也拦不住。虎兄再次把头一点，扭身就朝着李大宝来时的方向窜去，瞬间没了影。李大宝继续跋山涉水，又走了1个钟头左右，来到上次跟大黑熊搏斗的地方。随后拿出铁铲，在附近挖了个大坑，他把用来做诱饵的3条大鱼丢到坑里，又在陷阱上面铺了些树枝落叶作为掩护。这对大黑熊来说绝对是致命诱惑。希望那只大黑熊没跑，要不接下来就有的折腾了。
而此时镇上，李大山和郑秋菊简直心力交瘁，好好养了20多年的儿子就这么没了命，莫名其妙被毒蛇咬死。我的孙子呀，那么好的孙子咋就没命了？我李家的香火要绝了。我儿子绝不会去抓毒蛇，他没这么蠢。都拿了汽油回去，要放火烧房的一定是李大宝干的，他放蛇咬死了我儿子。没错，肯定是李大宝这狗东西啊，咋那么狠的心肠，把我们家烧了，还用毒蛇咬死我儿子。门突然被踹开，独眼龙带着2个手下走了进来。你们不是让李东想回村里放火，把你大宝的房子给烧了吗？怎么听说他被毒蛇咬死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李大山和郑秋菊你一言我一语，把事情经过讲了出来。天杀的李大宝啊！老天爷干嘛不收了他？他这种该死的祸害，咋还让他留在世上？他要真进山打猎了，我诅咒老虎咬死他！给我闭嘴！你诅咒要有用，李大宝早死好几遍了，也省得咱们想办法收拾他。你们当时在村里，李大宝确实没现身，从头到尾只有姐弟仨在。没错，我们都想找到李大宝，好好问清楚，是不是他把我儿子杀了？找不到，村里人都说他进山打猎了。他到底有没有进山打猎呢？要有，倒是咱们继续下手的好机会。我找2个精干手下去定子村，偷偷埋伏下来，看李大宝到底有没有在村子。要是没有，我就把那姐弟仨抓走得了。独眼龙马上叫2个手下去定子村打探情况。而李大宝此时正在树上休息，忽然李大宝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声音，就好像有什么重物砸在地面上。李大宝猛然跳下树，朝陷阱那边看去，果然陷阱已经透出一个大洞，很明显刚才有一头巨物掉了进去。接着他就听到里头传来一阵阵咆哮，果然是大黑熊。他走到陷阱边，缓缓探头一看，陷阱里确实出现了一头黑熊，但明显不是前阵子差点把李大宝干掉的大黑熊。陷阱里的黑熊比那头要小不少，这还是一头很年轻的熊，最多250斤的样子。他看到李大宝猛然仰头咆哮，李大宝拿出弩箭对着黑熊射了下去，瞬间贯穿他的喉咙。年轻的黑熊在陷阱里没挣扎多久就动也不动了。李大宝不敢大意，找了根长长的树枝往陷阱里的黑熊捅了好几下，确定他完全没法动弹后，才找了几根油麻藤跳了下去。突然黑熊竟猛地挺起身子，抬起一只肥厚粗大的前爪，就朝着他狠狠拍了过去。靠，他装死，老子完犊子了！人用弓箭射杀了一头大黑熊，随后用树枝刺了好几下，明明已经没了动静，却不料下一秒大黑熊猛地挺起身子，抬起一只肥厚粗大的前爪，就朝着他狠狠拍了过去。靠，他装死，老子完犊子了！紧接着就感到带着强烈腥臭味的熊掌拍到自己的脸上，但奇怪的就是软扑扑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而且很快就从他的脸上滑了下去。李大宝睁开双眼，看见那只熊掌就垂在地上，再也抬不起来了。麻蛋，熊你还真是狗，临死都要吓老子一跳。随后他用油麻藤把大黑熊绑了起来，接着他爬出陷阱，用力扯着油麻藤。如果虎兄在这就好了，3下5除2就能把黑熊拖出来。费尽了9牛2虎之力，李大宝终于把大黑熊从陷阱里拉了出来，拿出锋利的刀，把年轻黑熊宰了。他将熊肉剁成大块大块，随后将肉挂在了树上。做完这些，李大宝累得直接靠在树上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生出一股毛骨悚然之感，头皮直发麻，潜意识做特种兵的直觉猛然冒出来，有危险！突然一声猛烈的咆哮发了出来，一道庞大无比的身影缓缓从树林里钻出，他四肢着地，慢腾腾朝李大宝爬去，一双充满阴狠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李大宝，正是那头被李大宝切下一只耳朵的大黑熊。大黑熊发起攻击，粗壮无比的身子朝李大宝狠狠撞去。李大宝一咬牙，扬起钢叉狠狠甩去，而大黑熊猛然抬起一只前爪，狠狠一拍，把掷过来的钢叉瞬间拍到一边。李大宝更加毛骨悚然，他赶紧蹲下身子，抓起另一根钢叉，又狠狠掷出去。这根钢叉贯穿了大黑熊的左前爪上，大黑熊当即扑通而地，他疼得发出了嗷嗷叫声。他拼命地甩动那只前爪，想把钢叉甩开，但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痛苦。李大宝不敢怠慢，趁着他不断想甩出钢叉时，赶紧跳到一棵大树上，拿出弓箭准备射击大黑熊。就在这时，大黑熊不断地撞着大树，大树剧烈摇晃。在李大宝冲到树上时，大黑熊居然把钢叉给甩了出去。大黑熊撞了树之后，立刻抱住大树往上窜。熊是会爬树的，甚至速度比豹子还要快。所幸就是他的左前爪遭到贯穿伤，还血流不止，爬上2-3米，支撑不住，轰！一下子摔倒在地。大黑熊又试了几次，想要爬到树上去，但他的左前爪实在是太不争气，他激烈的嚎叫着，干脆不断往后退。紧接着，像是坦克般冲了过来，宽厚无比的肩膀重重地撞在了树身上。这棵巨大的树木在大黑熊的蛮力冲撞下，被撞得不断摇晃。大黑熊还是不甘心啊，猛然抱住大树，锋利的熊爪深深扎入树身，忍着左前爪带来的剧痛，还想爬上树去。李大宝赶紧架起弓箭，对准大黑熊的脑袋。大黑熊非常激烈，马上松开前爪，朝旁边闪去，箭射中了他的腚。大黑熊后退再撞，巨大的树木不至于被大黑熊撞垮，但树窝却不断垮塌，支撑不住李大宝的力量。李大宝头皮直发麻，虽然知道大黑熊肯定记恨他，想要报仇，但想不到愤怒让他变得这么疯狂。大黑熊仍疯狂撞击树身，突然李大宝踩的树枝直接断了，一下子落在地上。大黑熊发出更为炸裂的咆哮，如风一般朝他冲来。
李大宝赶紧到处乱摸，摸到一根刚才射下来的铁剑，他几乎是用出最后一丝力气，猛然跳起，高高扬起利剑，朝大黑熊发大喊大叫。大黑熊被吓得微微一愣，顿住脚步。李大宝只是想吓住他，见这情景，赶紧扭身朝丛林里跑去。大黑熊嗷嗷叫着，立刻扑了上去。李大宝依靠茂密树丛的掩护，不断闪来闪去，弓箭和钢叉都掉到了那棵大树下边。凭手中唯一一根铁剑，完全不够看。李大宝终究没办法跟大黑熊耗体力。大黑熊没出现之前，他就已经精疲力尽。突然，一棵被大黑熊撞倒的树正好砸在李大宝的身上，大黑熊马上扑过去，扬起熊掌朝李大宝狠狠一拍。李大宝被拍出7、8米，撞在一棵树上，他瘫倒在地，一动不动，眼睛紧闭。大黑熊缓缓爬了过去，逼到李大宝面前，用爪子朝他拨弄2下。李大宝一动不动，被树木砸倒，又被大黑熊一巴掌拍飞，他受不住了，似乎晕过去了。大黑熊发出嚎叫，得意无比，他猛然挺起雄壮的身躯，扭了过去，冲着李大宝准备一屁股狠狠坐下。这是熊的绝招，对付比较大型的猎物，他懒得撕碎，屁股一坐就能把他压得4分5裂。被大黑熊一掌拍晕，随后大黑熊冲向男人，准备给男人来个泰山压顶。突然，男人睁开眼睛，从身下抓起那根锋利的铁剑，对准大黑熊的某个特殊位置，狠狠扎了过去。整根铁剑瞬间刺入大黑熊的身体，李大宝赶紧松手，连滚带爬翻到一边，而大黑熊粗壮的身形突然一僵，2条后腿一蹬，跳了起来。刹那间，他扑倒在地，2只前爪不断向后抓着，想要抓住扎中身体的铁剑，而不管他怎么摸，都摸不着。他盯着滚出10几米的李大宝，咆哮着狠狠扑过去。接下来，丛林里又是一阵追逐，李大宝的心脏跳得都快崩裂，他消耗得太严重了。终于，后边传来扑通一声，大黑熊倒在了地上。妈蛋，终究还是老子干赢了你，是老子棋高一招呀！李大宝瘫倒在地，休息了差不多半个钟头，这才吃力地挺起身子，摇摇晃晃走去。他狠狠抬脚踹了下大黑熊，他一动不动。李大宝扭身，把硕大的黑熊当作一张床倒在了他身上，也顾不得腥骚的气味。不知不觉，他闭上了眼睛。李大宝也顾不上有没有其他野兽骚扰，极度困倦的他竟睡着了。醒来后已是白天，真舒服啊！李大宝去把刀具翻出来，本就该趁大黑熊刚死那会儿把他开膛破肚加放血，现在有点迟了。他赶紧切开大黑熊，先把熊的胆囊给整个切了下来，之后放入一个大口瓶子里。熊的身上，熊胆最值钱，也是董冠杰点名的最重要物件。李大宝把大黑熊切成一大块一大块，随后用竹子做了一个小板车。此刻，李大宝想把所有熊肉搬上拖板，但很快发现这不切实际。大黑熊和年轻黑熊加在一起，肉也得有7、800斤。再加上熊皮和一大桶的熊血，都上千斤，刚搬上2/3，拖板就被压得嘎吱作响，甚至有些变形。李大宝只能把大部分熊肉用油麻藤吊在树上。这回总没人再来偷我这些熊肉了吧？他拉着板车朝来时的方向走去。此时定子村，独眼龙带着10几人朝李大宝家走去。附近有村民看见这一幕，吓了一大跳，赶紧朝村子里跑去。村长，李大山和郑秋菊回来了，还带着独眼龙。别说喊村长，喊镇长来都没用，把李大宝叫出来。一定是他放毒蛇咬死了我儿子，我要他偿命！一行人大摇大摆走进村子，直扑李大宝的新家。王大才跑了出来，惊慌失措：“李大山，你到底要干啥？咋就这么冥顽不灵？”李大宝进山打猎了，他不在，你等他回来再说。赶紧带着这些人走。李大山刚想开口，就被独眼龙推到一边，他逼到王大才面前：“我知道李大宝进山了，他要没进山，我还不来呢。现在就留下那姐弟仨在木房子吧。村长，我现在跟你客气，你最好让开。”他掏出一把尖刀，在村长面前比划着：“你这人咋能这样？这李大宝走了，就对那几个孩子下手，你下得了这个手吗？还是人吗？”独眼龙笑了笑，抬起手挥了挥，当即2个混混扑过去，抓住王大才的手臂。王大才发出惨叫：“村长，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？你在骂我吗？你骂我不是人，对吧？”我刚才说错了，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。龙爷，你这刀子拿开点，一不小心真会把我割伤的。那我到底是不是人呀？你是人，你是人。独眼龙哈哈大笑，把手一挥，2个混混就把王大才丢到把他磕得头破血流。独眼龙一帮人继续大步朝木房子走，前面又出现了一帮村民，都拿着锄头和铁铲拦在路口。要还是男人，就等李大宝回来，别趁他不在欺负他家里人。对呀，李大宝进山的时候交代了我们要帮忙照顾好他家人，谁也别想进去。哟，这么忠心啊！你们是李大宝的狗吗？就让我看看这些狗有多维护他。他把手往旁边一伸，一个手下马上递过去一把双筒猎枪，同时他好几个手下都端起猎枪，对准一帮村民。要是不赶紧让开，老子就看看一枪能崩碎多少人！顿时吓得村民们赶紧落荒而逃。来呀，继续挡呀！搞得你们好像很有种。李大宝给几块肉吃，就跟他姓了，一帮狗东西。很快，一群人来到李大宝家，苏小虎跑了出来，看见这一幕，二话不说，一扭头从屋里拿出一把弓箭。谁也别上来，要不老子把他脑袋射穿！苏春柔和苏丫丫也跑了出来，看见这一幕，一下子就发慌了。小子，看是你的剑厉害，还是我的枪厉害？就你们3姐弟，我一根手指都能摆弄，还想跟我斗上？很快，苏春柔3人被混混抓了起来。放开我大姐，放开我2姐！把他们绑了带回去。
此时，王大才和几个胆大的村民冲了上来，不断求独眼龙住手。龙爷，可千万别这么蛮干，李大宝现在很厉害，他回来知道这些，真会把你们往死里整的。大山了，你怎么老喜欢这样呢？真不怕死吗？李大宝真会把你们收拾的呀！算了，别闹了。李大山仗着有独眼龙撑腰，一脚把王大才踹翻在地。王大才，我还没跟你好好算账。上次我给你送烟又送肉，你都说好要帮我对付李大宝，结果却站他那边去了。你再给我嘀咕，我可不管你是谁，都叫龙爷把你打个半死。王大才啊，我和我老公平时也没亏待过你，有啥好吃的都给你一份，到头来你帮那小子欺负咱们，你还是人吗？忽然，山林里传来一声激烈无比的咆哮，顿时所有人都呆住了。老虎，这好像是老虎在吼。进山猎熊，却不料媳妇和小姨子被抓。正当坏人得意之时，一只老虎窜了出来。老虎，这好像是老虎在吼。我的妈，还真有老虎！我只听我爷爷说过，山里有老虎，可从没见过。这好大的老虎，咋整了啊？现在远处山野，一只大老虎朝众人冲来，顿时所有混混赶紧抬起猎枪，枪口纷纷对准老虎。老虎骤然张开血盆大口，吓得那帮混混浑身发抖，手都快握不住枪了。紧接着，老虎扑了过去，直接将独眼龙拍翻在地，其他混混都被吓尿了，飞快的朝远处跑去。此时村民连忙跪在地上，山神大人饶命！老虎绕着他们闻了闻，晃晃尾巴，并没做出任何伤害性的举动。接着又凑到姐弟仨面前，吓得苏春柔和苏丫丫赶紧拦在苏小虎前边。大姐、二姐，这山神大人不像要伤害我们的样子啊！你看看，村长和大伙，他一个没动就把那些欺负咱们的人打跑了。山神大人是来帮大家的。他还大着胆子朝老虎伸出了手。小虎，你别闹，小心山神大人发威。而老虎只是伸出舌头朝苏小虎的手舔了舔，又把头一点，他一扭身朝跑出老远的独眼龙、崔大山等人一阵穷追猛赶，吓得他们大呼小叫，惨叫连连，一个接一个栽下山沟沟，嘎嘎的惨。老虎显然也有分寸，又猛然扭身扑入山林，消失不见。村子里过了老半天，王大才和其他村民才回过神来。这世上还真有山神大人呐！山神大人在保佑我们村子呢。看见村子里进了恶霸，要强抢民女，还打伤大家，山神大人就出动了，把恶人全部赶走。这一喊，所有村民都变得激动无比。幸好有山神大人，要不我们就被抓到镇上去了。山神大人真好。以后我打猎打到了猎物，就送一半给山神大人吃。他对我好，我也要对他好。他还舔了舔我的手呢。而李大宝还在崎岖而丛林密布的大山里，拖着一堆熊肉，艰难朝前行进。就在他忙得浑身大汗时，突然不远处竟传来一个笑呵呵的声音：“李大宝啊，要我们帮忙吗？”李大宝一扭头，就看见7、8个拿着猎枪的人从丛林里钻出来，说话的竟是古井村的李铁柱，旁边站着他父亲李国庆，另外几个都是彪壮汉子，一看就知道经常进山打猎。这帮人都贪婪地盯着拖板上的东西，李国庆还有些不可思议。整整8只熊掌，2颗熊胆。李大宝，你好厉害啊！你一个人就打了2头熊。我们古井村10几个猎人，好几次进山想围熊，但遇见2次，伤了好几个，都被他逃了。想不到你一个人就这么厉害，还挺巧。你们也来这打猎，咱们井水补饭喝水，这是最地道的。大伙儿继续走，我忙自己的。不，你以为我们是进山打猎吗？我们要打的就是你，麻蛋！按着痕迹走了2天了，还担心你不见了呢。想不到在这碰上，正好了，你这是把熊肉往我们的兜里送啊！我们在定子村埋了眼线，随时盯着你，就看你啥时进山打猎，好找你算账。算什么账？你他妈给我装糊涂啊！老子带了10几个人，好不容易搬回村子的野猪肉被你拿走了，还害我赔300块钱，借给你4匹马也没见还，这笔账不用算啊！跟山神大人算啊，没准他就在周围呢。顿时，李家父子和那帮猎人不由紧握猎枪，胆战心惊地看着周围。小子，你以为每次都那么好的运气，有老虎帮你？他只不过恰巧碰到10万大山这么大，他都不知道钻哪去了。这些熊掌、熊胆、熊皮什么的都归我们了，你赶紧滚！爸，可不能让他就这么滚了，整整2头熊，还有不少熊肉呢，一定被他藏起来了，我们都得要了，让他带着去找。儿子，还是你聪明，我草率了。李大宝，听到没有？一群人抬起猎枪，枪口对着李大宝。这让本来干活就干得精疲力尽的李大宝不得不妥协，他缓缓举起2手。行，你们厉害，那你们要怎样？小子，让你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抢我野猪肉，逼我赔钱，抢了4匹马不还回来，上次就想把你干掉，要不是有那只大老虎，你早死了。现在给我跪下！没错，搞得我们大丢面子，你得先跪了，好好磕几个头求饶，然后带大伙儿去拿剩下的熊肉，快！李大宝在枪口的逼迫下缓缓下跪，哈哈，他归我了。突然，李大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他飞快从怀里掏出一把锋利小刀，狠狠扎在李铁柱的腿上，再拔了出来，血液飙飞，随后就勒住李铁柱的脖子。爸，救我，赶紧救我！你丫的给我闭嘴，别一不小心自己把刀子撞进去了。李大宝，赶紧放了我儿子，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！村长大人啊，你那是霰弹枪，一打出来，没错，能崩了我。你儿子不也崩了，还要不要你儿子的命啊？我就问你。李国庆傻眼了，我给你提个建议吧，还要你儿子的命，就赶紧把这些枪全部丢山沟下边去，然后乖乖听我的话。老子他妈干嘛听你的？李大宝把刀子按在李铁柱的胸膛上，缓缓往下一拉，李铁柱疼得不停惨叫。爸，不要跟疯子闹，他刚才突然一刀子捅我的腿，我疼得直钻心啊！他真会杀了我的，你听他的。李国庆一咬牙，把手一挥，
给我把枪全部丢下去。几个猎人很听村长的话，和他一起把猎枪丢进山沟。很好，你不想跟我回去拿熊肉吗？就给你个机会，帮我把熊肉搬回家。就这样，一行人拖着板车，背着熊肉朝定子村走去。经过几小时的路程，终于到了定子村。行了，李村长，看你这么配合的份上，把儿子还你，搬到了我定子村的地头，你可别乱来，最好规规矩矩的。我村村民数百，你敢咋地？李国庆气得七窍冒烟，但又无可奈何。先别说有那么多村民冲过来，就算没有，他们也没力气了呀。人将打来的熊卖了，随后便来到了赌场，但却不是来赌，而是为了报仇。小哥眼生得很，带钱了不？起码20块才能进去赌，没就请滚哈！李大宝把董冠杰送他的包包敞开，里面一叠叠都是10元钞票。我去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1万多了吧？咱们整个赌场下注的钱也没这么多啊！李大宝懒得扯淡，不言不语走了进去。咱们赌场来财神爷了，龙爷有的赚了，今晚大鱼大肉搞起！李大宝拿出全部钱，直接压了下去。几分钟后，李大宝面前就堆满了钱。随后，独眼龙带着几个小弟走了过去。龙爷，这小子有鬼，连压3次赌中，而且每次都压很多钱，我没遇到高手了。小子啊，你他妈敢跑到我赌场捣乱，不知道我正想把你宰了出气吗？你来这是有2送啊！什么2送？第一送命，第二送钱。他挥了挥手，10几个手下马上举起一把猎枪，全部对准李大宝。李大宝却一点不害怕，而是从包里掏出2颗黄泥团。知道我这啥东西吗？知道，你用来对付我的玩意，你想着用它砸我脑袋。李大宝朝他们扔了过去，土炸弹。李大宝把更大些的黄泥团举了起来。你们也看到这玩意的威力了，我都不用砸，它从我手上一掉，肯定爆炸。这可是更大的炸弹，大伙儿都会被炸死。我丫的才不信你会把它砸下来，到时你也跟着一起死。是啊，一起死，反正你独眼龙也不会放过我，老想方设法搞我家人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跟你一起死，看看是你的命值钱，还是我的命值钱。那他妈肯定是我的命值钱，还不让你这帮手下把枪收起来，万一走火打到我身上，我一抖，这黄泥团掉在地上，砰的一声。李大宝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李大山和郑秋菊呢？把他们叫过来，咱们再继续聊聊。独眼龙不敢怠慢，赶紧整了个人，让他去叫李大山和郑秋菊。李大宝，你咋在这？龙爷，你赶紧把他干掉呀！干你个头啊！知不知道他手里拿着什么？你看看我那边5角都被炸弹炸出一个大洞了，那还是小炸弹。李大宝现在手里拿着的是大炸弹，他要往地上一放，砰，我们都玩完。李大山和郑秋菊赶紧扭身就走，都不用独眼龙交代，10几个混混马上把他们抓住，用力推到李大宝面前。李大宝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是你大伯母啊，你不会想连大伯母都炸死吧？亲不亲一家人？我们是一家人呀！是啊，这一点都没错，是一家人就得听我的话，是吧？李大山和郑秋菊忙点头，给我跪下！你可是我侄子，让我跪你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独眼龙对着他们就是一脚，让你们跪就跪，那么多废话干嘛？你看他们也来了，还跪了，没我事了吧？我这赌场就留给你处理事情，我先走。你也跪！独眼龙马上跪倒在地，跪得好！你们3番2次对老子下手，搞得我很不开心，先打自己100个耳光，让我解解气。3人没办法，只能抬手甩起自己的耳光。大宝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跪也跪了，打也打了，你走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，也不找你麻烦了。行，你陪我走一走，送送我。宝爷放心，我的人绝不敢再对付你，用不着这么小心，以后咱们就是兄弟，不打不相识嘛。放心，到了安全的地，我会把你放。刚到外面，独眼龙突然一挥手，如同一条跳墙的狗，朝街边一扇窗户冲过去，开枪打死他！快！李大宝连忙将手中的方向一丢，随后闪到一边，而窜到屋子那头的独眼龙又赶紧从一条小巷子里冲回来。小子，你没炸弹呢，现在是老子摆布你了，都给我回来，把这小子打死！李大宝，你这兔崽子，这会还搞不死你！就在这时，突然一辆吉普车冲了过来，谁敢开枪，董爷就要他的命！黑山，你啥意思？这小子差点炸死我，我得弄死他！你还拦我手下，还能不能好好一起混呢？黑山毫不客气，一耳光把他打翻在地。接着，董冠杰走了出来。董爷，您还真来了，这咋回事？您为什么要保住这小子？大宝，你跟独眼龙有仇怨，告诉我，我来整他。犯不着自己动手，伤着了咋整？你虽然很强，但这家伙也有几10个手下啊。这是我跟独眼龙的私人恩怨，就没劳烦董爷。想不到你来了，我俩啥交情？自己人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跟独眼龙的恩怨，就是我跟他的恩怨。东爷，我真不知道李大宝是您的人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大宝，你说这人怎么解决？我帮你出手，不过整治就好，打残也没问题，最好别杀人，毕竟不是20-30年前了。我知道。宝爷，我真不知道你跟董爷认识，忘年之交啊！这事我要知道，把全天下的雄心豹子胆吃了也不敢啊！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能把你怎么着。古话说得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对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宝爷，想不到你还是文化人，说得真好。但死罪可逃，活罪难免。随后，李大宝看向李大山和郑秋菊，你们俩过来。大宝，我可是你大伯母，一家子啊，你别把我咋样。大伯母相信你是顾念亲情的人，你是好孩子。大宝，我是你大伯，我看着你长大的，你要对大伯下杀手，你爹还活着，肯定也不让，你说对不对？自家人咋能伤害自家人呢？我一家想置我于死地，如今却跪在我面前求原谅。
大宝，我是你大伯啊，我看着你长大的，你要对大伯下杀手，你爹还活着，肯定也不让，你说对不对？自家人咋能伤害自家人呢？屁个自家人！刚看见独眼龙从我手里逃脱，叫他手下冲我开枪，你们还赶紧喊着打死我这兔崽子，这叫一家人？我儿子没了，你是我亲侄子，以后就是我儿子，我咋忍心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打死？你们这么爱护我，他想把我干掉，上去一人踹他100脚，往死里踹。大宝，这就有点过分了吧？万一把人家踹死了怎么办？踹100脚，踹不死的，不踹是吧？那我算看清楚你们的真面目了，啥亲侄子都是假的，我不客气了。我们踹，我们踹！他们走到独眼龙身边，龙爷，你可别怪我们，是李大宝让踹的。是啊，反正踹不死你，你就忍着点。独眼龙双眼一瞪，刚想骂人，董冠杰开了口：你都想干掉大宝，大宝让他们各踹你100脚咋了？又踹不死，难道你想让大宝把你杀了？踹吧，刘爷高兴就好，不杀我就行。两人在李大宝威逼下，一脚接一脚朝独眼龙踹去。10几脚后，独眼龙已经倒在地上。大宝，按你交代做了，我们现在没啥事了吧？办得不错，没啥事了，但得告诉我你们现在住哪，万一以后我再遇到事儿，至少有个地方找2位。李大山也不敢隐瞒，乖乖说出。李大宝没理他们，冲董冠杰一笑：董爷，你咋知道我来这办事的？你走的时候不说要去办事吗？我看你脸上有杀气，估摸要跟谁斗，我担心你，就把黑山叫来跟着你，必要时帮你一把。谢谢董爷。接着一帮人坐上车走了，李大山和郑秋菊也松了一口气，一屁股瘫倒在地。你们愣在那干嘛？还不赶紧送我去卫生院？这踹得够狠呀，我那骨怕都踹断了。这一吼又把李大山和郑秋菊吓了一大跳，顿时生出不安之感。晚上李大宝住在了董冠杰这边，独眼龙的歹毒眼神还历历在目啊，不把他彻底收拾了，不安心啊。李大宝坐了一会儿，神不知鬼不觉爬窗户出去，他直奔镇子东边而去。白天时，他问李大山他们住哪，就是为了今晚的行动。两口子狠狠踹了独眼龙一顿，回来后也是胆战心惊，本来啥都不想说的，但李国律看他们神色不对劲，就追问起来，也不得不说了。李大宝太坏了，让你们去踹独眼龙，独眼龙暂时不敢对付他，但绝对会拿你们出气啊。不可能吧，我们也不想踹啊，李大宝逼的，龙爷再怎么着也不至于把气撒到咱们身上啊。独眼龙啥样的人你们不清楚，他这会儿肯定要找个出气筒的，找谁做出气筒最好，肯定是踹他的人，他才不管谁逼你们踹的呢，出了气再说。不行，我得走，不能受连累了，我这把老骨头风吹雨打都经不住，别说被人打。他颤颤巍巍赶紧回房收拾东西，很快就拎着包裹往外走。爸，你去哪？我在镇上还有老伙计，投奔他们，先窝一晚，避避风头，免得龙爷真找上门来。李大山和郑秋菊一听，吓得六神无主，赶紧也收拾东西要跟李国律，哪知刚走出门口，两个地痞就拦了过来。龙爷有交代，他看好了伤，还要来跟你们好好聊聊，别走哈。我也不想踢龙爷呀，都是李大宝那混账的交代，我们没办法的嘛。反正龙爷咋交代，我们就咋做，你们回去待着吧，待会儿还不如多向龙爷求饶。两位老大，我可没碰龙爷一根汗毛，对他一直很尊重。我老了，身体不好，肚子疼，浑身都疼，我得去卫生院看看，求求两位了，求求了。他还从兜里掏出2张5块，一人手里塞1张。龙爷只交代别让他来走，没说不让其他人走。行，老家伙，你滚吧。李国律如蒙大赦，赶紧拔腿就跑。爸，你就这么丢下我们不管了吗？我也没办法呀，我不丢下你们，我不也得跟着遭老罪？你和秋菊到时候就跪下来，好好求龙爷，我先走了。父子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李大山和郑秋菊也想往两个地痞手里塞钱，求他们放一马。地痞笑嘻嘻拿了钱，然后横眉怒眼把他们赶了回去。龙爷，我这里还有70、80块，算给您的补偿。我知道这点钱不够，等以后我赚了钱再给您。我可以写借条，欠您500块，怎么样？别说500块，你他妈给我5000块，老子都不稀罕。跟你老婆还真把我往死里踹呀，就不知道轻一点，把我肋骨都踹断5根，老子不弄死你们。龙爷又不关我们的事，李大宝逼的，你要找就找他算账去。别以为他找到董冠杰做靠山，我就没辙了，老子可以找人去干掉他。董冠杰要问起来，我就说啥也不知道。龙爷，您真聪明，您这办法好，就这么干。我也想看您怎么把李大宝弄死，咱们自己人啊，就不要下手了。谁自己人？要不是你们，老子也不至于惨成这样。很快，李大山和郑秋菊被打得哀嚎连连。李大宝见时机已到，钻进了独眼龙的房间，一刀子解决了独眼龙，便溜出了房间。外边两个地痞听到里面不同寻常的动静，赶紧跑进来一看，顿时大惊，只见他们的龙爷已经倒在地上，还虚弱抬起一只手。送我去卫生院，我觉得我还能救救。只可惜两个地痞大着胆子，刚把独眼龙抬出院子，他就一命呜呼。李大宝回到董冠杰家里，继续呼呼大睡，就算还会查到他这，也有叶雄鹰和董冠杰证明他是喝醉了，吃完饭就睡，哪有作案时间。而叶雄鹰的身份也非同凡响，有他证明，查案的人也不敢怎么样。第二天9点多，李大宝来到客厅，董冠杰和黑山正在喝粥。来，大宝，醒得挺及时，
这锅肉粥刚出锅，香着呢。李大宝也不客气，舀了一碗肉粥就喝，而黑山似乎在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看着他。黑山哥这么看我干嘛？昨晚独眼龙死了，估摸是你大伯和大伯母按照你交代踹了他，他处理好伤口出来，不甘心又不敢找你，就去揍他们，结果不怎么地，从背后差点把他脖子砍成2半。独眼龙也没立刻死，还拔出菜刀把他们砍了，3条人命啊，就这么没了。这独眼龙也算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。可惜我大伯和大伯母这么死了，幸好我跟这2个亲戚也不熟，不至于太难过哈。喝完了2大碗热乎乎的猪肉粥，收拾好了东西，李大宝就向董冠杰告辞，出门而去。董爷，您说独眼龙的死跟李大宝会不会有关系？直觉告诉我有，但我没证据。李大宝的手段还真毒辣，我都不敢信他是一个年轻的山村猎人。我觉得他像杀手，甚至我还怀疑昨天他是故意泄露行径，让我去救他。他主动开口，和我主动救他，这欠的人情可就不一样了。要李大宝真像您说的，还真的心机很深啊。只老虎看到大蟒蛇竟然落跑了，大蟒蛇却穷追不舍。只见大蟒蛇缠住老虎，就在老虎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不远处，李大宝扬起尖刀，对准大蟒蛇的7寸，猛然扎了下去。大蟒蛇疼得骤然松开身躯，他管不上大老虎了，扭转身躯，又想把李大宝缠住，但7寸遭到致命攻击，他的速度和力量都急剧下降，行动明显迟缓。你过来啊！大蟒蛇有心攻击，无力回天，他还是不敢恋战，赶紧往丛林深处钻去。大老虎扑了过去，用力地咬住它的尾巴，狠狠一甩，直接将大蟒蛇甩在一棵大树上。随即李大宝上前补了几刀，确定它彻底死了。李大宝开始剥蛇皮，死透了就不好剥了。处理完大蟒蛇后，李大宝扭头问道：虎兄，要不要先吃一顿？他兴奋地扑了过去，大口啃起蛇肉。李大宝也有点流口水，他也饿了，马上切了2斤重的一块蛇肉，用树枝串了起来，随后又升起了火。蛇肉熟得快，不久就被烤得微微焦黄，微微翻卷。不错，有点咸，还带着果香味，挺好吃。虎兄，尝尝，你还没吃过熟肉吧？老虎咬住那块烤蛇肉，嚼了几下就吐在地上，还透出几分嫌弃。虎兄啊，虎兄，你真是不懂享受。等虎兄吃饱后，李大宝说道：虎兄，继续干活，再陪我多拿下几条大蟒蛇。接下来重复之前的魔鬼操作，大老虎发现哪有蟒蛇，就马上任由蟒蛇缠住，李大宝就趁机偷偷溜过去，一刀扎中大蟒蛇的7寸，一共斩杀了5条大蟒蛇，肉加在一起都有400-500斤了。李大宝将肉放到竹筐里，又将竹筐放到大老虎的背上。当然，李大宝也不至于让虎兄独自承受，自己也扛了一条蛇，一人一虎走出丛林。太阳也快下山了，就在此时，李大宝想到了一件事：虎兄，有件事要和你说说。这阵子有几个特别厉害的猎人想要进山打虎，还要其他猎物，他们不简单，没准以前真打过老虎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，最好先躲进深山，等风头过去再说。你能听明白不？虎兄微微点点头。虎兄啊，你还真像山神大人。对了，我不想让那几个猎人能打着啥东西，连只野兔都不想让他们带出去。你也想想办法，把周围猎物赶到深山，别让出来，尽力而为吧。这个不强求，主要是你得保护好自己。虽然你很强大，但那几个猎人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手上有厉害的枪。老虎又把大脑袋一点，显得什么都懂。虎兄，你不会跟我一样，都是穿越过来的吧？你潜意识是个人，但穿越后就变成了一只虎。这回老虎迷茫地盯着他，睁大卡姿兰大眼睛，显然没明白李大宝说的是啥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看着大老虎扭身走入丛林，他先把蛇肉放到一边，飞快跑回家中。春柔，别急着做，等我一会儿，今晚咱们吃新鲜的肉。姐夫，你又去打猎了，打着了什么肉啊？也不带我去，说好要带我一起做猎人的，结果你一个人偷偷扛起了枪。今天去忙别的事，没想过要打猎，还有时间就打点，下次肯定带你。走，现在跟姐夫去把那些肉全部搬回来。很快，李大宝和苏小虎将一竹筐蛇肉抬了回来。这么大的一条蛇，一棵大树都能勒断呢。姐夫，你太牛了，你一个人打了5条。大宝，你打了这么多蟒蛇，还都这么大，你咋打的啊？你没事吧？没被伤着吧？放心了，我不没事吗？看看一块皮都没伤着。有时候打猎不需要用多大力气，主要靠脑子，脑子用好了，什么猎物都打得着，咱还不费力气不伤人。我家男人真厉害。反正接下来你可有的忙了，整整5大块蛇皮，看咋处理，能做不少皮具了吧？是啊，这么多蛇皮，出加工后拿来卖，都能卖一大笔钱，直接用来做挎包、背包啥的，还有皮鞋、靴子，就更值钱。你想咋整就咋整，缺工具或其他材料就跟我说，我去买，可以把咱家变成一个作坊，你专门用兽皮做这些东西，做好了我去外边联系着卖。苏春柔兴奋的连连点头，我就好好帮我姐一起赚钱。好了，先顾眼前吧，今晚我想吃红烧蛇肉，再熬蛇肉粥喝。吃红烧蛇肉好啊，姐夫，是不是你做？你做的红烧蛇肉肯定比我大姐做的好吃。是，你姐夫做什么都比我好吃，以后就吃他做的，我做的你一点不能动。苏小虎傻眼了，赶紧把头一摇。
全世界里头，姐夫做的东西最好吃，大姐做的第二好吃，最好吃的还有第二好吃的，都得吃啊。村里明明野鸡成群，村民却每次都空手而归。这个男人只是用2个喇叭，竟然野鸡成片成片的往里钻。一大早，李大宝带着姐弟仨出动了，来到花甲子村。李大宝就把渔网挂在了两边的树上，他交代苏春柔和苏丫丫就埋伏在渔网两边。我们的大喇叭一响起，你们可要打起精神，盯着这边了。看到野鸡冲过来，立刻行动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大宝，你确定那些野鸡真那么乖，会都朝这跑？是啊，野鸡贼狡猾的，受到惊吓就往芦苇丛和灌木丛里钻，不至于飞到这样。放心，野鸡会听我指挥，往你们这边飞的。对，放心，跟着姐夫混，吃肉吃到撑。随后，李大宝和苏小虎一人拎着一只大喇叭，来到了灌木丛里。这会有不少村民和猎人来到周围，希望今天能来点好运气，抓到1、2只野鸡。没多久，他们就看到了李大宝盯着他手里拿着的大喇叭。李大宝，你不会想拿大喇叭抓野鸡吧？而且听你昨天的话，要抓上100只猎。没错，就用这大喇叭抓上100只。别放屁，不会想让野鸡主动钻进你大的喇叭里，然后抓住吧？就算是，也不可能让那么多野鸡往你大喇叭里钻啊！周围的村民都哄堂大笑。大喇叭抓鸡一准成，你们可看好了。随后，李大宝带着苏小虎来到芦苇丛旁。小虎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姐夫，准备好了。你放心，昨晚我一直没咋睡，一直偷偷地学虎叫。你就从那头兜过去，钻进芦苇丛，趴低身子，尽量把大喇叭贴在地面上，效果才更好。记住，开头是威胁式发声，不要太高昂。我干脆趴在芦苇丛里，先威胁式发声，随着你再进攻式发声。对，就这么干。姐夫在那头，你竖起耳朵，到时姐夫先发声，你听着了跟着发。两人各分一个方位，拎着大喇叭钻进芦苇丛。不远处还有些村民和猎人，看着他们的行动，都摸不着头脑。我好像有点明白了，他们要拿大喇叭去吓野鸡，太蠢了！把野鸡一吓，肯定会往更深处的芦苇丛和灌木丛钻，钻到里边连根毛都看不到，更别说抓野鸡。咋这么天真呢？这回他们要能抓住野鸡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嘿嘿，我的名字也倒过来写，我还倒过来走路。大喇叭抓野鸡，亏他想得出，倒是一根鸡毛没捞着，大家狠狠嘲笑他。这啥声音？我没听错吧？我好像听到老虎在吼，难不成山上的老虎也跑下来抓野鸡吃了？咋可能？这大山多少年没出过老虎了，撑死就是几只豹子。这可说不准，你们没听说吗？就是在定子村，前不久听说有老虎下山，还伤了人呢。老詹头又要开口，突然吓得双腿直发软。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，好像还不止1只、2只，1只大，1只小。跑啊！听说老虎老爱吃人了。你看到了？没看到，我听到了吗？2只老虎在那叫，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。这刚说完，突然嗷呜嗷！芦苇丛里本来就渐渐高昂的吼叫，陡然变得更加狂暴，好像就要跳出来了。老虎要扑出来了，老虎要吃人了，赶紧溜啊！忽然，有个村民大喊：“看，野鸡，好多野鸡呀！这都飞起来了！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野鸡一起飞。”大伙儿都吃惊地瞪圆了眼睛，像是看见神话降临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见过这么多野鸡一起飞。此时，老虎的咆哮声也消失了，甚至一帮村民还看见从芦苇丛里钻出李大宝和他的小舅子，就站在旁边的空地上，手里还挥舞大喇叭。放屁啊！哪有什么老虎？是李大宝和他小舅子用大喇叭喊的，这也太像了吧！差点把我吓得尿裤子啊！原来是他们发出老虎叫来赶那些野鸡。奇怪了，按理老虎一叫，他们应该往更深处躲呀，怎么全都飞起来了？这李大宝还真是挺大本事啊！刚才咱们听到低沉的老虎叫，是在威胁那些野鸡，先把他们吓一大跳，又突然转成大声咆哮，这是在发动攻击。野鸡们知道，哪怕藏得再深，老虎也能钻进去，就吓得全飞起来，但这也把野鸡吓飞了。他们俩又怎么抓？此时就有村民指着那座小山谷，看啊看啊，好多野鸡被抓了，被一张大网都住了。姐夫，小虎，你们赶紧来啊！我跟大姐快撑不住，要被野鸡带飞了。这可起码上100只野鸡，虽然累了，但齐心协力下，渔网还真的要往天上飞。李大宝和苏小虎马上冲过来帮忙，上100只野鸡啊，全部牢牢罩在了渔网里头。大宝，你咋这么能呢？都算好了，野鸡们会朝这边飞。肯定是得朝这边飞啊！那片芦苇丛后边是一帮要打野鸡的人，早就让他们害怕了。左边和右边又是我和小虎发出的虎叫，他们会往虎口上撞吗？明显没有那么傻，干脆就朝自己看得见的方向飞，这不就飞出来了。一切都在我和姐夫的计算之中。那些村民和猎人全部跑来了，都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切，眼里透出贪婪。这年头，哪怕1只野鸡都足够让人打破脑袋，何况是上100只。李大宝，你还真厉害，想出这么绝的招数，逮着了这么多野鸡。你这是把我们花甲子村的野鸡都给带走了呀？接着，一个5大3粗的汉子挤了出来，一双眼睛更是直往一堆野鸡上边滴溜溜打转。你咋把花甲子村的野鸡全打了？你打完了以后，大家去哪打野鸡？野鸡又不单单花甲子村能打，这么多村子的人都来打，也没见说什么啊。看见我们打了这么多野鸡，你们就眼红了，想要啊？别说门，
窗户都没有。野鸡都打走了，以后咱们还打什么？而且你们用大喇叭扮虎叫，把野鸡吓得不敢在这打窝了。以后别说打野鸡，一只野鸡都见不着。这件事你们必须得给个说法，要不别想走。这大汉是花甲子村的一个地痞，叫虎二。他把手一摆，跟他混的7、8个兄弟马上围了过去，把李大宝和姐弟仨的所有路堵死。山里明明野鸡成群，村民却每次都空手而归。这个男人只是用2个喇叭，竟然野鸡成片的往里钻。野鸡都打走了，以后咱们还打什么？而且你们用大喇叭扮虎叫，把野鸡吓得不敢在这打窝了。以后别说打野鸡，一只野鸡都见不着。这件事你们必须得给个说法，要不别想走。老子管你那么多，凭实力打的鸡，关你们屁事！再不让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对老子不客气，你对我咋不客气？这时虎二盯上了苏春柔。哟吼，我听说了，你就是前阵子来投靠李大宝的，听说长得挺漂亮，这一看还够水灵，帮你家男人说话。他朝苏春柔伸出了狗爪，李大宝抓住虎二的手腕，猛然一扭，顿时虎二发出凄厉的惨叫：放了我！你他妈放了我！你快要把我手腕扭断了，弄死他！一帮混混马上朝李大宝扑去，李大宝一脚一个将混混全部踹飞，混混倒在地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来呀来呀，我姐夫很厉害，我也很厉害，谁敢抢野鸡，老子就把他脑袋踹得他爹妈看见了，都问他到底是谁。忽然有人大喊：村长来了！村长来了！大伙纷纷让出了一条道。一个50、60岁、满脸阴沉的老家伙走了出来，他叫花国庆，花甲子村的村长。李大宝，你干嘛？赶紧把虎二的手放来，扭断了他手腕，你还得赔医药费。李大宝冷笑一声，随手一挥，虎二就跌跌撞撞退后好几步，一屁股坐倒在地。花村长，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，车况一目了然，电车还有电池回购保障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花村长，给讲典礼吧，这些野鸡都是咱家打的，你们不能因为量大就来抢呀，还有王法吗？大宝啊，你不地道。我姐夫咋就不地道了？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我就来说说，大宝，你为啥不地道？第一，你也知道打野鸡不能放枪，声音太大会把野鸡吓得钻身出去。咱们想打野鸡，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你还用大喇叭叫，这不比放枪更严重吗？以后野鸡都不敢冒头了，大家打西北风去吗？第二，你打了这么多野鸡，让我们打什么？虽说这芦苇丛灌木林，谁都可以来打野鸡，但那也是花甲子村的，我们大肚谁都能来打，不赶人。但你一下子打走上100只野鸡，就是你不对了。所以嘛，这些野鸡你真不能全部带走。我做主了，你们来了4个人是吧？一人领1只走，其他交给我分配。村长公道，就这么办。要不我怕你走不出这里啊，几百个村民一发喊，我都拦不住。村长，你眼下耳朵也聋了，没看这家伙对我家女人耍流氓，老子不揍他还叫男人？花国庆猛然点头，透出力气来了。李大宝，我做中间人调和不了，你不愿意接受我的公道，我就不管了，你们想咋地就咋地，抢啊，把那些野鸡全部抢走。当即这些村民如同潮水般涌来。大宝，我们赶紧走，别管野鸡了。此时不远处响起一声虎啸，周围的山谷都跟着轰轰作响，那些扑过来的村民也顿住脚步，惊慌地看着周围。怕个鸟啊，又不是真老虎，李大宝肯定还有帮手，又在那拿大喇叭学虎叫呢，想吓跑人。忽然又是一声虎啸冒出来，而且声音进一步逼近，村民们更慌了。大伙儿别怕，不可能有老虎的，赶紧抢呀！大老虎，刹那间村民们个个都吓傻了，连忙跑路。二姐，是之前保护咱们的大老虎，真是山神大人，他又来保护咱们了。苏小虎从渔网里头掏出2只肥硕的野鸡，带着胆子走到大老虎面前。小虎，回来，赶紧回来，这是老虎啊，你别太靠近它。山神大人不会伤害我们的，他是咱全家的保护神。山神大人，是吧？他把2只野鸡递了过去，老虎闻了闻，然后张开嘴巴，一下子就把2只野鸡咬住。他扭身看了李大宝一眼，又窜入草丛里，消失不见。虎兄啊，虎兄，不跟你说了，得赶紧往丛林深处走，暂时不要冒头，几个边疆猎人随时可能会来啊。行了，山神大人保护了我们，没事了，搬野鸡走人吧。大宝，这山神大人咋回事呢？咋就专门保护我们？上次这样，这次也这样。别管那么多，反正山神大人保护了咱们，就是好事。晚上，4人将野鸡全部做成了盐焗鸡。第二天，李大宝背着1箩筐盐焗鸡就去了镇上找董冠景。大宝，你箩筐里的是不是盐焗鸡？好像我吃过的都没你这香。我山上打的野鸡做的盐焗鸡，叶老、董爷，你们尝尝味道如何？2人迫不及待地撕下鸡腿吃了起来。好吃好吃，我在小董这吃了不少盐焗鸡，别的地方也吃过，可就没吃过这么美味的，这味道和肉质真绝了，确实比我吃过的任何盐焗鸡都要美味。大宝，你这下厨的本事真太绝了，连盐焗鸡都做的那么好吃。这倒不是我的功劳，我老婆做的。董爷，我这还有88只盐焗野鸡，你看看野味馆要不要？要就跟我买，不要我再想办法卖掉。你这是雪中送炭呀，88只是吧？我全收了，多少钱？
你看着给。12块一只吧，放在我野味馆卖，最多也就卖18块左右。没问题，就12块，董爷愿意买，我就愿意卖。1060块，不用找了。谢谢董爷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李大宝来这的主要目的有2，第一是卖盐焗野鸡，第二是想打听几个边疆猎人什么时候进山狩猎。他也没主动问，迟早有人会说。果然，叶雄鹰开口了：“大宝，本来我找的几个猎人，前2、3天就得去跟你会合，由你做向导，带去深山打猎，但他们的准备功夫没弄好。进山打个猎而已，都准备几天了，还有啥没准备好？他们这回雄心勃勃，一定要打着老虎。按照判断，认定这10万大山，哪怕几10年没传出过老虎的踪迹，但肯定有，所以得再搞多些打老虎的装备。本来之前准备了一张特制的网，布下陷阱网老虎，但那张网经过他们测试，质量还是不过关，有可能被老虎撕破，所以就跑县城去找了监狱网厂，要定制一张特别坚固的网。为了能更顺利的捕获老虎，还打算从国外弄来效果特别好的麻醉针。咱们国内虽然也有，但对付那种庞然大物，恐怕药效不够。特别坚固的网，再加上国外特效麻醉针，铁了心要打老虎啊！但愿虎兄能听我话，乖乖溜到10万大山深处去，千万别出来。对了，大宝，还得向你请教一件事，你经常去大山打猎，有没有发现过老虎踪迹？如果有，能不能判断出是公是母？说起来，在我们那还真偶尔有老虎下山，老虎的踪迹我也发现过，就是不知道为啥要问是公是母。异性相吸嘛，人类这样，野兽也一样。山里头的老虎是公的，我就打算找只母老虎过来；如果是母的，我就找只公老虎过来。叶老，你还真神通广大，能找虎引虎。你也知道叶老是什么人，找只老虎过来还不是3下5除2的事，马戏团动物园就找得着。虎兄嘛，自然是公的。如果叶雄鹰能弄来一只母老虎，倒可以跟虎兄双宿双栖。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李大宝心里滋生了。据我判断，山里的老虎可能是公的，所以叶老最好弄只母老虎过来，就算搞错也没多大关系。好，那我就动用关系去接一头母老虎过来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认准瓜子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村子里麻雀泛滥成灾，村民却拿他们没办法。男人只是用了2种植物，却轻松解决了麻雀。大宝，在镇子西边，上千亩早到成熟了，引来了不少麻雀，这可把老百姓的口粮抢到不少。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打麻雀，但效果不咋样。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董爷，你主要是为了打着麻雀，野味馆又能增添一份美味吧？麻雀肉虽然不多，但不少人就好这一口，不少客人都喜欢点这道菜。你要是能打到麻雀，我2毛钱一只跟你收。行，你先带我去稻田那边看看，我争取今天给你打些过来。很快，一帮人便来到了稻田旁。此时，不少人正在抓麻雀，可一只都没抓到。董爷，这麻雀太鬼灵精怪了，不好打啊！别看着多，就是打不了多少。我带着4、5个人忙活一上午，也才打了20多只。小小麻雀也懂得怎么闪避了。大宝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算了吧，看你这样也打不了麻雀，别装模作样了。人家把所有办法用尽了，难道你还能翻出话来？要是我能成片抓住这些麻雀，你咋地？成片抓住麻雀？你说的成片是多少只？一片自然就是一个麻雀群，你不会看，100-2百只总有吧？大宝，你真有这能耐，成片拿下麻雀？不能吧？世上没不能的事，看你会不会来试。别吹牛了，你要能把这些麻雀成片抓住，我随你怎么样都行。虽然你脾气不好，但长得挺漂亮，真随我怎么样都行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对我打歪主意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，你还天鹅肉呢？最多算一块野鸡肉。爷爷，您看他说什么话啊？他对我耍流氓。是你要跟他打赌的，但又怕输。我才不怕输，我就不信他能成片打下麻雀，我就跟你打赌，你要是搞不了，你就趴在地上，让我用木棍打100下。好，我赢了，你就输我300块吧。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不过董爷，要打麻雀还有个先决条件，你能不能让稻田里的人全部出去，免得连他们都一起打了？行，他叫黑山去处理，黑山马上照办。临走前还奇怪地看了李大宝一眼。董爷，你知道哪有鼓风机吗？你还要用鼓风机？你别是想把风一吹，直接把麻雀吹晕，然后就可以去捡吧？算你说对一半。有，我马上找人去取，还要什么东西吗？不用，剩下的我来吧。20分钟后我再回来。他飞快跑向了不远处的丛林，留下一帮面面相觑的人。爷爷啊，您说这家伙到底要怎么打下一片又一片麻雀？要鼓风机干嘛？他不会真能办到吧？这个赌啊，我估摸你得输。幸好人家大宝不贪心，只要你300块。要是让你嫁给他，看你咋办？他绝对不可能赢，不可能这么神奇，一定是我赢他。到时我这棍子肯定能朝他屁股上打100下。李大宝跑入丛林，他在丛林里找了几朵天仙子和洋金花，他还不大满足，到处搜了一番，看有没有曼陀罗，找了一圈没找到。没曼陀罗呢，洋金花和天仙子应该也够用了。他带这些植物回去了。董冠杰的行动果然迅速，鼓风机已经摆在了稻田边。你可算回来了，哥们，还以为你怕跟我打赌输了，被我打屁股，不知跑哪去了呢。
看到没有？这么多人等着你，就想大开眼界，看你怎么一展神威。等着吧，这300块钱我拿定了。李大宝让他们尽可能退得远，然后就拢了一堆枯枝败叶，起了一堆火。鼓风机摆在火堆前边，差不多到火候了，他就把天仙子和杨金花全部丢入火堆。此时火不大不小，2种中草药全丢下去，很快腾起了烟雾。鼓风机里吹出的风，马上把烟雾吹得朝前飘去，烟雾渐渐弥漫开来，变得很淡了，如同清晨的薄雾，弥漫了大半边稻田。麻雀扔飞来飞去，或者落在田地上，津津有味啃着稻谷。没多久，奇怪的事出现了，飞在空中的麻雀一只接一只往下掉，掉在地上时还使劲拍打翅膀，但很快就一动不动。很快，空中下起了一场麻雀雨。太神奇了吧！这小伙子烧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一闻那烟，麻雀就哗啦啦往下掉。还能这么打麻雀？开眼了！大宝，你这到底烧了啥东西？为啥产生的烟雾能那么快把麻雀熏晕？一种天仙子，一种洋金花，古代医学典籍都有介绍，它们具有麻醉止痛的效果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古代的麻醉剂，烧它们产生的烟雾，人吸进去没多久都会晕，更别说那些麻雀。大宝，你太厉害了，不单单能打猎，对中药知识也掌握得挺好，难怪能打到那么多猎物。可这些晕过去的麻雀会不会有毒？洋金花和天仙子只是麻醉作用，等它们醒来，一点事没有，吸入的并不多，估摸10几分钟就会醒。你赶紧叫人捡吧。好，大宝啊，你确实牛，这种捕猎方式我第一次见，你到底咋想出来的？古代就有燃烧具有麻醉作用的中草药，把猎物熏晕的事并不复杂，就是比较危险，一不小心也会把自己熏晕。大宝，一共1545只，每只2毛，就是309元。董冠杰拿出31张10元钞票，塞到他的手里。大宝，拿着，今天非常感谢你啊，小事而已。大宝，我那几个猎人估摸着2、3天就会搞定一切回来，到时需要你好好协助啊。你给了我1000块导游费，我肯定尽力。叶老放心吧，看在这1000块的份上，最多领你们打些野猪、野狼啥的，想打虎凶、老鼠洞都没有。李大宝离开后，叶雄鹰的脸突然微微沉下。这李大宝确实有些狡猾呀。问他有没有见到老虎，他的回答模棱两可，一点都不提自己跟那只老虎有什么关系。是啊，他可不知道，咱们都打探清楚了，那只老虎出过3次山，都跟他有关系。爷爷，老董，为什么老虎老在帮李大宝？这真是老虎作为山神，保护一方子民呢？还是李大宝和老虎真有什么关系？老虎是山神，山神保佑人，封建迷信嘛。而且为什么老虎谁都不保护，每次都保护李大宝？这说明一人一虎间肯定有某种联系。叶老说的对，所以边疆猎人进山打虎，大宝非但不大可能成为助力，还可能变成阻力。所以叶老现在咋整？还要不要大宝做向导？要，为什么不要？既然大宝跟那只老虎间有某种神秘联系，那么是不是通过他能把老虎引出来呢？那只老虎我势在必得。人只是带着一家上山打猎，却不料爷爷派出狼群想要将他咬死。第2天一大早，李大宝招呼姐弟仨一起进山打猎。啊，我和丫丫也要进山打猎吗？当然了，但咱们今天打猎一点危险性都没有，那里有种美味，现在正是最好吃的时候，还不用费劲，随便捡就能捡着。不是肉吧？是山珍啥的，所以捡就能捡着。走吧，进山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李大宝带着姐弟仨朝丛林走去。他们进去没多久，在村子里的一个隐蔽角落就出现了3道身影，其中一个赫然是李国律，还有他老朋友张松山，另一个是张松山的儿子张小松。张小松的神经似乎有点不正常，两眼直勾勾盯着正往山里走去的苏春柔和苏丫丫。漂亮漂亮，真漂亮！我要他们做我老婆，屁股大，能给我生孩子，生很多孩子。松山啊，小松的脑子真没办法治好了吗？他老婆下手也太狠了，硬生生把他打成这样。那咱们也没讨治好，敢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，他整个人都被狼吃掉了。嘿嘿。张小松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人，几年前娶了老婆，经常打他，他老婆忍不住从旁边摸了个花瓶，狠狠砸在张小松的脑袋上，但醒来后就变成了这副模样，有点像二愣子。松山，你养的狼真厉害，待会儿能帮我们大忙了。你可要记得，你那狗孙子死掉了，他家产就相当于是你的，到时至少得分1半给我。咱们几10年交情，我怎么会骗你？还有你儿子不喜欢那2个娘们吗？把李大宝干掉了，我做主他老婆和小姨子都给你儿子。好好好，我要你孙子的老婆和小姨子。走了大概20分钟，李大宝带着姐弟仨拐进一条更加隐秘的小路。就在这时，苏小虎突然被一个东西吸引住了。看，好多南酸枣啊，咱们摘些枣回去吧。是啊，摘些这枣子带回去，洗干净切开来，跟蜂蜜一起泡，泡了再冲水喝，很润的。苏小虎已经二话不说冲到了树上。就在这时，他被不远处的一幕吓到，他用力地揉了揉眼睛，再继续看，然后整个人都惊慌起来。小虎，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？
狼来了，好多狼，得有6、7头。姐夫，赶紧抄家伙，他们快要扑过来了。李大宝顿时一阵悚然，赶紧从旁边捡起一根粗大的木棍。春柔、丫丫，你们赶紧爬到树上去，快！两姐妹不敢怠慢，赶紧爬上旁边一棵树。没多久，果然有整整7头灰狼窜出来，他们马上形成包围之势，朝李大宝逼去。李大宝微微皱眉，有点不可思议。一头年轻公狼马上朝李大宝扑去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朝他脖子就咬。李大宝赶紧闪身，扬起木棍，朝那头狼的脑袋狠狠砸去。年轻公狼瞬间摔倒在地，翻了好几个滚，但又很快跳起来，用力晃着狼头。其他狼也恶狠狠朝李大宝扑去。姐夫，我来帮你。帮你个鬼啊！待在树上别动，这些狼很凶，咱们手里没家伙，一不小心你就会被开膛破肚。他这次进山没想过打野兽，所以身上连把刀都没带，这下子着实有点危险。几头狼朝他发起围攻，他不断闪躲，趁机一棍又一棍敲出去。虽然把几头狼打得不断翻倒，但并没造成太大伤害。他们又飞快地跳起来，摇摇脑袋，继续朝李大宝扑。李大宝一不小心被一头狼在背部狠狠抓了下，李大宝疼得一个抽搐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在地。树上的两姐妹被吓得惊慌失措。李大宝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赶紧一扭身朝远方跑去。你们先待在树上，千万别下来，等我把狼群引走，千万别下来啊！放心，我想到办法解决了。看着李大宝逐渐消失在丛林中，背后还有整整7头狼追着跑，姐弟仨都吓得脸色发白。大宝，小心，一定要小心啊！另外一头的丛林里出现了3道身影，正是李国律和张家父子。我说呢，找了大半天不见踪影，原来躲这来了。松山，还是你叫来的狼行，闻着味儿找这来了。兵分2路，把狼分成2批，一批去把李大宝咬死，一批把姐弟仨搞死。用不着，这姐弟仨没啥战斗力，我都搞得定。苏春柔简直是个狐狸精，要不是她把我大孙子迷了，想娶她做老婆，也不至于搞成现在这状况。我大儿子一家都死了呀，他就是祸水。松山，你驱那些狼去把李大宝咬死，我找姐弟仨算账。张小松马上跟了出去，兴奋的手舞足蹈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要找老婆，我一下子就能找2个老婆呢。很快，李国律从丛林里走出来。李国律，你这死老头怎么在这？想不到我在这办，李大宝把我大儿子一家害死，现在他也得死。你们要是不听话，同样得死。苏小虎可不跟他客气，猛然举起弹弓，一颗铁珠子飞了出去，正好打在李国律的额头上，马上给他爆了个小头，鲜血横流。小兔崽子，你还敢拿弹弓打我？苏小虎回应他的又是一颗弹珠。你到底用了啥法子引来那么多狼，要把我们咬死？我姐夫都受伤了，你不是人啊，老东西，我打死你！这一回，李国律闪开了，他还顺势从旁边摸起几块石头。小兔崽子，你敢用弹弓打我，老子砸死你！李国律，你还是人吗？连一个小孩子都要欺负？他妈把我大儿子一家全部干掉，你们才不是人！李大宝特别不是人，今天你姐弟仨都得完蛋，李大宝没准死在狼爪子下了，你们跟着去吧。张小松已经跑到两姐妹所在的树下，猛然抱住大树，两脚蹬着往上爬。2个娘们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你们乖乖听话，就不会死，都做我老婆。李大宝这窝囊废，啥时候变这么厉害的？他好像还不是乱跑，他有目的，这是要跑到哪去？张松山不愧老猎人，很快就发现了这些疑点。不过疑点并不足以让他打消放弃追杀的想法。李大宝今天必须死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李大宝猛然钻进一处灌木丛。这小子找死吧，在灌木丛里，你跑得哪有狼快？7头狼紧追不舍，眼看就要窜入灌木丛。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一颗子弹爆了出来，打中了跑得最快的那头狼。他嗷一声倒在地上，双脚一蹬死掉了。剩下的6头狼吓得纷纷顿住脚步，后边的张松山也吃了一惊。刚才明明没看见李大宝手里拿枪呀，怎么一钻进灌木丛就打出枪来了？电光火石间，张松山发出一声狼叫，这是命令狼群进攻的信号。6头慌乱的狼又发出咆哮，继续朝灌木丛里冲。但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，又是枪响，一头狼被再次打得重重扑倒在地。第3头狼、第4头狼全被打翻了，剩下3头不断后退。要不是后边的张松山继续发出狼叫，逼迫他们前进，恐怕已经夹着尾巴四散而逃。但不管张松山怎么催促，他们都不敢往灌木丛里钻了。按理说，就算被李大宝用枪打倒了第1头狼，其他狼也有足够的时间冲进去把他咬死。李大宝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再装的。又是一声，剩下3头狼全部被打中要害，瘫倒在地。整整7头狼就这么死气活了。张松山不甘心，他也带着一把双筒猎枪，对着枪声传来的方向，随后马上钻入灌木丛，就发现地面上确实掉了4把双筒猎枪，但李大宝不见身影。李大宝趁他不注意，直接一拳打了上去，随后立刻把枪口对准了他。张松山，是你还能驯野狼对付我？干嘛要杀我？说，你钻进灌木丛之前明明没枪的，为啥这里突然有了4把双筒猎枪？难不成你早就知道有人要埋伏你，所以先把枪埋在这？李大宝自然不会跟他说，这4把猎枪是他从云来村4个村民手里缴获的。当时那4个村民看中他打来的一堆野兔子，想要抢走，结果被他反杀。他们手中的4把双筒猎枪也被他埋到了这。别问那么多，只管告诉我为什么要杀我？是你爷爷李国律找我这么干的，说把你弄死。你这段时间弄到的钱就我们队半分。他说你打了很多猎物，肯定攒了不少钱，几千上万都有。李大宝饿了，
狠狠砸去。张松山哼都没哼一声就完犊子了。接着他马上钻出灌木丛，赶紧跑回去。三姐弟还在那边，这边张小松被2个女孩子踹下去2次，当他第3次爬上树，苏丫丫又一脚踹来，却被他抓住脚腕，狠狠往下一扯。苏春柔下意识赶紧拉住妹妹，结果2个女孩子都被张小松扯了下来，重重摔倒在地。你们是我老婆了，是我老婆了，哈哈，我有2个漂亮的老婆了。而苏小虎为了救姐姐，被李国律抓住，张小松也张牙舞爪朝2姐妹扑去，就要图谋不轨。忽然旁边窜来一道身影，肩膀狠狠撞了过去，把张小松撞得重重摔出去，砸在了一棵大树上。你竟然没被狼咬死！李大宝冷笑，马上朝他扑去。李国律伸手就要掐住苏小虎的脖子，把他拎起来，用来威胁李大宝。但苏小虎看到手伸过来，狠狠咬住李国律。李国律疼得撕心裂肺，然后就被李大宝狠狠一脚，被踹飞出去。张小松挣扎着爬了起来，他这会儿居然也恢复了几分神智。我爸呢？我爸不带那些狼咬你去了吗？他在哪？你爸没了。忽然，张小松抽出一把短刀，朝李大宝狠狠扑去。李大宝一闪身，用出一个擒拿手，抓住张小松的手腕，当即短刀刺进张小松的心窝。张小松一头栽倒在地。李大宝，你别追过来，我是你亲爷爷啊！你要敢对爷爷下手，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让我走，我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李大宝冷笑，把短刀当飞刀般甩出去，猛然扎进李国律身上，他顿时摔倒在地，抽搐一阵后就不动了。本想放了你这老家伙，但你要送上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苏春柔跑过来，吓得小脸直发白，还在那哭着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解决掉了。大宝，你背后出来好多血。你别哭得那么伤心嘛，要不别人会以为你死了老公呢。我还好好的，一点小伤，很快就能治好。采点草药，先止血去毒。我现在就去找草药。没多久，2姐妹找来了草药，赶紧咬碎，敷到李大宝和苏小虎的伤口上。我会把李国律和那家伙处理掉，回去后谁也不能说，明白没有？姐弟仨纷纷点头。自然不能说，这毕竟死了人。大宝，咱们不会有事吧？不说出去就不会有事。他让姐弟仨休息着，就去把李国律和张小松处理了。随后，他带着姐弟仨来到倒下七头狼的地方时，3姐弟都大吃一惊。姐夫，你好厉害啊！原来这七头狼也被你干掉了，我当时还以为你是逃出了他们的魔爪呢。是被双筒猎枪干掉的，到处都是孔。哎呀，这狼皮也很值钱的，打成这样就不大好卖了。咱家这没过门的老婆果然是个小财迷啊！他招呼着姐弟仨，把七头狼全部转移到旁边的草丛里。忽然，李大宝发现其中一头死狼的肚子里微微蠕动，并已经死了的野狼肚子却在微微蠕动。只见男人拿出短刀，贴着母狼的肚皮，轻轻一划，当即一股血水涌出来，还掉出2只狼崽子，它们微微蠕动，显然还活着。这2只狼崽子也真是命大。姐夫，这2只狼崽子要咋处理？能不能吃？吃，你就知道吃。这2只狼崽子可是宝贝，要是能养活养大，能帮咱们打猎吗？是好帮手。姐夫，你说对吧？没错，丫丫说的对。本来我还想买2条小狗看家护院，但狼崽子显然更好了，他们到现在还没死，福大命大，只要能养活，长大了肯定是打猎的好帮手。可狼崽子也心大，长大了会不会不听话？没准反被他伤着。没有养不怪的狼，只有不会养的猎手。放心，我有的是办法。这些狼先留在这，我们带狼崽子回去。4人快步回去，差不多1个钟头才回到村子里。牛王头他们一看，都大吃一惊。宝爷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你和小虎身上都是血？不说进去捡什么东西，不打猎吗？这好像是被野兽伤着了。遇到了几头狼，但被我解决掉了，没事，你们尽管干活。他又交代姐弟仨先安心待着。那你呢？我自然要进去把那7头狼拉回来。你不说了吗？狼皮虽然被打坏，但缝缝补补还是能卖些钱的。狼肉也起码得有300-400斤，够咱们好好吃的了。他骑上摩托车，突突突的就窜入丛林。他把7头狼全部搬到后座上，用绳子捆好，几百斤的7头狼压上去，还非常稳妥，开起来也不摇不晃。没多久，李大宝又回到家中。宝爷，你真是猎神啊！这都被你打到了7头狼，狼多凶猛啊！虽然比不上老虎和狗熊，但特别狡诈。别拍我马屁了，干活。今晚咱们先吃鱼肉，那些捡来的鱼容易坏掉，得趁新鲜吃了。狼肉就明天中午炖。看李大宝回来，苏春柔就赶紧把他拉进房子，让他趴在床上，得好好再处理伤口。很快，苏小虎把沈大夫叫了过来，他叫沈慧，是定子村的大夫，也有人叫赤脚医生。沈慧这个赤脚医生长得还挺漂亮，皮肤白，风姿绰约。前几年她丈夫进山打猎，被豹子咬死了。她看了李大宝背上的伤口，顿时一惊。上帝还真严重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苏小虎也在旁边，就眉飞色舞的把姐夫跟7头恶狼决斗的经过说了出来。李大宝，你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，7头狼啊，你怎么斗得过？沈大夫，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没看到吗？那7头狼都被我姐夫打死了，倒在屋子旁边呢，待会儿就要处理了，替我姐夫好好出口气。沈大夫，待会儿你给我家男人看好了伤，我给你弄2斤狼肉尝尝。这一听，沈慧不由得咕咚一声吞了口水。虽然他知道狼肉不大好吃，膻味比较重，但这年头别说肉，连油水都缺，能弄2斤狼肉吃也很不错。我先给大宝打了针再说。接着就去拉他裤头。沈大夫，你这是要干嘛？
你进长个仨，我给你打屁股针。你们杵在那干嘛？还不出去？难不成要看我屁股吗？姐弟三不好意思的咧嘴笑，赶紧溜了出去。看着李大宝，沈慧突然一阵脸红。大宝，我记得你以前很瘦弱的，现在咋变得这么强壮了？身上到处是肌肉。练的呗，总不能一直弱着，男人就得强起来。我先给你打针。没多久，沈慧就给李大宝打了针，又拿了些药，交代注意事项。大宝，你现在好厉害了，经常进山打猎，被称为猎神。你有没有看到过一头缺了只耳朵的山豹？没见过，就是把你老公咬死的那只。是啊，他死后的半年，我经常梦见他，说他不甘心，怎么进山挖点山珍，就被豹子咬死了呢？我想替他报仇。大宝，你能不能替我找到那只山豹，杀了他？只要你做得到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说的情急，他伸出小手，紧紧抓住李大宝的一只手。李大宝尴尬咳了2声。沈大夫，要不你先放开我的手。沈慧触电一般，赶紧收了手，脸顿时通红。沈大夫放心，我进山打猎会留意那只缺耳朵的山豹，发现了打回来给你。大宝，谢谢你，真的帮我报了仇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想要我什么，我都没问题的。这说的把李大宝都给搞不好意思。看着沈大夫那红艳艳的脸蛋，李大宝又生出警惕。必须和他保持距离，免得被这母狼吞了。沈慧出了屋子，而手脚麻利的苏春柔已经给他准备好了2斤狼肉。沈大夫，辛苦你了，这些东西拿着。另外，我家男人打针和用药花了多少钱，我给你。他从兜里掏出一小叠散碎却叠得整整齐齐的钞票。你都给我送这么多吃的东西，我也不好意思不拿。这钱你就给个成本价，1块就好。这咋好意思？这点肉也不算啥，该给的钱还是要给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就捉到一头野猪去捕食，只见他将草药捣乱呼在野猪脸上，于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，野猪竟带着他找到了上百斤春笋。这天，叶雄鹰带着叶灵童来到了定子村，叶灵童给了李大宝300块，要李大宝带他去挖春笋。叶老有没有兴趣走一趟？老了，腿脚不便，这山路啊实在走不动，刚才走进来几里路，我都腰酸背痛的。你们去吧。李大宝和苏小虎各背一个背篓，带着叶灵童就朝山里走去。这怎么被人挖成这样了？春笋都被挖走了吧？还轮得着咱们挖吗？竹林周围坑坑洼洼，早就被人挖得千疮百孔，好像遭到了炮火袭击一样。你怎么带我来这种地方挖春笋呀？我看蚯蚓都没得挖。你那么着急干嘛？我姐夫带你来这，肯定就挖得着春笋。小屁孩懂什么？一边去！你没眼睛看啊！这都被人挖光了，换个地方。换了地方也差不多，没准更严重。不换了，就在这挖。把300块还我，我给了那么多钱，让你带我来挖春笋，享受山野乐趣。但现在搞得我一点收获感都没有了。要不打个赌，我也不要多，我真能挖着春笋，你就输我100块。你当我傻啊？要是挖1、2颗、2、3颗春笋，兴许真能挖出来，这算我输。要打赌行啊，得有个数量。行，你说挖多少才算数？也不要多，要在这能挖上50斤春笋，我就给你100块。要是不够，300块还我。现在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，剪视频剪得我汗如雨下，我要点一些冰棍降降温。正好我前2天发现了一个点冰棍很优惠的平台，淘宝闪购，现在闪购冰品节，冰品到好价，还给免运费，各种大牌冰棍、雪糕都有，配送速度非常快，到手还是帮用的呢。淘宝闪购，点外卖更优惠，买冰品我推荐淘宝闪购。行，成交。就在这时，李大宝发现了地上有野猪的脚印，随后钻入丛林里。他这是要去干嘛？不会被我吓跑，没脸回来了吧？我姐夫可能去打野猪了。什么？打野猪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没看到吗？这是野猪爪印，姐夫是看到这个才钻密林里去的，所以10有8九去打野猪了。我让他带我来挖春笋，他去打野猪，七不搭八，莫名其妙。你不是要自己挖春笋吗？管我姐夫那么多干嘛？这工具你挖吧。挖个屁哟，都被人挖空了，我怎么挖？很快，李大宝就将野猪用绳子套住，随后又找了几株草药，他将草药捣乱呼在了野猪的脸上。这种草药叫乌头，跟李大宝以前摘来迷倒麻雀的洋金花和天仙子有差不多的功效，但药效更猛烈，甚至可说有剧毒。它的汁液别说服用，哪怕闻多一会儿都会头晕眼花、口舌麻木。没多久，野猪突然一阵激烈抽搐，4只可爱的小肥腿猛烈地蹬着。他喝醉了，乌头的药效已开始麻痹他的神经。你要配合我好好干活，我还可以放了你。接着，李大宝拉着野猪走了回去。姐夫还真逮着了一只野猪啊！今天中午有野猪肉吃了。李大宝，你干嘛啊？让你带我来挖春笋，你就跑去抓野猪，混蛋！瞧瞧你，那么着急干嘛？还是叶老的孙女呢，一点淡定的气质都没有。你脑子有毛病，这个地方都被人挖了个遍，基本就不可能有春笋。你就看着，是不是被人挖了个遍就没春笋吧？记得我们之前的打赌，要是我能挖到50斤以上的春笋，你就得再给我100块。他扯了扯那头好像找不着北的野猪，这会儿野猪嘴里已经吐出白沫，继续呼哧直喘气。李大宝把他拉到竹林里，他马上抽着鼻子，不断闻来闻去，2只小眼睛直发光。没多久，他就窜到一处土坡上，用力往里偷滚，还显得急不可耐。
小虎，把锄头和铁铲准备好。苏小虎马上拿着锄头跟了过去，只见被野猪拱过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颗春笋。哇，姐夫，这里还真有春笋，这么大的呀！就这一颗，不得有4、5斤重。野猪还拼命去拱，却被李大宝拉开了。小虎，小心点把它挖出来，我估摸不止1颗，起码得有2、3颗。很快，3颗春笋就被苏小虎挖了出来。姐夫，你说的真准，里头还藏着2颗春笋呢。虽然小一点，但每颗也有2、3斤重。这片地不被人挖空了吗？怎么还有？李大宝，你怎么找到的啊？李大宝懒得理会他，又拉着野猪像巡视领地一般到处走来走去。没多久，野猪的鼻子又一阵耸动，疯狂拱起了土。很快又出现一节春笋的影。小虎注意哈，这里也有，比你挖的第1颗还大。好嘞，今儿个我跟我姐夫真开心，又挖春笋又赚大钱。接下来，李大宝牵着野猪到处走来走去，野猪可神了，不断拱出一节又一节春笋。苏小虎挖得不亦乐乎，就连叶灵童都憋不住了，跟着挖了起来。很快，旁边的春笋就堆成了小山，这都远远不止50斤了。李大宝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找了一头野猪，他还帮你拱这些春笋呢？难道你把他驯服了？李大宝笑了笑，也没隐瞒，说了起来：我给野猪鼻子上抹的乌头，麻痹了它的神经，让它神志模糊，哪都拎不清，还口渴的要命。这种情况下，野猪就只剩本能，想找点吃的东西解掉口渴。而带它来到这，除了春笋也没啥了。春笋也是鲜嫩多汁能解渴，所以野猪不顾一切去拱那些春笋。听完这一切，叶灵童瞪大眼睛，对李大宝的怨恨也变成了佩服。李大宝，你咋这么厉害呀？还能想到这么绝的办法？现在不骂我了？算了，不骂你了，毕竟你确实帮我挖了这么多春笋，我还得向你说对不起，我冤枉你了，还以为你在玩我呢。行了，你认不认错无所谓，认输就行。要是认输了，就……他把手掌一伸，国改不了吃屎，财迷改不了贪钱。他从身上拿出10张10块钞票，拍到了李大宝手里，给你，财迷。李大宝哈哈一笑，拿出1张塞给苏小虎。姐夫，我也有份吗？见者有份，但别让你2个姐姐知道，要不……要是被他们知道这钱，肯定会被没收。10块钱啊，我能买很多好吃的东西了，能把货郎挑单来卖的点心零食全部包圆，我能成为丁子村的孩子王，他们都得听我的话。这春笋倒挖够了，60、70斤都有，这片竹林也挖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是真的断笋了。说着，他解开套在野猪脖子上的绳套，在他脑袋上一拍：野猪小弟啊，我说到做到，本来照你现在这精良体格，是吃肉的最好时候，但我还是把你放了吧。这会儿野猪中的毒也解得差不多了，他扭身就要跑，却又直勾勾看着那一堆春笋，口水啪嗒啪嗒往下流。放你一条生路，你还摊上了我的春笋。算了，看在这些春笋都是你找到的份上，给你1颗。他拿起1颗春笋朝野猪一丢，野猪张大嘴巴，一下子咬住了，接着他头也不回，屁颠颠跑了。为了捕获山里的大老虎，静不惜从国外运来1只母老虎。很快就到了李大宝跟边疆猎人上山打虎这天。你可一定要小心，这回进山打猎可不普通。我听说这条河越往上游走，就越多凶险，甚至河里还有吃人的鱼。你快回去吧，我知道了。李大宝钻进船舱，接着他就微微一愣，只见船舱里有11个人，除了10个边疆猎人，还有一个大美女，她还不是国内的女人。其他人你都认识了，这个俄国美女就是叶老请来的驯兽师安吉丽卡。安吉丽卡，她叫李大宝，我们这次打猎的向导能不能打着老虎，就看她了，靠她混口饭吃呢。当即，一帮边疆猎人发出了刺耳的笑声，笑这么厉害，当心被呛到。黑熊猛然站起来，悲愤地逼向李大宝：叶老没在这，你最好别招惹我，要不我1巴掌就能把你的脖子捏碎。回去后就说你被野兽吃掉了，叶老也不会说什么。我明白，估摸你们打好主意了，到了丛林找个法子把我收拾，回去就这么跟叶老说，对吧？一帮边疆猎人面面相觑，怎么可能这样呢？李大宝，虽然我们之间有些不大妥，但叶老千叮嘱万交代，一定要和平共处。黑熊，你干什么呢？坐回去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，一起打猎，一起发财。就在这时，船舱后边突然传来一声激烈的咆哮，震得所有人的耳朵都一阵发聋，好像有一个庞然大物在狠狠撞着铁笼子。安吉丽卡马上朝后边走去，李大宝也跟了过去。他听出来了，那是一只老虎，必须过去瞅个新鲜。你给我规矩点，安吉丽卡也算叶老布置的眼线，叶老肯定跟他说了，盯着咱们，别把李大宝怎么样。叶老不也讲了，他要不配合咱们抓老虎，也可以对他下手。话是这么讲，但也得真到他不配合的时候。反正这次打猎，尽量不要对他下手，最多不理会。当然，如果他遭到什么危险，大家也用不着保护他，对吧？一帮边疆猎人阴森森笑着。渔船后边还有个仓库，里面安置着一只巨大的铁笼，铁笼中赫然是一只斑斓大虎。安吉丽卡微微向前弯腰，刚才一张冷酷的小脸，现在充满了温柔。丽丽，安静点，没什么事的，最多1个星期，我们就能回去，别那么害怕好吗？我会照顾好你，我永远是最心疼你的姐姐。
他靠近铁笼，还轻轻伸出一只手，摆出安抚的动作。焦躁不安的大老虎稍微平静下来。这国外的母老虎还真大，如果真把碧丽介绍给虎兄，以后虎兄会不会被欺负啊？这老婆的个头比他要大很多。忽然船身一个颠簸，激烈摇晃，本来在安吉丽卡的抚慰下变得有些平静的碧丽，突然又暴躁起来。他还扬起巨大虎爪，朝安吉丽卡伸进铁笼里的手狠狠拍去。尖锐的虎爪马上把他的手背抓出几道深深的血痕。安吉丽卡吓得赶紧后退。黑熊，你不是打得过老虎吗？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帮助的。开什么玩笑！处在暴躁期间的老虎最可怕，发了疯似的，万一被他冲破铁笼，我多容易被开膛破肚。我不去，你去。就这样吧，咱们都别过去，做好戒备就行。叶老不说了，安吉丽卡很厉害，再大的老虎他都能驯服。该说不说，安吉丽卡可真不错，老子看着就特喜欢，可别让他被自个儿养大的老虎吃掉，要不就太可惜了，还不如我吃呢。而这边，李大宝慢慢向老虎走去。你干嘛？找死是吧？你会被它咬死的，还要命就赶紧滚回来。他看见李大宝嘴里发出嗷呜嗷呜的低沉声音，宛如虎啸，两手抬起来，也不断翻转，展示出一种类似于拥抱的动作。你还想驯服它？它只听我一个人的。现在它来到陌生的环境，感觉很不舒服，正在发狂，我都被它弄伤了。你简直就是找死，赶紧回来！喊着喊着，安吉丽卡就傻眼了。只见在李大宝的一系列动作下，凶猛的母东北虎渐渐安静下来，甚至随着李大宝抬起两手，微微往下一按，他就趴在了地板上。食物可以安抚老虎的情绪，让它变得安静。所以你准备了什么吃的给它？安吉丽卡目瞪口呆盯着李大宝，不敢相信他做到了。你也是驯兽师，而且本事比我还要强大。别问那么多，有什么食物就拿出来。安吉丽卡不敢怠慢，赶紧翻出另一个包，从里头拿了一块约有10斤重的猪肉干丢过去。李大宝轻松接住，把猪肉干从铁笼栏杆间塞了过去。你把食物丢进去就行，不能用手拿着地。天啊，我都不敢这么做。碧丽可不是狗，会乖乖接你手里的食物，它很可能连同你的手一起。话没说完，他再次傻眼，只见碧丽安静的就像一只小狗，只是稍微张嘴就把猪肉干从李大宝手里舔过去，含在嘴里，津津有味咀嚼起来。好虎，不错。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能不能教教我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刚才发出的虎啸是安抚碧丽的最大关键。你好像能用同类的声音化解碧丽的暴躁。有空我会教你，你先包扎伤口，打了疫苗针和破伤风真不够，看看你这手还流了挺多血呢。说完，李大宝扭身走了出去。安吉丽卡呆呆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有些不同。这个男人还不错。他很少欣赏哪个男人，想不到按照上头的命令带碧丽来执行任务，却遇到一个虎兄啊，虎兄，你现在在哪？一方面我希望你能出来，我给你找到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老婆，就是比你大上一圈，也不知你喜不喜欢，但你俩要结合，生一堆虎宝宝应该不是问题。可另一方面，我又担心你出来会被这帮边疆猎人逮着，他们可准备了不少狠家伙呀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让他们把你逮着。人只是在山里给一群猎人当导游，却不料半夜一道黑影从帐篷里钻了出来。只见黑熊走到另一个帐篷边上，对着帐篷下去。黑熊哈哈大笑，马上装填一发，再次开枪。刹那间，李大宝的帐篷被打得几乎千疮百孔。旁边的帐篷里，安吉丽卡惊慌地窜了出来。黑熊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敢这么做？你该死！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，狠狠去推黑熊。黑熊暴躁地把手一挥，安吉丽卡就倒在了地上。李大宝，你不是很狂吗？还不是他妈被我打碎了，你还能把我怎么着吗？此时，其他边疆猎人也纷纷窜出来，看见这一幕，先是有些愕然，然后就透出幸灾乐祸的笑。你们就这么疯狂的吗？摸黑对李大宝下毒手，把他打死了。回去后，叶老肯定饶不了你们。这是我干的，跟别人没啥关系。安吉丽卡，你来骂我呀？但骂我又怎么样？反正李大宝被我打死了，老子终于报仇了。黑熊，你干嘛这么冲动？这回去真的很难向叶老交代。他害我被抓得这么惨，从头到脚没一块好肉，我杀他怎么了？叶老能怪我吗？就算怪我，难不成要我给李大宝偿命？反正李大宝死了，我还活着。安吉丽卡心痛如绞，她突然拔出一把锋利匕首，不顾一切扑过去。黑熊身形一闪，然后抬枪砸去，枪托砸在了安吉丽卡的肩膀上，再次把她砸倒在地。安吉丽卡呀，你喜欢的男人没了，被我打死了，要不让我做你男人吧？很快你就会喜欢上我的。我死也不会喜欢你，有本事把我杀了，要不我一定会替李大宝报仇。这个俄国姑娘倒也相当重情重义，但说着说着，她突然愣住了。她不可思议地盯着黑熊背后，猛然爬了起来。李大宝，你没死！黑熊僵住了，又是一声狞笑。你是看见了鬼？李大宝在帐篷里被我打成碎片了，你盯着我背后看干嘛？难不成他还真变成了鬼，站在我背后要找我索命？忽然，他一阵毛骨悚然，黑熊感到后脖子发凉，他缓缓扭头一看，顿时吓了一大跳。李大宝，你没死？以为打碎个帐篷就把我杀了？黑熊，你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啊！ 9个边疆猎人也回过神来，赶紧走了过来。
李大宝，赶紧把枪放下，不要伤了和气。队长，黑熊摸黑跑到我这，把帐篷打碎，想要打死我，你又怎么说？你这不没事吗？黑熊就是开个玩笑，只是打碎帐篷，没打伤你一根汗毛。是啊，看看你一点事都没有，黑熊还到处刺伤，你敢开枪，咱们绝对不放过你。玩得真溜，要不是我觉得黑熊会趁夜对我下手，没敢在帐篷里睡，现在真跟帐篷一样被打得稀巴烂。现在我倒不能对他下手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反正你现在也没怎么样，放他一马怎么了？李大宝理智点，反正别开枪，除非你有本事把我们都干掉，要不下场会很惨。黑熊得意洋洋地盯着李大宝，有恃无恐。来呀，杀了我，开枪呀！我看你敢不敢？杀了我，你也肯定没命。什么王八羔子，我都被你害得这么惨了，你还想开枪打死我？说不过去。怎么说不过去？黑熊，你做人真猪狗不如啊！李大宝，我再说一句，反正你现在啥事没有，而黑熊伤得那么重，有怨气也正常，你就该放了他，不要再开枪，要不我们真不会放过你。来呀，开枪呀！别愣着，是个男人就开。安吉丽卡虽然很想黑熊死，但看着9个如狼似虎的边疆猎人，也感到无奈。李大宝，你冷静点，最好别开枪，要是你真敢开枪，他们就会动手。李大宝看他一眼，刚想开口，黑熊突然伸手抓住枪管，把猎枪夺了过去，紧接着调转枪口对准李大宝。小子，你给我去死！喊完，扣动扳机，9个猎人一愣，但大部分都透出兴奋。双筒猎枪突然炸膛了，好端端一把双筒猎枪炸成了2截，掉在地上。黑熊也被炸倒在地，2只眼睛仍不可思议地盯着李大宝，好像想问些什么，但马上就闭上了眼睛。他死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黑熊，黑熊，咋回事？咋你的猎枪会炸膛？哎呀，幸好我没开枪，不然这一炸膛，被炸死的就是我呀！接着他一抬头，狠狠盯着罗卫国。队长，怎么回事？这猎枪可是你丢给我的，幸好我从来没开过，是不是谁在猎枪里动了手脚？不可能，双筒猎枪是董冠杰亲手搞来的，10把都是崭新的，没有动过，我们的都不会炸膛，怎么就你的炸膛了呢？没错，就是我想问的，怎么你们的都没炸，就我的炸？谁在害我？太好了，大宝，幸好你没开枪，也幸好黑熊这个蠢货抢你的枪，结果倒把自己炸死了。罗卫国，这可怪不得大宝。队长啊，要真是我杀死黑熊，你们要怎么整？我没办法，但现在是他把自己弄死，他干嘛要夺我的枪，还要再冲我开枪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每个人都被他问得很狼狈，只能紧紧捏着拳头，虽然感觉不大对劲，但又说不出来。你是不是故意让黑熊把枪夺走的？其实你早在枪里做了手脚，所以才会炸膛。队长，你们处处针对我，连黑熊要把我往死里整都站他那边，怎么着？现在他抢我的枪，要打死我，猎枪炸膛，把自己炸死，这也能怪我头上？土龙和飞豹朝李大宝逼去，就要动手。够了，都给我回来！我看也是黑熊倒霉，偏偏这把枪炸了膛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赶紧处理好黑熊的尸体。他深深看了李大宝一眼，虽然感觉有猫腻，但这种情况还要对李大宝下手，就太说不过去了。李大宝杀死黑熊，他们师出有名，可现在蠢蠢就是黑熊自寻死路啊！人将老虎绑在树上，随即让其他猎人拿着麻醉枪和猎枪在树上蹲守。此时，一只大老虎过来，准备好麻醉枪，也别急着发射，最好等他过来踩上陷阱再说。他越来越近了，咦，他怎么停下了？老虎就在60-70米外的地方停住脚步，仿佛发现了什么，对着天空唱起。老虎的这番吼叫，仿佛在跟碧丽沟通什么。碧丽也咆哮起来，接着就拼命挣扎，显然想要把绳子崩断。安吉丽卡，安抚碧丽，让她别太激烈，免得把那头老虎吓跑了。安吉丽卡就蹲在绑着碧丽那棵树的枝丫上，她想方设法安抚碧丽的情绪，但碧丽完全不听，更加用力摆动。碧丽，你干嘛？安静下来好吗？听话。远处的老虎又走近几步，快要接近50米的范围。千万别那么急着开枪，等他到了陷阱，被网罩住了再说，这时才最安全，10之8九都能把他拿下。老虎又发出一阵激烈的咆哮，仿佛在召唤什么。碧丽更是发狂地摆动身子，不管安吉丽卡怎么安慰都没用，坚韧的绳子竟被碧丽扭断了。紧接着他就朝那只老虎跑过去，厉害的就是他居然避过了机关，没把自己给搞进网里头。安吉丽卡，你赶紧把碧丽叫回来，这怎么回事？按理说被驯服的老虎不可能搞得这么激烈啊！我也不知道。碧丽回来，碧丽回来！碧丽直接扑向那只老虎，那只老虎扭头就跑，碧丽紧随其后。本来想用碧丽引野老虎过来，结果他隔着远远，光靠喊就把碧丽拐走了。安吉丽卡愣在那干嘛？赶紧让碧丽回来，最好让他把那只老虎拐回来，不能让那只老虎拐他呀！母的，一点矜持劲儿都没的吗？安吉丽卡急得都快哭了。我正在努力让碧丽回来，但她就是不回来呀。 7个边疆猎人已纷纷从树上跳下，赶紧扣动扳机，一根根麻醉针飞射而出。不过麻醉枪的射程最多50米，2只老虎都远超这个范围了。射个毛线啊！追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准备好猎枪，现在没办法用麻醉枪了，抓不了活的就抓死的，打死了带回去，总比啥也带不了好。
7个边疆猎人拔腿狂奔。你们小心点，别伤了我的臂力。茫茫丛林，又是黑夜，哪怕这些边疆猎人再厉害，又怎么比得过老虎？没多久就失去了2只老虎的踪影。没办法了，7个边疆猎人只能咬牙切齿走回来了。我的臂力呢？你们怎么不追了？继续追啊，至少得把臂力带回来。怎么带回来？这都跑得不见影了，还是大半夜，我们也没做好深入丛林的准备，万一出了危险和人命，你负责。现在怎么办？臂力不见了，该死！早知我就不听上头的劝，不把臂力带来引什么公老虎，结果倒是臂力被拐跑了。没有办法，一帮人只能回到渔船边。李大宝，你他妈给我出来！你还在不在渔船里？李大宝从船舱里钻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叫大嚷，没素质，吵我睡觉，有没有把老虎抓着？大宝，不好了，不单单没抓着老虎，臂力也跑了。对了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臂力叫回来，毕竟臂力更听你的话。李大宝，是不是你搞鬼？要不那只老虎怎么跟成了精似的，不踏入埋伏圈，就在远处叫，把臂力叫得挣脱绳子，跑过去跟他一起没了。老虎这样牛的吗？比我李大宝还牛！你们想用臂力把他拐到手，结果他把臂力拐跑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又不是神仙。周保国死死盯着李大宝，眼神凶狠。我们还是失策了。我记得叶老说过，李大宝跟老虎熟，能把他引出来。早知道就不该让你留在渔船里，得把你带上盯着，没准就是你趁我们在森林里埋伏时，先去找了那只老虎，交代他要怎么做。不是，你把我当伏虎罗汉了吧？我去找老虎，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来，给你个机会，编的靠谱些。周保国哑口无言。老周，你说的对，确实是我们失策，但老子绝不会放弃。大家今晚休息，明天一大早深入丛林搜寻虎踪。李大宝你也跟着来，叶老不会说错，你跟老虎有交情，能把他引出来，到时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。一帮边疆猎人也累了，各自钻进帐篷睡觉。安吉丽卡却仍站在丛林入口处，不断张望着。我看臂力暂时不会回来了，我给你搭帐篷，早点休息吧。现在都1点多了。大宝，你说臂力是暂时不回来，还是永远不回来了？他万一这么跑了，永远都不再回到我身边怎么办？带老虎来丛林本就危险，他一不小心就会跑，他身体里的野性注定了，这跟你没多大关系。就算要承担责任，也是叶老承担。没错，我是不需要承担责任。上头告诉过我，只要我尽力而为，就算老虎跑掉，也不会找我麻烦。但臂力是我从小养大的啊，我不忍心看他离开我，我还想把他带回去，好好养着。老虎是猛兽，越猛野性就越强，把它放归山林，也许是更爱它的一种表现。我们人类不有一句话吗？爱它就放开它。话是这么讲，但臂力是东北虎啊，而这里是南方，我怕他不适应南方原始丛林的生活。可你也别忘了，他并没在东北丛林生活过，打小在动物园生长，所以他对南方丛林的适应比野生野长的东北虎应该更容易。再说了，还有一只公老虎带着他呢。你确定那只老虎把臂力拐走，只是想找他做老婆，不是把他吃掉？老虎会吃老虎吗？放心，他们是异性相吸。大宝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干的？难不成你真能交代那只野老虎拐走臂力？我哪有那么神奇？你信他们还是信我？按道理我应该信你，不信他们。但你表现出来的本事让我有点不敢信。臂力那么听你的话，那只野老虎恐怕也差不多吧？大宝，你不要骗我，你看着我，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想太多了，没那回事。我还是宁愿相信你，希望你不会骗我。大宝，本来我们也不想收拾你，谁让你破坏老子的计划，让那只老虎把臂力拐走，所以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是神仙，没有和老虎沟通的能力。我可不会相信你的话的，我现在就打断你的腿，把你吊树上，引老虎出来，抓住他们。别打他，要是把他的腿打断，叶老怪罪起来，你们承受得了吗？别跟我提叶老，这小子害死了我们3个兄弟，回去我还要叶老给补偿呢，马上打断他2腿。此时李大宝反手抢过罗卫国手中的枪，将枪口对准了罗卫国。谁敢开枪，老子也开。你们不要罗卫国的命，尽管来。安吉丽卡，安吉丽卡马上闪到他的背后，拿起枪对准几个边疆猎人，顿时双方形成对峙场面。你们敢开枪，老娘我也开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第一个死的就是罗卫国。安吉丽卡，你疯了吗？我们才是一伙的，你赶紧放下枪，过来这边。谁跟你们一伙？我跟李大宝才一伙。我说你脑子有毛病吧？黑熊欺负我，你不管，幸好李大宝救了我。现在你们把枪丢下，然后滚出去，要不第一个死的就是罗卫国，而且没准大家真的同归于尽。你他妈平时像个人，狠起来像恶鬼，都愣在那干嘛？赶紧退出去，全部给我退！快！5个边疆猎人不得不一边端着猎枪，一边往后退。突然，曹永军猛地跳了起来，他一下子抓住安吉丽卡的猎枪，狠狠扯了过来。紧接着，曹永军调转枪口，枪口对准了安吉丽卡。李大宝，你不收枪，我就把这娘们崩了！李大宝，赶紧把枪收起来吧！你不想要安吉丽卡的命了吗？忽然，外边传来一声非常恐怖的咆哮，宛如飓风掠过山岗。刹那间，5个边疆猎人虎躯一震。老虎，2只老虎啊！不远处，2只体型庞
大的老虎猛然扑来，开枪！开枪！5个猎人刚要扣动扳机，但老虎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猎人们还没把枪口对准，他们就已扑到近前，他们手中的猎枪都全部甩了出去。李大宝见状，立马用枪托将罗卫国和曹永军砸晕。碧丽，别把他们咬死了，别咬死人！冲过来的2只老虎，一只是碧丽，一只是虎兄，他们轻而易举就把5个猎人整得没话说，但有1、2个还非常顽强，朝甩到一边的猎枪爬过去，想要把枪抓回来。李大宝二话不说冲过去，几脚就把那些猎枪全部踹下山崖。姓李的，我就知道你不干好事，让你这只老虎拐跑了碧丽，好让2只老虎跑来攻击我们，你真不是东西！李大宝可丝毫没惯着，猛然一脚踹出，踹得周保国仰摔在地，捂着心口痛叫不已。你是东西，你全家都是东西！李大宝，有本事就让这2只老虎跑开啊！咱们人对人，不要让野兽参与，看我弄不死你！李大宝还没发话呢，虎兄就扑了过去，猛然一记虎掌，猎人被打飞5、6米，栽倒在地，口鼻流血。谁要再不老实，老虎爪子是很会给你们颜色看的。吓得剩下的3个猎人爬都不敢爬起来，连连求饶。虎兄看向李大宝，李大宝使了个眼色，他就马上扭头朝山林深处奔腾而去。碧丽看了安吉丽卡一眼，朝虎兄奔。碧丽，你回来！你是我打小养大的，没在野生环境里生存过，你会饿死的，你不适合这里的环境，赶紧回来啊！我还要带你回去呢。碧丽却头也不回，只是仰天一声虎啸，就跟虎兄窜入茫茫丛林，消失不见，仿佛那声虎啸算个告别。安吉丽卡想追，又不知往哪追，她只能呆呆站在那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碧丽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不能抛弃我，我是把你当女儿养的呀！尊重碧丽的选择吧，她毕竟不是人类，是只老虎，荒野生存是刻在血脉里的，爱她就放她走。想一想，或许以后碧丽在野生的环境里会活得更好呢。你确定她在野生环境里能活得更好，不会出什么危险？这个我不能担保。茫茫荒野意味着自由，也意味着更大风险，但能因为风险大就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吗？老虎一样，人也一样，有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放手在家祝福。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既然咱们谁也看对方不顺眼，就分道扬镳。但要再跟我作对，老子就把你们脑袋全部崩了。安吉丽卡，我们走吧。他带着安吉丽卡走，几个猎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，谁也不敢妄动。见2人离开，周保国才挣扎着爬起身子，把罗卫国和曹永军弄醒。那小子呢？有没有把他拿下？周保国难堪摇头，把之前发生的事说了。罗卫国听着，简直要把一口钢牙咬碎。李大宝这个王八蛋，还真把2头老虎变成攻击我们的利器了。叶老交代他带大家来打老虎，但他妈是带老虎来打咱们。所以老罗，现在咋整？你们现在想要咋整？总的来说，就2个选择：第一，把李大宝干掉，再想方设法打老虎；第二，先去拿沉香，毕竟沉香是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东西，先把它拿到手，再琢磨怎么报仇。队长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好，既然都听我的，我就把我的打算说出来。几百米外，一处山坡上，李大宝正拿着望远镜盯着他们。观望之下，李大宝能清楚看到7个边疆猎人满脸愤怒，满嘴脏话。大宝，别告诉我你那么神奇，能听到他们在讲什么？倒不是听，看出来的。他们做出一个选择，就是继续追杀我，把我甚至把你干掉，把2只老虎崩了，再去找沉香。他们就这么不知死活吗？都已经3番2次被你打败，还死掉了3个人，换成是谁都不会这么头铁啊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头铁，最多觉得运气不好，再加上我有2只老虎帮助，所以接下来就要下最狠的手了。现在怎么办？虽然他们也伤痕累累，但毕竟是边疆猎人，还是很凶猛的。要不我们躲吧，躲得越远越好。为什么要躲呢？安吉丽卡，别忘了，我们还要跟着他们拿到沉香呢，这赚一大笔钱的好事，我可不会错过。既然他们要杀我，我就反杀，至少让这些人再吃点苦头，直到愿意放弃杀我，乖乖去找沉香，顺便带着我们。猎人来到一处光秃秃的石头山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走来10-20只柴狗。不好，我们踩进柴狗窝了。柴狗个头不大，比狼要小不少，却发散着一股凌厉的气息。想不到在这10万大山里还有柴狗，数量还不少，起码得30-40只了吧？这种柴狗是群居动物，一旦遇到猎物，疯狂涌上，你撕我咬。该死的李大宝，他不会发现这山沟沟里有柴狗群，就把我们引到这来吧？现在讲这些有什么用？都给我盯着，别露怯。要是稍微表现出有点怕的样，他们就会一窝蜂上。众人枪口一边对着柴狗窝，一边用双眼狠狠盯着他们，慢慢朝山谷那边挪动。几条柴狗缓缓逼近，其他猎人也跟着逼近，早把他们吓得往后跑了。几人顺利走出山谷，幸好他们没发起攻击，要不我们都得葬身山谷中。看来这不是李大宝设下的埋伏，要不凭他那诡计多端的性子，肯定会引动柴狗向我们发起攻击。走，我非找到李大宝，把他收拾掉不可。大概半个钟头后，几人来到一处河谷，河谷上一大群野猪趴在那，四处打滚，非常欢腾。刚刚遇着柴狗，现在又遇到野猪，我总感觉有点不祥。旁边绕过去就行。野猪比起柴狗攻击性小。
小很多，柴狗都没攻击，这些野猪就更别说了，别招惹就好。 7个边疆猎人就顺着河谷旁边的小树林继续朝前走去。那些野猪也发现了，纷纷抬起猪头来看，但并没发出任何攻击。我好像踩中什么了。猎人低头一看，是踩中一条崩在草地上的细藤。这一踩，在他们右边的丛林里突然弹出一张小小的尼龙网，网并不大，但里头有几十块鸡蛋大的石头，瞬间飞弹而来。一帮边疆猎人见状，纷纷匍匐在地，那些石头就从他们身上掠了过去。又是李大宝布下的机关，想用这石头把人砸死，想不到我们的反应这么迅速吧？不对，他不是想用这些石头砸我们，是要砸那些野猪。顿时，几个边疆猎人把心脏提到嗓子眼里，纷纷扭头看去，果然那些石头飞出几十米，砸向了那些野猪。虽然力度不够，都没砸中，但一下子把他们吓得纷纷后退。紧接着，一头起码300斤重的野猪直接冲了过来，这一冲，其他野猪也跟着冲，瞬间形成一场猪屠。一个猎人开了枪，把冲最前头的那头野猪打了个猪仰马翻。谁让你开枪的？别开枪！话音一落，他却也赶紧抬起枪。子弹纷纷打出，因为现在不开枪也不行。冲到最前面的野猪已被打倒好几只，倒地哀嚎。后边冲过来的野猪被吓得纷纷后退。幸好这帮野猪的胆子比较小。李大宝啊，李大宝，想利用他们把我们干掉，有那么容易？别让我找到你！其他猎人也纷纷发恨不得把李大宝粉身碎骨。就在这时，嗖的一声，不知从哪飞来一支利箭，箭头上绑着一大捆野草，而野草正冒出滚滚浓烟。紧接着又是第2支、第3支，这些利箭纷纷扎入野猪群周围的地面，冒出的浓烟迅速把他们笼罩。7个边疆猎人傻眼了，这什么意思？罗卫国抽了抽鼻，脸色大变。烟雾带有强烈的刺激性，好像还带有亢奋作用，会刺激那些野猪。李大宝啊，你他妈真不是人，一环扣一环啊你！果然，本来要后退的野猪闻到烟味儿，突然发出一阵阵嘶吼，他们再次不顾一切朝7个边疆猎人冲去。野猪群都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。跑，赶紧！他身先士卒，拔腿就溜。其他猎人赶紧跟上，但2条腿哪有4条腿跑得快？那些野猪疯狂撞来，瞬间就把7个边疆猎人撞得到处乱翻乱滚，有的还被撞飞2米高，再重重摔倒在地。被后继冲来的野猪用力踩在胸膛上，浓烟渐渐散去，那些野猪群也跑得不见了影，就只剩几只被猎枪打中、受伤过重的倒在那。7个边疆猎人哀嚎不已。罗卫国缓缓爬起来，只感觉胯骨左边剧痛不已。东方，东方，你还好吧？他扑了过去，摇晃着还在吐血的岳东方。队长，我不想死，不想像黑熊他们一样。队长，求求你，把我送出去，送到医院治疗好不好？其他边疆猎人也纷纷走了过来，看见岳东方这样，都毛骨悚然。岳东方心口他下了一大块，是被一头大野猪踩出来的。岳东方说没一会儿，突然把眼睛瞪得老大，就这么没掉了。10个边疆猎人到此为止，只剩6个，每一个都伤痕累累。他们你看我看你，都从对方脸上看出了恐惧之色。李大宝简直就是魔鬼，他怎么能整出这一出又一出的，把我们干得这么惨？老罗，要不别再追着他干了，还是干咱们的事去吧。其他猎人也纷纷点头。老子不服。忽然，他像想到了什么。李大宝，我知道你在附近，敢不敢出来跟我决一死战？我跟你单挑，单挑啊！你敢不敢出来呀？是不放心吗？你可以跟着我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咱们去那决斗。接着，他猛然扭头，你们都待在这别动，我这踏马也动不了啊，腿都好像被踩断了。李大宝，你听到了，也看到了，现在我们7个人，就我还有点战斗力，我跟你单挑，你跟我来，你看我什么都没带。远处，李大宝自然用望远镜把一切看在眼里。现在罗卫国喊得那么带劲，也让他来了兴致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看看罗卫国到底搞啥名堂。大宝，还是别冒头吧，人家毕竟有7个藏在暗处，他们不能把你咋样。但到了明处，7对1，你干不过啊。这些家伙，就罗卫国没受啥伤，还比较有力气，其他我看都差不多了。就算还有1、2个能爬起来，也挡不住我一脚。就这么把罗卫国解决了也好，希望他言而有信，不再缠着我，而是去乖乖找沉香。我也好在暗中跟着，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我就在这等你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李大宝撒开双腿朝罗卫国追去，很快，李大宝就看见罗卫国窜入一处山谷。就这里，有本事来呀！罗卫国直接冲进山谷，李大宝想了想，也跟着。李大宝跟着他来到了一片山崖，紧接着他就皱起眉头，罗卫国消失不见了，而前面传来一阵嗷呜声，忽然出现了几道身影，赫然是柴狗。山崖上突然传来罗卫国的笑声：“李大宝，上当了吧？有本事把这些柴狗干掉啊！就怕我会看到你被他们撕成碎片。老是我们上你的当，现在也轮到你上我的当。不要过来啊！李大宝，上当了吧？有本事把这些柴狗干掉啊！就怕我会看到你被他们撕成碎片。老是我们上你的当，现在也轮到你上我的当。”罗卫国扬起一块石头，朝那些柴狗狠狠砸过去，这更激发了那群柴狗的暴力。此刻，李大宝赤手空拳的，怎么斗得过一群穷凶极恶的柴狗？他二话不说，扭头就跑。李大宝，你跑啊！你2条腿跑得过4条腿吗？这么多4条腿追你，去死吧你！李大宝使出浑身力气，在山谷里奔跑如飞。他很快就窜出山谷，不过那些柴狗还穷追不舍。李大宝跑得越快，他们就追得越急，还时不时嗷呜嗷呜叫，凶猛无比。此时，李大宝想到一个办法，他拼命朝6个猎人跑去。几个倒在血泊中的猎人看见这一幕，吓得纷纷举起猎枪，枪口对准李大宝。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几10条柴狗呢，开枪有屁用啊！
撑死打死1、2条，逃跑要紧。本来那帮猎人还想开枪的，但听见李大宝这么喊，都下意识纷纷收回猎枪，当作拐杖，努力把自己撑起来。此时柴狗追得无比之近，李大宝扭头一看，突然扬手，手里竟抓着一块石头，狠狠砸了过去，速度飞快，一下子砸中一只柴狗的脑袋，砸得他嗷一声叫，摔倒在地。而李大宝已经越过那几个猎人，跑到一处山崖下边。此时倒在地上的那些猎人可就惨了，一大帮柴狗见咬不着李大宝，就把怒火宣泄到那些猎人的身上，柴狗们朝他们扑去，瞬间撕咬开来，接着就是一阵阵惊天动地的惨叫。而李大宝已爬上山崖，低头一看，那副情景让他都有些惨不忍睹，却一声冷笑，没多管，反正是你们自作自受，自求多福吧。他找准方位，马上朝安吉丽卡那边跑去。此时周保国也拼命抓起猎枪，冲其中一只开枪！开枪！把这些柴狗打跑啊！我们刚才上了李大宝的狗当，早知道就该开枪的。这柴狗虽然凶狠，其实胆子比野猪小很多。一帮猎人纷纷回过神来，赶紧抬起猎枪，纷纷扣动扳机，砰砰连声。果然，那些柴狗吓得赶紧扭身，夹着尾巴跑了。很快，他们就跑得不见踪影。而6个猎人中，又有2个被柴狗开膛破肚，只剩周保国、曹永军和张志华3个。此时，罗卫国也跑了过来，看见这一幕，差点气炸。李大宝，你这混蛋！我把你引到山谷，想让你被柴狗咬死，你他妈却把柴狗引到这来了，又咬死了我2个兄弟啊！周保国更是气愤，七窍都快冒烟了。早知我们就不听李大宝的，直接扣动扳机，不单单能把他干掉，也能把柴狗干掉。要不吓跑，李大宝实在是太狡猾了，我们当时太紧张，都着了他的道儿。这帮猎人一个个后悔不迭，但现在说这些又有啥用呢？本来好端端7个猎人，被野猪踩死1个，又被柴狗咬死2个，如今就只剩4个，还伤痕累累。他们怕李大宝发动突然袭击，都抓着猎枪，紧盯着周。而这会儿，李大宝已经跑到安吉丽卡身边，跟他会合了。大宝，你实在太厉害了！我刚才看见一大帮柴狗追你，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里，就怕你会被柴狗追上，被他们咬死。对了，为什么有帮柴狗追你？难不成是罗卫国把你引过去，用柴狗对付你？对，罗卫国确实把我引到一处山谷里，那里有个柴狗哦。因为我们之前从那上面经过，所以没发现，害我差点就着了他的道。幸好老子运气好，吉人自有天相。说着，他拿起望远镜朝那边看去，只见7个边疆猎人倒在地上3个一动不动，剩下4个举着猎枪，到处盯着，如临大敌。这罗卫国还以为我会杀过去，搞他一个措手不及，把他们全部干掉。可我呢，还要靠你们帮我找到沉香。现在总会打消追杀我的主意，乖乖办另一件事了吧？果然，4个边疆猎人在紧张了一会儿后，终于撑不住了。队长，我不想再追杀李大宝了。黑熊死在了他手里，土龙和飞豹也死在了他手里，现在又死了3个人，只剩我们4个了。要是再追杀他，我怕没一个人能活着回去。我也是这么想，咱们还是办正事去吧，也别管那2只老虎了。拿了沉香，要还有其他宝贝，就一并带走。咱们也不去见叶老了，大家远走高飞。没错，这才是王道。几10万呀，本来要10个人分，现在4个人分，每个人能分到更多，不也挺好？行，咱们就先不找那狗崽子了，办正事要紧，君子报仇，3年不晚。以后有的是机会弄死他。等咱们离开10万大山，再杀到他家去，把他老婆、小姨子、小舅子全部干掉。罗卫国发狠般说着这番话时，并不知道李大宝正在远处用望远镜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本来不想把你们干掉，但你现在这番话却激起了我无穷的杀意。从这一刻起，注定了你们4个边疆猎人走不出10万大山。剩下4个可怜巴巴的猎人休息了好一会儿，来了力气，也没让3个同伴曝尸荒野，就挖了个大坑，全部丢进去。先找个地方休养2天，再去找守山人。照我目前掌握的位置，咱也不用回去坐渔船，从西南方向走差不多20公里，就到达那附近。4个猎人在丛林吃着野猪肉，突然丛林传出沙沙声，只见不远处的野狼闻着肉味赶过来。老罗，咱们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吧，最多还剩7、8公里路程，咱们还是一口气走完吧。老罗，别小看这7、8公里，平地上自然算不了什么，但这是山，是丛林，7、8公里，起码1天来走，好好休息吧，别到时宝贝没拿到，人累死在路上了。对啊，而且万一守山人还活着，就得从他手上抢宝贝。但现在我们这样，别说4个人，40个人恐怕也斗不过他一个啊。行，休息好了，咱们再去夺宝，不着急。4个猎人赶紧升起一堆火，又从兜里掏出肉干，放在火边烤。他娘的，这肉干是人吃的吗？给狗吃，狗都不要。等拿到了宝贝，最好再报个仇，把李大宝那小子干掉，把2只老虎也收拾掉，我们就去省城喝最贵的酒，吃最贵的菜。就在这时，4人突然僵住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然后一阵毛骨悚然，他们都听到不远处传来吧唧吧唧的声音，他们缓缓扭头看去，当即一个个透出惊恐之色，不远处竟出现了几头身形魁梧的狼。4个猎人都已心力交瘁，几乎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又怎么跟这些狼斗？猎人们马上拿出武器，而那些狼像是发现什么，突然龇牙咧嘴，张开血盆大口，猛然扑去。几个猎人就这样被野狼扑倒在地，空中突然一支利箭窜来，一下子扎在一只狼脑袋上，瞬间贯穿头颅，顿时狼应声栽倒在地，接着又是嗖嗖连声，每一箭要不射中狼的脑袋，要不刺穿他的心窝，但也有几根利箭简直就是乱射，非但没射着狼，还差点把猎人射
射着了。几个猎人被吓得抱住了脑袋，赶紧扭头就跑。4个猎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彻底瘫在地上，一个个透出劫后余生的笑。这是谁把我们救了？应该是李大宝，除了他还有谁？没错，是我们行军包里的弩箭。那小子原来一直跟在咱们身边，他到底想做什么？当即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。他们本以为不再追杀李大宝后，双方就不会再有任何联系，想不到这几天李大宝却一直跟着。难道这小子发现了咱们的目的，就一直暗中跟着？之所以救人，也是不希望咱们死了，他找不到宝贝。顿时，一帮猎人面面相觑。他怎么知道的？进入丛林后，我们基本上也没说这事啊。我记得在镇上刚上船聊过这件事，当时安吉丽卡也在，会不会我们的土话被他听出来了，然后就跟李大宝说了？很有可能。现在咋整？那小子肯定就在旁边盯着，说话小声点，我们来个金蝉脱壳。不愧是老辣的边疆猎人，很快说出一个主意，但其他3个猎人都不大愿意。队长，就你去吗？万一你……咱们出生入死多少回了，既然你连这都信不过，就当我没提过。咱们也别去找宝贝了，散伙回家吧。反正被那小子跟着，现在也斗不过他。我看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就照队长说的，我相信队长不会抛下我们。都说好友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我也相信队长，我自然也是相信的。就这么办吧，队长，你可要小心，我们就等着你了。反正没多远，7、8公里而已。等我偷偷去搞到宝贝，立刻回来，你们就好好麻痹那小子。射杀那几头狼的自然是李大宝和安吉丽卡，他们埋伏在一处灌木丛里。李大宝突然叹气，叹得安吉丽卡提心吊胆。大宝，你怎么叹气了？是不是对我的表现感到不满意？倒不是这个，是救了罗卫国他们。本来这几个家伙不值得救，被狼吃掉就吃掉了，但为了跟着他们找到沉香，还是不得不出手。而一出手就露馅了，肯定会怀疑我跟着，是发现了他们的秘密。这怎么整？所以他们很可能不会去找守山人了。这倒不可能，都来到这了，我估摸他们离守山人也很近了，绝不会放弃。反正好好跟着吧，随机应变。2人躲了一会儿，又循着踪迹跟上了4个猎人，很快就发现他们钻进一个山洞，还隐隐看见里头搭起了帐篷。他们好像想休息啊，我估摸走了2、3天，也应该快到了吧？怎么就休息起来了？他们刚遭到野狼攻击，又受了一回伤，养养也挺正常。而且像你刚才说的，可能快要到守山人住的地方了。既然是守山人，肯定就有些本事，如果还活着，要跟他较量也不容易，所以他们得养精蓄锐。大宝，你真厉害，分析的丝丝入扣，我完全赞同。但我总觉得有哪不对劲。安吉丽卡，现在我们要辛苦点，在这附近找个地方安营扎寨，然后2人轮流盯着，不管白天黑夜，都不要错过任何一丝动静，特别是夜里，白天你盯，夜里我盯。安吉丽卡乖乖把头一点，2人也在丛林深处找了个比较妥帖的地方，扎下帐篷，轮流盯梢。很快又过去了1天1夜，4个猎人仍待在山洞里，还似乎躺进帐篷，懒得出来。只有张志华偶尔出来烧水煮饭，然后把饭端进帐篷给他们吃。第2天很快又过去了，霞光笼罩山谷，照的那边山洞金灿灿的。李大宝动也不动盯着，安吉丽卡也站在旁边，2人都拿着望远镜看来看去。大宝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们在用障眼法？其实那边只有张志华一个人，其他3人都已经走了。刚才周保国和曹永军还爬出来拿水喝了，然后又钻回去。罗卫国的帐篷里也能隐约看到有个人躺在那。不对，他突然想到了啥，又用望远镜牢牢盯着罗卫国所在的帐篷。帐篷有些透，加上现在晚霞照进去，就能隐约看到里头的人影。很好，看来这一回是我背完了。怎么了？你不说罗卫国也躺在帐篷里吗？你都看到他的身影了。我这才发现他的身影很长时间没动了，显然里头是个假人。曹永军、周保国和张志华都还在山洞里，但罗卫国呢？他很可能已经在昨晚偷偷摸摸走了。找到守山人，却将其残忍杀害，随后便将守山人的宝藏一扫而光。他知道李大宝会来这，于是悄悄在山洞里埋好炸药。李大宝，你要真来到这，肯定会进山洞吧？我就把炸药埋在洞口，你一进去，我马上引爆，就算炸不死你，也要把你封在里边，憋死你。接着，罗卫国在丛林里埋伏下来，等李大宝上钩。有股血腥味，虽然好像被处理过，但还是闻得出来。难不成守山人已经被罗卫国收拾掉了？你在外边等着，我进去看看。我才不能，我们一起进去，这地方怪吓人的。我的视线里必须有你，我才有安全感。当2人走进山洞时，罗卫国引爆炸药，瞬间洞口被一大堆石头给堵住了，2人瞬间傻眼了。大宝，现在咋整？这洞口是不是完全被封住了？我们还能不能出去？我们要是出不去，会不会也变成死人？这些石头已经把洞口严严实实封住，没一丝空气漏进来，要破开恐怕很难，而且我们可能会憋死在里头。空气没了，就代表氧气没了。现在怎么办？难道我们真的要死在里面？姑奶奶，你就别说丧气话了，人自救而后天救。他一扭身，就在洞穴里找了起来。幸好守山人把平时干活的各种用具收在里头，有铁铲和锄头。现在只能拿铁铲慢慢撬动外面的石头了。他的这么严重，啥时才是个头？恐怕我们真会被困在这里，做同命鸳鸯了。
撬石头的时候，上边的要他下来，就让他下来吧，注意别被砸伤就好。此时，外边丛林里的罗卫国不知多得意，这么多石头，把若大洞口封得很死，恐怕开一辆推土机过来，都得花大量时间才能把落石推开。李大宝，你在里面能听着吗？你完蛋了，被堵着出不来了。我呢，找到了守山人的所有宝贝，现在就要走人，要不要我救救你们啊？罗卫国，你太卑鄙无耻了！你杀了人，还想把我和大宝封在里面？你等着，别让我们出去，要不把你狗头打爆！安吉丽卡，你这么个水灵灵的大姑娘，也真可惜了，要跟着李大宝死在里头。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？我才不后悔，一点都不后悔。我就算死，也会跟大宝一起，跟你们混在一块儿。老娘觉得脏，大宝你也骂他几句。打嘴炮不是我专长，你也别骂了，省点力气。没感觉？现在呼吸好像有点困难了吗？安吉丽卡悚然一惊，果然有这种感觉。李大宝，怎么没听到你的声音？不骂我几句吗？还是被我炸死在里面了？李大宝懒得理他，要节省力气撬石头。罗卫国也隐约听到，哈哈大笑。这么多石头，你猴年马月撬得完？你跟安吉丽卡都得死在里面。我祝福你了，至少做了一对同命鸳鸯。对了，我出去后还会去你家找你老婆。既然安吉丽卡跟你混在一块，我就跟你老婆混在一块，好不好？你小姨子长得也挺水灵的，我很喜欢。李大宝满脸变色，但就是咬着牙，没发出一个字，继续用力撬石头。行，我走了，你们在里头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。我可是把守山人所有宝贝都搞在手里，以后都不用打猎，不用干活，这些宝贝让我100辈子都享用不尽。罗卫国走了没多久，突然一大群猴子窜了过来，这群猴子把堵住山洞的石头搬起，往旁边丢去。外面发生啥事了？怎么好像老有石头往下掉？是不是石头堆不稳，被我们一撬就掉个不停？好像是那群猴子在救我们。这群猴子也太好了，要真把我们救了，我就把他们带回俄国，每天好吃好喝供着。你猜他们会不会跟着你去俄国？别说傻话了，努力干吧！现在来个里应外合，尽快逃生。两人又卖力干了起来。不过洞穴里的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，两人都汗流如注，越来越虚弱。十几分钟后，安吉丽卡眼前一黑，手中的铁棍都掉在了地上，差点砸了脚，她也瘫倒在地。大宝，我不行了，透不过气来，我怕要交代到这了。忍忍，外边那帮猴子也在继续踩石头，咱们应该很快就能脱逃了。过了5、6分钟，他也一阵阵头晕目眩，喉咙仿佛被一只大手紧紧掐住，几乎不能呼吸，一屁股坐倒在地。看见李大宝坐下来，他又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用力挪到了他身边，撑起上半身，靠在他肩膀上。大宝，会不会等不到那群猴子把我们救出去，我们就憋死了？我现在好难受。别说话，调匀呼吸，没事的，一定能逃出去。我感觉真要撑不住了。大宝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后悔。虽然你有老婆，但我不介意，你老婆都不能跟你死在一起，我却能跟你死在一起啊！他还嘟起小嘴，要朝李大宝的大嘴巴凑去，显然想亲一口啥的。你干嘛？我们都快死了，难不成亲下都不行吗？我一直有个心愿，就是能来上这一口，我死也死得心甘情愿了。忽然洞口传来一阵响动，一个口子出现在两人面前。新鲜空气进来了，我们有救了。这洞口也不开慢一点，慢上几秒，我就能亲你一口了。快起来吧，马上就能出去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两人终于从山洞里面出来。李大宝向一只比较大的猴子握了握手。猴哥，感谢你们。大宝，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总算活过来了。而现在到了大结局的时候了。大结局？这场丛林探险要结束了，我不能让罗卫国他们走出丛林，要不会对我家人不利，得全部干掉。我支持你，想干掉我们的人，把他们全部干掉，一点都不过分。我们先吃点东西，休息一下，再去找他们。猎人上山找宝物，可找到宝物后，男人却想将宝物一人独占，于是他将自己的伙伴全部杀害。很快，罗卫国带着宝物来到了3个猎人居住的山洞。当看见罗卫国回来，他们马上兴奋地挺起身子。罗保国点点头，走到他们面前，把宝箱打开，里面各种金银珠宝，还有野山参、虎皮、虎骨这类宝贝。3个猎人一看，眼睛都挪不开了，身上的什么疼什么苦都消失了。想不到守山人有这么多宝贝，除了沉香，连几十上百年的野山参都有。太好了，这些东西就归我们4人所有，把它平分，几辈子都花不完呀！3个猎人跪伏在地，兴奋地摸摸这个摸摸那个。他们完全没注意，站在旁边的罗卫国已透出满脸狰狞。他悄无声息掏出一把匕首，突然揪住周保国的头发，一下就结束了他。2个猎人都吓了一大跳，不敢置信地盯着罗卫国。罗卫国，你干嘛？这是兄弟呀！罗卫国嘿嘿一笑，突然闪身，闪到曹永军背后，一刀又结束了一个。罗卫国冲张志华嘿嘿一笑，你看看，我现在杀了2个人，这些财宝就是我俩的，不能分更多吗？对，现在就我们2个人分了。不对，罗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不要这些宝贝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放了我就好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咱们那么多年朋友，你不会连这都不信我吧？饶了我，饶了我！他起身就朝远处跌跌撞撞跑去，跑没几步，罗卫国就猛然把匕首一甩，刹那间，匕首化作飞刀，直刺张志华的背心。张志华应声而倒。
看我多好，就算要把你们干掉，还把宝贝拿出给大家看一眼。黄泉路上也别怪我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他仰头大笑，得意无比。看在兄弟份上，就帮你们收收尸体。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能走出10万大山了，你们以后也要多串串门，免得太孤单。罗卫国处理好一切后，准备拿着宝贝离开，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。罗卫国，你够狠的，连自己兄弟都干，为了钱，真是兄弟都可以杀。顿时，罗卫国浑身一僵，他下意识赶紧伸手去抓旁边的猎枪，但迟了，一道身影闪过，猛然一脚就把罗卫国踹到一边。罗卫国挣扎着爬起来，匪夷所思地盯着眼前人。李大宝，你没死，安吉丽卡，你们怎么逃出来的？洞口被炸掉的石头埋得很严实，我都检查了，就算你们能打开通道，起码也得2、3天待在里头，撑死4、5个小时就会憋死啊！天无绝人之路，吉人自有天相，祸害不长命，好人留千年。你以为干得过我们？你真是太愚蠢了！炸不死，赌不死，我就杀死你们！他拿起一把匕首，像一条疯狗一样朝李大宝扑了过去。李大宝眼明手快，闪到一边，又狠狠一脚踹在他腰眼上，踹得他再次摔倒在地。罗卫国，你不行，你注定不会是我的对手。罗卫国再次爬起来，老子不信，再来，这回咱们真的单挑，看到底谁死。那就来吧。紧接着，罗卫国猛然冲来，比刚才还要快。李大宝猛然一伸手，抓住罗卫国的手腕，再狠狠一拧，罗卫国的手腕一下子被拧断。李大宝抢过他手里的刀，直接扎进罗卫国的心窝。罗卫国一声惨叫，瞬间跪倒在地。李大宝，我一直都小看你了，想不到我们10个边疆猎人，自打进入10万大山，就一个接一个死在你手里，最后我也难逃一劫。说到这里，他已开始吐血，却突然透出一个诡异的笑。但你知道不知道，其实10万大山守山人有宝贝，是董冠杰偷偷告诉我的。他也瞒着叶老，希望我们给他办这事出去后，分他一份。我们都死了，你和安吉丽卡却活着出去了。董冠杰是老狐狸，他恐怕不会放过你啊！罗卫国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最终倒地不起。罗卫国死了，10个边疆猎人到此为止，全部葬身于10万大山。原来是董冠杰跟你们说的。他自然清楚董冠杰是什么样的存在，这寻宝之事又变得复杂了。是董冠杰说的。那么大宝，我们要不要把这些事都告诉他，宝贝也分他一份？他想要的主要就是沉香，大不了分他一些，算作是信息提供费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其实这个董爷布局很大的，我怀疑他不单单是想分一份啊，他甚至可能是利用10个边疆猎人，利用完了就将他们全部干掉，自己独享这份宝藏。这不能吧？他就不怕被叶老知道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几10万啊，足够让人疯狂。而且你以为他为什么要让罗卫国他们不被叶老知道？那咋整？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见招拆招呗。要分一份可以，要全部那就没得谈喽。爷那么辛苦搞来的，爷必须占大份。先出去，上了船再商量怎么分宝贝。我不感兴趣，我就是想把碧丽带回去。可现在碧丽呢？安吉丽卡，如果碧丽真没办法跟你回去，你能放下来吗？如果碧丽真喜欢这10万大山，愿意留在这，你愿意放手吗？如果碧丽真愿意留在这10万大山里，跟那只老虎好，我也不会阻拦。就像你说的，爱他就放他走，但我希望在离开之前能再看他一眼，知道他现在过得好。要是他过得不好，想要跟我回去，我就带他回去啊。我试试。他双手围在嘴巴周围，形成喇叭状，紧接着仰头一声虎啸。过了10分钟左右，果然远处扑来2道庞然大物。碧丽，虎兄，看来这几天过得不错呀，是不是入洞房了？碧丽，你是不是真要留在这10万大山，不跟我回去了？我要走了，要离开了，你真不跟我走吗？你跟我走好吗？看他们现在好的如胶如漆，恐怕碧丽真不愿意离开她老公了。碧丽，公老虎都是靠不住的，万一哪天他找了别的母老虎咋办？在这虎生的部署，以后会受苦的。安吉丽卡听不懂，看向李大宝。碧丽是告诉你，在这10万大山里就2只老虎，所以她老公没办法找其他母老虎，所以你就放心吧。人上山打猎半个月，可回来的时候却带回一个女人。姐夫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咦，你怎么还带回来一个女的？不会是你在外边找的小老婆吧？我去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李大宝一阵狼狈，扭头一看，只见苏小虎拎着2只肥嘟嘟的野鸡走过来。哇，还是洋妞啊！我只在画报上看过洋妞，你是真实存在的洋妞吗？好肥的野鸡啊！就是说今天中午我有野鸡吃了。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打的野鸡，你到底是谁？不能说出一个让我觉得有资格的关系，野鸡可不能给你吃。你刚才不说了我的关系吗？不会吧，姐夫，你还真找了小老婆？安吉丽卡，刚才都告诉你了，别胡说，你这臭娘们！你干嘛不教训这小屁孩？是他说我是你小老婆。原来不是来跟我姐抢男人的，这就好，我的野鸡可以让你吃几口了。随后3人往家中走去。姐夫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一个小老婆呢，啊，不带回来一个大美女。随后苏丫丫和苏春柔走了出来，李大宝连忙抱住苏春柔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
你干啥呢？这么多人。这有什么？咱们也算是老夫老妻了吧？半个月不见，小别胜新婚，不该搂一下亲一个吗？就算这样，也得等媒人了呀。对了，小虎，刚才我听你喊啥？姐夫带回来一个小老婆。苏小虎马上朝安吉丽卡一指。就是她，但她不是姐夫带回来的小老婆，是姐夫带回来的女人。你就是大宝的老婆呀，长得真好看，难怪他一直对你念念不忘，别的女人都不放在眼里。你们孩子呢？咋没见到？我跟大宝还没正式结婚呢，哪来孩子？感情没结婚的呀？那我还有机会。那干嘛大宝没跟你结婚，你就住他家来了？他还管你一口一个老婆叫？苏春柔老老实实把情况给说了。安吉丽卡恍然大悟，你到底谁啊？你是外国人？你干嘛的？李大宝把安吉丽卡的情况介绍了一遍，听完姐弟仨都有些敬畏了，都看着安吉丽卡。随后李大宝和苏春柔带安吉丽卡去看他们家。我总觉得这个安吉丽卡有点坏心思，没准是要跟咱们姐抢男人的，还想在这住2-3天。姐还那么大方，让她住2-3个月。二姐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感觉有那味了。我一见安吉丽卡就感觉不大对劲，一双眼睛老粘在姐夫身上，他恨不得整个人都粘上去似的。大姐有危险，他这是引狼入室啊！对，没准还要养虎为患，这咋整？可千万不要让那俄国大妞把咱们的姐夫抢走了。要是抢走，姐夫是不是也得去俄国？到时想见一面都难了。是这个问题吗？是他抢走了，我们就没姐夫了，我们姐就没丈夫了。绝对不能让外国妞把本国的优质男人抢走，所以必须把安吉丽卡赶紧赶走，把她赶走了，咱们姐就安全了。对，咱们现在要怎么来做？甭着急，咱们先跟着安吉丽卡，看她会整出啥花招来，随机应。这边苏春柔带着吉丽卡在厨房煮饭菜，野鸡肉焖春笋是下酒好菜。听说你们俄国人都喜欢喝酒，你是女孩，喜不喜欢喝？喜欢。正好了，你们这半个月在10万大山里，肯定不方便喝酒。现在出来了，就好好喝点。大宝泡了不少药酒呢。安吉丽卡的眼睛顿时大放光亮，她马上来了个主意。我倒挺能喝，今天中午就陪他喝个痛快。两人在灶房里聊得热火朝天，却不知外边的苏丫丫和苏小虎也听得津津有味。咱们可要注意点了，安吉丽卡没准会在喝酒方面下点鬼主意。二姐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所以让你多读书，多读书了，眼界就比较广，想到的东西也比较灵活。我读的书比你多，所以很多事情你想不到，我就想得到。不愧我二姐，你这样子，连胳肢窝里都好像夹着知识。很快饭菜熟了，安吉丽卡小姐，我给你整理了客房，你尽管喝，喝醉了就睡，睡1天1夜，睡到明天起来都没问题。好，大宝，在大山里，你可跟我说过，你泡的药酒有多好喝，今天中午咱们就好好喝一顿，我先干为敬。这么勇的吗？这顿饭吃了差不多2个钟头，别说李大宝和安吉丽卡，就连苏春柔都喝得头晕晕的。你们回屋睡觉吧，残局交给我和小虎收拾。我现在喝的感觉也差不多了，想回房间好好睡觉。大宝、春柔，你们呢？都好好休息啊。安吉丽卡小姐，我带你去房间。大宝，你也回房好好睡一觉，累得够呛，再喝顿酒睡一觉，醒来不知多舒服。随后安吉丽卡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等门一关，本来醉醺醺的安吉丽卡就突然显得很清醒。她悄悄把门打开了一道缝隙，正好看见苏春柔扶着墙走进房间，把房门关上了。李大宝也喝得够醉了，我现在就进他房间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酒乱人性。大宝，在10万大山里，你3番2次拒绝我，我就不信喝醉了酒你还憋得住。就算你能憋住，我们俩睡在一起，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吧？就在安吉丽卡不断给自己打气时，外边在苏丫丫的怂恿下，苏小虎也钻进了李大宝的房间。这会儿李大宝已经躺在了床上，看见苏小虎进来，他一愣：你进来干嘛？姐夫，你不在的这半个月，我都在你房间睡觉，我睡惯了，要不你去我房间睡吧，我在这睡。你怎么还跑我房间睡觉了？因为姐夫是个很厉害的猎人，我就想在你房间睡觉，能沾沾你的厉害气息，让我也变得很厉害，所以睡着睡着就睡惯了。姐夫，我求求你了，就让我再在你房间睡一觉吧，你先去我房间睡。好吧，那我就去你房间。明明酒量惊人，却故意装醉，想半夜偷偷潜入男人的房间，却不料被苏丫丫识破。二姐，你确定安吉丽卡会偷偷跑到姐夫房间图谋不轨？根据我的丰富经验，她肯定会这么做。二姐，你啥时候有丰富经验的？管那么多干嘛？安吉丽卡要真敢乱来，咱们就好好折腾她一把，正好赶走这贼妞。随后苏丫丫赶紧离开了房间，没多久，只见安吉丽卡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小嘴里还装模作样嘀咕着：我要上个厕所。安吉丽卡朝厕所走去，但左右一看，到处没人，就深吸一口气，闪身到李大宝的房间门口。他推门而入，只见大床上李大宝正躺在那呢，把脑袋都蒙上了。安吉丽卡简直见猎欣喜，她掀开被子也不看清楚，急吼吼一下子钻了进去，摊开2条手臂。没多久，她就感到了不对劲，紧接着被窝里先是一声尖叫，然后又是一声尖叫。你这小毛头，怎么是你睡在这？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安吉丽卡小姐要非礼我！这声音非常有穿透性，一下子就传出了屋外。紧接着，房门打开，苏丫丫大步走了进来。看见这一幕，她使劲憋住笑，惊慌大喊：“安吉丽卡小姐，你想对我弟弟做什么？他还那么小，你怎么可以老牛吃嫩草？来人啊，来人！谁来救救我弟弟？他还是童子啊！”你别喊，求求你别喊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李大宝怎么变成了他小舅子？随后，李大宝和苏春柔也赶了过来，看到这一幕，两人吃惊的瞪大了眼睛。这是咋回事？你们到底在干嘛？这到底发生啥事了？姐夫、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我还那么小，我都还没发育，安吉丽卡小姐就要对我下手，俄国娘们都那么重口味的吗？幸好你们及时赶到，要不我苏小虎的清白就毁在这洋妞手上了，我以后娶不到老婆咋整？李大宝稍微琢磨，可就明白了，他恼火盯着安吉丽卡。你说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别给我打马虎眼！安吉丽卡羞愤的想一头撞死。别问那么多，你们都出去，出去，把门关上，让我先整理好自己。苏小虎跳下了床，一溜烟跑出了房间。李大宝瞪了安吉丽卡一眼，扭头走了出去。安吉丽卡小姐，你先整理好自己吧。四个人在门口大眼瞪小眼，这到底发生啥事了呀？说说吧，可别瞒着我和你们大姐。姐夫，你得好好感谢我们，要不是我和小虎，你一世英名就毁在了安吉丽卡手里，没准我姐都不能嫁给你了。苏春柔一听，吓了一大跳。苏丫丫和苏小虎你一言我一语，把他们的发现和计划说出。听完，苏春柔瞪大双眼，不可思议。安吉丽卡小姐不可能是这种人吧？怎么不可能了？你都看到了，要不是我来了招偷梁换柱，偷天换日，把小虎换进去，现在安吉丽卡就得逞了，跟姐夫大被同盖了。丫丫，你别扯淡，你姐夫不是这样的人。不过安吉丽卡小姐真过分啊！待会儿我就把他送回镇上去，不能再让他待在这。你也是的，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说要在这住几天，你还说可以住几个月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啊。大姐，以后可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了。你看，要不是我和小虎，你就被人戴绿帽子了。是啊，大姐，你得好好感谢我们，要不你的男人就被别的女人挖走了。咦，安吉丽卡怎么还待在里头不出来？不会不好意思出来了？苏小虎干脆敲起了门。安吉丽卡，安吉丽卡，你收拾好没有？赶紧出来，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呀！为什么要非礼我？我还那么小，你是怎么下得了手的？门突然打开了，安吉丽卡走了出来。谁要对你下手？你个小屁孩，给我滚一边去！我明白了，是你，还有你，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？我明明看见大宝进了他房间，怎么就变成你了？你们真坏！我把你当姐妹，你把我当傻瓜。安吉丽卡，你这么做太过分。如果你还要休息，就回你房间好好睡一觉。今天下午我就送你回镇上，顺便跟叶老他们把事情讲清楚。我没什么你我的，就你现在犯下的错，我姐夫都算宽容了，还乐意让你在这睡一觉。换成是我，立刻把你赶走，还不送你去镇上，自己走回去得了。安吉丽卡低下了头，眼泪都快掉下来。要是地面能突然出现一个老鼠洞就好了，哪怕钻不进去，都得硬钻试试。苏春柔看着他难堪的样子，不由心一软，主动上前拉住他一只小手。安吉丽卡小姐，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做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你可能就是喝多了酒，有点犯糊涂。要不现在回房间好好休息，等差不多了，我叫你起床，再看看怎么处理。谢谢你，春柔，我一时糊涂，做了这种事，你还显得不介意，对不起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宝心里只有你了，因为你确实很值得他好好喜欢。别说那么多，回房睡一觉，你现在脑瓜子肯定疼得难受。把安吉丽卡送入客房，苏春柔就走了出来。大姐，他想抢你老公，你干嘛还对他那么好？人哪有不犯错的时候？再说了，安吉丽卡小姐可能就是喝了酒，一时糊涂。我看他就是借酒装疯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别净给我扯淡，赶紧回屋睡觉。不回屋睡觉就去干活，我还有很多手工活没干完呢。看你俩这么精神，正好减少我的工作量。苏丫丫和苏小虎赶紧溜进房间睡觉去了。大宝，你也继续回房睡吧。李大宝点点头，突然拉住他的小手就往自己房间里钻。咦，你干嘛？我回我房间睡就好了。可我担心安吉丽卡又钻进来，对我图谋不轨，还是你守着我比较安全。你可不能让我被别的女人抢走了。次日，李大宝带着宝贝就来到了董冠杰这边。大宝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这些日子我跟叶老可是茶饭不思，睡也睡不好啊，就琢磨着你们咋去了整整半个月都没动静。是啊，按照原本情况，我琢磨你们最多3、4天就会回来一趟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其他人呢？叶老还有董爷，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我即将讲出一个可能把各位吓尿的消息。顿时，叶雄鹰和董冠杰都心中一紧。要不还是你说吧。我有2个消息，一个是坏消息，一个是更坏的消息，你们想先听哪个？安吉丽卡，我怎么感觉你像开玩笑？如果真有什么坏消息，麻烦你严肃点，别搞得我们七上八下的。那我先说坏消息，碧丽没了，她脱离了我的掌控，奔入10万大山，我再也没办法把她带回来了。
什么？臂力没了？怎么没的？叶老，你不是要用臂力去勾搭野老虎出来，然后把他抓住吗？失败了，还一败涂地，非但没勾搭成野老虎，臂力还被他勾搭走了。所以臂力真被那只公老虎拐走了？这种事我至于骗你吗？骗你也没好处啊。罗卫国他们呢？臂力被拐走了，这些人没去阻拦吗？这就是更坏的消息了，10个边疆猎人已经全军覆没，留在10万大山里，永远回不来了。什么？安吉丽卡，这种事可千万别开玩笑。你的意思是10个边疆猎人全部死了？没错，10个边疆猎人全部死了，一个不剩。怎么死的？叶老，至于他们怎么死的，说来话长，但我希望就我跟你说，其他人先不要听。叶雄鹰看了李大宝一眼，旁边董冠杰的神情也变得有些诡异。大宝，你进来跟我说，其他人外边等着。李大宝拎着他的大旅行袋，就跟着叶雄鹰走进屋子里。李大宝把大旅行袋放在桌子上，你说吧。李大宝把10个边疆猎人陆续死掉的情况说了出来。叶雄鹰听得惊心动魄，10个边疆猎人就这么死掉的，前6个的死跟我有点关系，但也是他们对我下手。至于最后4个，罗卫国谋财害命，杀死了另外3个，被我发现要杀了我，被我干掉。这些人背着你去找守山人的宝贝，在某种程度上也算背叛了吧？都是你说的，证据呢？宝贝呢？李大宝把大旅行袋的拉链拉开，掏出那颗人参摆在叶雄鹰面前。野山参，这是货真价实的野山参，起码也得有70、80年，甚至将近100年，这怕得卖个6、7万以上，甚至更多。接着，李大宝不断从大旅行包里掏出各种宝贝：熊胆、熊皮、熊骨、虎骨、虎皮，还包括一些相当稀罕的山珍，每样都价值不菲。这些都是宝贝啊！哎，这熊胆哪怕干掉了，都还沉甸甸的，起码20克，这是金胆啊！叶雄鹰的双眼突然盯上了李大宝捧出来的另一样东西，神情诧异无比。这是野生绿奇楠，沉香中的高贵品种，被称为沉香之王。这香气高雅清甜，有很强的穿透力和持久。就这块绿奇楠，价值20万左右。何况它好像刚被切开没多久，是对半切的，也就是说还有另一块是差不多的重量。不愧是叶老，观察入微。这块绿奇楠本有20斤左右，被我切成2半，一半我自己留着，一半本来打算送给安吉丽卡，但她不要，所以叶老还怀疑吗？不怀疑了，一点都不怀疑了。这些都是深山至宝，也就只有传说中的深山守山人才可能有这些东西。原来罗卫国他们真背着我，表面帮我打猎，但其实是深入10万大山搜刮这些宝贝，那他这是罪有应得。因为这事没办法再帮你打猎，但你打猎的主要目的也是我拿出的这些东西，何况还有人参以及难得的灵芝，这些加在一起20万总有吧。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值多少钱，而在于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，比我开头期盼的还要贵重很多。所以除了绿奇楠，这些东西全部归你。你要把这些宝贝全部给我，价值不菲啊！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要不是叶老你让我做向导，带着那些边疆猎人进山打猎，我就不可能知道他们还要寻宝，所以你应该得一份，叶老不怪我就行。我怎么敢怪你呢？你唯一做错的就是骗了我一只老虎，但这些补偿足够了。既然你这么诚恳，这些东西我就收下了，咱们两清。谢谢叶老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找到宝贝的事，咱就别跟老董说了。为什么不跟他说？说了多是啊，我找到了那么多宝贝，虽然大部分给了你，但我也留下了绿奇楠。你也知道老董是啥样的人，要是他动了心，我可扛不住。行，这事不跟他说，是我们的秘密。但还有一件事，既然你帮我搞到了这么多宝贝，我也不留在这了，明天我就回省城，还得麻烦你用渔船把我们送到县城，从那坐车回去。没问题，叶老都把渔船送我了，我再用渔船送你们一程，不是理所当然吗？就这么决定了。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，李大宝还帮叶雄鹰把所有宝贝装进袋里，两人却没注意，在窗户外透过缝隙，隐约有道诡异的身影一闪而过。叶灵童等人在外边焦急等，终于门打开了，两人走了出来。爷爷，你们在里头说些什么？10个边疆猎人到底咋死的？给我说说。过程比较血腥，就不跟你说了，等你长大些再谈。长大些再谈，我现在还不够大。叶雄鹰干脆不理他了。10个边疆猎人就这么死掉了，太可惜了。幸好大宝你没出啥事，这过程一定很精彩吧？叶老没弄到想要的猎物，现在又咋整？这每一字每一句都意有所指。没打到猎就算了，不去想了。我决定了一件事，在这待了够久了，小董也打扰了你不少时间，明天我就回去了。叶老，您可是我的老领导，不管您在这住多久，我都非常欢迎。但怎么这么突然，明天就走？打不着猎，还留在这干嘛？另外想办法吧。董冠杰还想开口，叶雄鹰却把手一摆。好了，到此为止，这件事就别谈了。老董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宝也辛苦了，你让野味馆准备一桌丰盛饭菜，今晚咱们好好吃一顿，就当感谢大宝这段时间的辛苦。人想将宝物据为己有，却不料和李大宝谈判无果，本想立刻动手，却被叶雄鹰阻止，只能草草收场。
李大宝太贪心了，还想跟我对半分绿旗男，这小子不老实，把咱们猎人都弄死了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照这看，得把他收拾掉了，要不干脆去定子村，把他老婆还有小姨子、小舅子全部抓了，逼他把绿旗男拿出来。傻瓜才这么做，可别忘了，现在起码有2只老虎可能会守在他家，你要敢轻举妄动，就算去几10个人，也斗不过2只老虎吧？黑山点点头，脸色变得更加阴狠。那就直接收拾李大宝。我本来还想跟他和平相处，但既然他没把我放在心里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找一帮人跟着李大宝，明天找机会下手。记住，找的人一定要敢打敢杀，够狠够了。我知道。很快就到了第2天，众人都来送叶老，而叶老则是把李大宝叫到一边。大宝，这段时间跟你相处的不错，感谢你的那些宝贝。这一次10万大山之行，我收获匪浅，算相当满意的。对了，这个给你防身用。叶老，干嘛给我这东西？这太贵重了。这次你们进山打猎，不但什么都没拿回来，而且还把猎人都弄死了。等我走了，小董不会放过你的。见叶老这么说，李大宝恍然大悟。之后，安吉丽卡爷上前给了李大宝一个拥抱，没多久就和叶老坐车离开了。李大宝也没着急回家，准备在镇上逛逛。很快，一处全是人的地方吸引了他。这里地上整齐摆着10个笼子，并且每个笼子都有从1到10的一个编号，笼子旁还有一只兔子。不少人都在这里压住，只要压对兔子进哪个笼子，就能得到3倍奖励。还有谁要下注的赶紧了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下10块钱还你30块。听到这话，周围下注的人更多了，但大多数都是下的几分1毛。在1980年，这些钱都可以看场电影了。现在停止下注了，祝在场各位都是幸运儿，满载而归。男人说完，兔子便跑了出去。思考一番后，钻进了3号笼子。李大宝笑了笑，很明显这只兔子被庄家驯服，他会按照庄家的指令行事。老板也让我玩玩呗，我出10块钱下6号笼子。小兄弟还真有钱啊，一下就是10块。那当然了，下的少没意思，所以我赢了，你就得给我30块，对吧？没错，只要你能赢，30块妥妥是你的，让你成为人生赢家。庄家嘿嘿一笑，接着把兔子放在中间。兔子思考一番后，准备走入5号笼子，但这时李大宝突然嘴里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兔子瞬间停住，然后没多久就钻进了前面的6号笼子里。庄家傻眼了，其他人也都看呆了。这兔子刚才摆明要钻5号笼的，怎么一下子钻进6号笼去了？怎么说，老板，现在我赢了，你是不是要拿30块给我？这位大老板，你运气真好，行，这30块钱归你了。李大宝点了点头，接着继续下注。他凭借着同样的方法又赢了第2次、第3次，这把老板弄得裤衩子都要赔没了，恶狠狠地盯着李大宝。李大宝没有理会，继续疯狂下注，不大一会就赢了好几百，然后心满意足的离。吃过午饭后，他继续在镇上闲逛，在经过一只卖鸟的摊贩时，耳边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：有吃的吗？有吃的吗？小兄弟，别理他，这就是个吃货。有人经过就问有吃的吗？有吃的吗？这鸟还挺有意思的，要不你跟我走，我就带你去吃好吃的。那你买了我，那你买了我。李大宝被逗乐了。八哥一般都比较聪明，这只好像还比同类更聪明，难不成遇到了一只八哥中的战斗机？李大宝没有思考，就将它卖了下来。接着八哥就站在他的肩膀上，二人往家的方向走，但没走多远，李大宝就看见了几个当兵的在拿着大喇叭吆喝，旁边还立这个牌子：几位小哥，这狩猎队招新是什么意思啊？最近咱们镇上周围的农庄经常有野猪祸害庄稼，造成很大损失不说，还伤了好几条人命，所以狩猎队决定扩大规模，把这些野猪都收拾掉。李大宝一听这话，心中一动，前世他作为特种兵，对保护百姓这是有着天然敏感。那给我也报个名吧，我跟着一起打打野猪。你这身体素质看起来不错，但咱们这狩猎队很危险，希望有经验的猎人加入，就算没经验，也得身强力壮，反应灵活，还有不怕死的精神。谁不怕死啊？真打不过就跑呗。但说到经验，我有，我是定子村的，我打过野猪。行啊，定子村那边最靠近10万大山，有很多猛兽，那的人天生就会打猎。好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狩猎队，待遇你也清楚了。李大宝点了点头，清楚，但狩猎时间是自由的吧？比如我有事就可以先离开，没事了又回来打猎。没错，时间自由，因为现在是招临时队员，等野猪打完了就不需要了，反正你有时间就来，随时安排任务，只要不是在进行任务中离开就没问题。好。没一会，狩猎队就招了不少人。中午过后，一群人来到了郊外农场，这里有很多抓野猪的猎狗，但明显他们此时的状态不太对，眼里充满了恐惧。好了，大伙儿都静静，听我说说现在狩猎队的情况。狩猎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险境，因为所有猎狗都已经没了斗志，被野猪打怕了。队长，刚才你说猎狗丧失了斗志，不就光靠我们上了？这咋挡得住？有猎枪也不行啊，怕更容易死人吧？既然把你们招来，就会有比较全面的防护措施。老带新，你们主要起到恐吓作用，但确实有一定危险性，我不能保证彻底的安全。所以你们可以好好考虑，如果觉得真干不了，就走人吧。今天这顿饭我请。队长，能不能让我去看看那些猎狗，看可不可以激发他们的斗志？山里野猪泛滥成灾，却没一条猎狗敢进山打猎，甚至就连路过只蚂蚁也会被吓得落荒而逃。
队长，你们这狗胆子太小，要不我帮你们训练一下？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些猎狗长期被野猪欺负，已经丧失斗志了。听到这话，李大宝嘿嘿一笑，接着拖出一头刚打死没多久的野猪，扔到这群猎狗面前，当即几十条猎狗发出嗷呜嗷呜声。队长，我看那个叫啥李大宝的，不是要激发猎狗斗志，是要把他们吓死吧？是啊，猎狗叫得越来越惨了，恐怕一只只又得被吓尿了。听到这话，其他人都哈哈大笑，没人相信李大宝能激发猎狗的斗志。李大宝见猎狗如此害怕，继续不断把野猪扔到他们面前，就这么重复几次后，猎狗的血性渐渐被激发了，眼神有了变化，开始冲着野猪嚎叫。李大宝见状，示意肩膀上的八哥飞了起来。黑神，去捉那头死野猪，越用力越好。办完了活，我再给你吃好吃的。一听到好吃的，黑神立刻兴奋的呱呱叫，接着飞到野猪身边，用力啄了起来，这把周围几十条猎狗搞得一愣一愣，不知这只黑鸟在发什么疯。看到没有，就连一只小鸟都敢对这头野猪下嘴，你们可是猎狗，货真价实的猎狗，难不成连野猪都怕吗？李大宝一边说着，一边又学起了狗叫，一连串的声音特别有气势，充满震撼狗心的力量。李大宝还真厉害，这简直达到狗王的高度了，我从没听过这么震撼人心的狗叫。或许李大宝真能让他们重新恢复信心，跟野猪作战，也许我们真可以看到一场奇迹。你们到底能不能行？真的连一只小鸟都不如吗？你们是猎狗，是能把野猪撕碎的猎狗。见李大宝这么说，猎狗纷纷抬头，在几只特别庞大而凶猛的猎狗的领头下，猛然朝死野猪冲去。不大一会，野猪就被撕成了碎片。很好，接下来有没有信心跟着我们一起把野猪干掉？有就叫一声，没有就叫2声。听到这话，所有猎狗整齐的叫了一声，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。李兄弟，这些猎狗的斗志真完全被你激发出来了。大差不差，有了这帮猎狗，我们要对付野猪的胜算就高了很多。赵志荣连连点头。就在这时，有一名成员火急火燎的跑了过来。赵队长，出情况了，蔬菜基地和甘蔗林同时遭到野猪攻击，蔬菜基地那边也有人被一头300多斤重的野猪给伤了，甘蔗林的野猪更多，起码得有5、6头，咱们得赶紧去。李兄弟，你挑几条狗，带几个人去蔬菜基地，别杀那头野猪，我带其他人去甘蔗林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李大宝随即快速挑了几条猎狗，又叫上了2个新来的兄弟，3个人快速出发了。没多久，大家就来到了蔬菜基地。李大宝被吓了一跳，只见蔬菜基地都被毁得差不多了，2个人站在仓库旁边瑟瑟发抖，一只大野猪正在津津有味地啃着土豆。这该死的野猪太嚣张了，都给我上！随着一声令下，几条狗纷纷朝大野猪扑去，大野猪猛然扭身，飞快地冲向猎狗，瞬间几条猎狗被撞飞出去。大野猪得意洋洋哼了2声，又扭头回去继续啃土豆，显然不怕人。李大宝见状，拿出一根钢叉，你上去和他纠缠，其他狗先等着。被点名的狗快速冲了出去，野猪见状，继续转身向前冲，猎狗明显灵活许多，一个飞跳就躲开了。之后趁野猪不备，给他屁股来了一口。大野猪扭头想要咬它，这时李大宝又命令其他猎狗行动，他们朝野猪疯狂扑去，对着野猪一顿咬。大野猪猛了，用力把它们甩飞。李大宝见状，一记钢叉穿入大野猪身体，野猪痛苦哀嚎，倒在地上起不来。谢谢你们，我们用猎枪也没用，只能打穿他的皮，还被他干伤了人。幸好大野猪最后还是被你们干掉。你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狩猎队应该做的。走，我们赶紧去甘蔗林，看看那边的野猪对付掉没有。闻言，2人点点头，接着他们朝甘蔗地跑去。这里的损伤情况比蔬菜基地还严重，大片大片的甘蔗倒了不知多少。大宝，你们来了，蔬菜基地那边的野猪干掉了吧？队长，干掉了。大宝真是神了，带着一群猎狗就把野猪宰了。大宝，我没看错人，你确实是打野猪的一把好手。我们这情况不容乐观，不少野猪都喜欢来这啃甘蔗，这回还来的特别多，甚至我怀疑有重达500斤以上的野猪王出现。500斤以上，刚才那300多斤的野猪都够我们折腾了，这来了500斤以上的，不是无敌的存在吗？比天蓬元帅还厉害了吧？真达到了7、8头野猪以上，确实有很大概率出现野猪王。黑神，考验你的时候到了，你飞到天上看看，哪里还有这玩意儿？要活的，不要死的。要活的，不要死的。大宝兄弟，你这只八哥有点与众不同啊，挺有灵性，你这是要用它来发现野猪吧？对，这甘蔗林太密太广，比较难搜索，干脆让黑神去看看。李大宝说完，抬头看向天空，八哥以极快的速度搜寻着，不大一会，一个俯身冲了下来。黑神有发现，黑神有发现！猎狗们上，咱们一起冲进竹林。李大宝猛地跑了起来，猎狗和其他狩猎队成员也跟了上去。很快，这些野猪就被发现了。李大宝用同样的办法，不一会就将他们都解决了。众人十分开心，接着一群人就带着野猪回去了。李大宝本想回家，但队长告诉他打野猪的奖励队里要算一下。李大宝于是干脆在队里睡起觉了。到了下午，他隐约听到屋里进了人，以为是队长送钱来了，却没想进来的人居然是董冠杰的手下。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你知道吗，李大宝？其实我一直挺敬佩你是条汉子，可你不该得罪董爷。人只是在狩猎队睡了一觉，却不料醒来后仇家就带人把他包围了。他连忙大喊救命，下一秒只见一只八哥冲了进来。这里有坏人，快来咬坏人！突然，几条猎狗冲进屋子，众人大惊，准备反抗，但一个照命就被扑倒。没多久，黑山几人在一声声凄厉的喊叫中被几条猎狗撕碎了。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们是干嘛的？我和这帮人的老大有仇，他们暗中派人跟踪暗杀我，还好猎狗们及时出现。他们太无法无天了，我现在就叫派出所的人来处理。你放心，不会有什么事。李大宝想了想，也没阻拦。接着过了一会，几个死者就被带走了，而李大宝也告别了狩猎队，在镇上超市闲逛了一会，买了些大米和猪肉，就准备回村了。在回村的路上，出现了一名不速之客，而此人正是董冠杰。小子，过来，我们董爷有话跟你说。大宝，你今天的收获不错，在县城买了不少东西吧？这是赚钱了啊。还行吧，董爷，你这不也挺有雅兴，还在山里看风景呢？风景有啥好看的？我在这是看看我儿子回没回来。你儿子？对，没错，你应该还不知道，黑山就是我儿子吧？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呀？李大宝一下子就看出来了，这老奸巨猾的家伙肯定已经知道黑山被猎狗咬死。董爷，就别藏着掖着了，开门见山吧。好一个开门见山！本来我拿你当兄弟，可你却害死我儿子。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董冠杰猛地挥了挥手，周围的小弟立马朝李大宝冲去。李大宝大惊，赶紧掏出一把手枪，猛地开了3枪，随后趁机向远处跑去。愣在那干嘛？赶紧追！该死的东西，他啥时候多了把手枪？难道是叶老给的？董冠杰随即拿出一把猎枪，也追了上去。而李大宝由于前世是特种兵，在山林地形里跑得飞快，那帮手下很难追上。在跑了好几公里后，他找了个适合的地形，跳到一块大石头后面，接着悄悄等待。过了几分钟，董冠杰一群人追了上来，李大宝果断开枪。李大宝知道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但突然他面前的石头被击中了。李大宝，有本事你就趴在那别动，千万别让我看着你，要不一枪把你崩。说话间，董冠杰一连开了好几枪，可每枪都打在李大宝面前的大石头上。突然，李大宝看到黑神俯冲而下，对着董冠杰不停地啄。什么玩意儿？敢袭击老子！你家老子！你家老子！李大宝连忙冲上前，一脚把董冠杰踢翻在地，迅速捡起了他的猎枪。黑神干得好！李大宝嘿嘿一笑，没想到这80块买来的八哥太有用了，不仅能发现野猪，还能在关键时候救我一命。我真想不到啊，你还有这么一手，有本事打死我，朝我开枪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当然敢，你连我儿子都敢杀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但李大宝，你记住，如果你杀了我，以后还会有人找你麻烦的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你可以这样理解，所以最好赶紧把我放了。我现在放了你，你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想办法干掉我。那我还是先送你去见阎王吧。李大宝说完马上扣动扳机，董冠杰捂着心倒在地上。李大宝，你完蛋了，我在黄泉路上等着。过了不久，李大宝回到家中。大宝，你回来了，你不托人说今天中午之前就回来吗？怎么现在才回？你真让人不安心。出了些事，耽搁了。我现在不回来了吗？这是哪来的黑不溜秋的鸟？长得真难看，还会说话，不会小妖怪吧？你才是妖怪！你才是妖怪！说完，黑神一下子飞了起来，一堆鸟屎就拉在了苏小虎的脸上，这给苏小虎都吓坏了。你这只傻鸟，给我等着！我现在就把你弄死！我回去找弹弓。好了，这是我买回来的八哥，叫黑神，以后你们和谐相处，不要给我整蛊作怪。黑神，他是苏小虎，我小舅子，赶紧说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一只傻鸟计较。敬个礼，放个屁，臭死你！苏小虎咬牙切齿冲进了屋里。接着到了晚上，李大宝思考片刻，他觉得董冠杰死前说的话有道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先把家人安排到镇上。于是李大宝找来了村长。大宝，好久都没见到你了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吗？村长，我今天刚从镇上回来，参加了那边的狩猎队，帮他们猎杀了好几头野猪，那边的野猪泛滥成灾，所以狩猎队邀请我继续过去。我琢磨这一去就得半个月，所以这段时间我这房子还要麻烦你照看下，等我回来也送村长一头大野猪。一听送一头大野猪，村长连连点头。大宝，你太了不起了，就连狩猎队都请你去打野猪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啥前途不可限量？也就是混口饭吃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外面传来了一声尖叫。你干嘛？放开我！你是谁啊？滚！放开我妹妹！你干嘛啊？你这就是耍流氓啊！李大宝脸色一沉，大步踏出，发现外面一个30岁的青年男子正抓着苏丫丫的手不放。李大宝很快认出了他是村长儿子王永军。我操！永军，你干嘛？赶紧放开人家，他们可是大宝的老婆和小姨子。李大宝，几年不见，你咋变得这么勇了？还盖了这么漂亮的房子？我记得你就是一个怂货呀！你老婆不错，小姨子也不错，就把小姨分我怎么样？听到这吊儿郎当的语气，李大宝气不打一处来，大步走向王永军。哟呵，看起来还真变了个人了。怎么着，想揍我啊？老子在牢房里可天天打架的，5、6个人都没办法把我咋样？你有多大能耐呀？人只是请村长喝茶，却不料小姨子被村长儿子调戏。男人气愤地走上前，一把抓起村长的儿子。李大宝，你想干嘛？你他妈赶紧放了我，要不老子就把你2手打断，把你老婆和小姨子都带回去玩。
王永军，你干嘛？赶紧跟大宝说对不起。大宝，看在我份上，别跟他计较，我会把他带回去，好好教训。爸，咱们才是一家人，你咋能教训我？李大宝身边有2个美女，我弄个做老婆不行啊？你赶紧让他放了我。村长，对不起了，我想揍他。大宝，看在我份上，你就……听到这话，李大宝猛地回头，不等村长说完，便狠狠把王永军扔到地上，接着走到他面前，用脚狠狠一踩，伴随着咔嚓一声，王永军胳膊就断了，在地上不断哀嚎。村长，这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，不然我非要把他揍个半死。见李大宝这么说，村长连忙点头，他也知道现在的李大宝不好惹，于是赶紧带着儿子离开了。李大宝则是安慰了一番老婆和小姨子。第二天，李大宝带着一家来到了山里探险。大宝，我们进10万大山要走多远？会不会也10天半月才回来？再有半个小时，前边就会出现大片竹林，到时候咱们就陷在那里挖春笋。一听这话，姐弟3人点点头，不大一会就走到了山林深处。这里的竹林中长着许多大块的春笋。李大宝指挥着大家行动起来。而这时，苏小虎突然在一棵大树前停了下来。你们看，这有个树洞好大，而且里面还有好多动物的毛。见苏小虎这么说，众人好奇地跑了过去。难不成是有人在这里干过活，还把好端端的一棵大树掏出这么大的一个洞？应该不是人为，你们看这树干上还有爪子印。这是什么动物，能扒出这么大的一个树洞做窝？大姐，你也是真笨，这个明显是熊啊！它爬了这么大一个洞，肯定是用来冬眠的。什么？这是熊洞？那咱们现在会不会有危险？还是快离开吧。没事，你们不用害怕。黑熊冬眠完了，现在谁知道跑到哪里觅食去了？早就离开树洞了。见李大宝这么说，姐弟3人点点头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突然出现了女人的喊叫声，众人吓了一跳，赶紧跑过去查看，发现惨叫的是村里的沈大夫，而他旁边还站着个男人，竟然是断了胳膊的王永军。王永军，你想干什么？沈大夫，听说你老公死了，现在变成了寡妇，要不考虑一下让我做你的男人吧？王永军，你疯了吗？你刚出来，难不成又想进去？我怕啥呀？沈大夫，你要听我的，咱俩好了，以后你就做我女人，要不听我的，反正谁也不知道你来林子里，我就把你杀了。一听这话，沈大夫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而王永军却十分得意，朝沈大夫走去。但突然，一颗石头猛然打落，砰的一声把他砸飞了。王永军大惊，随后李大宝等人走了出来，他深知不是李大宝的对手，一溜烟跑了。沈大夫，你怎么会在这山里啊？我丈夫前几个月进山打猎，被山里的豹子咬死了。前几天有人发现了那只豹子，说是在这附近，所以我拿着猎枪想找到缺耳豹，替我丈夫报仇，我要杀了他。所以你傻乎乎的，一个女人拎着把猎枪就想进来打豹子？我总要替我丈夫报仇啊，他当时死得太惨了，我是因为他才留在村子里的，他没了命，我肯定要替他报仇。李大宝点点头，于是4个人商讨一番后，决定一起帮沈大夫找到。接着李大宝带路，一行人在山中前行，约莫走了1个钟头，李大宝发现了地上有豹子的脚印。这个脚印应该就是豹子的，还挺大个啊，怕是只华南豹，体重起码200斤。这么重的豹子吗？这不跟老虎差不多了？华南豹比起华南虎来还是有些差别的，但超过200斤的华南豹相当少见，说明一直不缺吃喝。我估计就是这头豹子把你老公咬死的。说完，李大宝站起身，继续朝前走去。大约走了半里路后，他又有了新发现。这应该是那只豹子拉的，还挺新鲜，1个钟头左右。看来今天咱们运气不错，也许真能找到它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不是咬死你丈夫的缺耳豹。真希望能找到，要不我丈夫的在天之灵肯定不会安息。我会尽力帮你报仇的。听到这话，沈大夫点了点头，接着一群人继续跟着线索前进。不久之后，周围明显能听到野兽的叫声。李大宝示意众人放慢走，然后带着他们躲进了草丛里。而在草丛另一边，果然有一只庞大的豹子正在向一只野猪发起攻击。沈大夫定睛一看，赫然发现这只豹子左边耳朵缺了一块。大宝，他肯定是咬死我丈夫的凶手，他缺耳，还缺左边。我老公临死前说过，就是左边的。不着急，再看看，反正今天咱们运气好，你9成9能报仇了。而另一边，豹子正在不断对野猪发起攻击，野猪明显不是他的对手。豹子见状，嗖的一下跳了起来，接着一招干掉了对手，然后低着头享用美食。李大宝从兜里掏出手枪，只听砰的一声打在了豹子的喉咙上，他痛苦地跑着。大宝，是不是没打中让他跑了？中了，他跑不了多远，现在就去追。一群人立刻跑了出去，追没多远，众人就发现了倒地不起的豹子。元朝，我给你报仇了，虽然不是我亲手报的仇，但咬死你的豹子被杀了。沈大夫一边说着，一边痛苦地哭了出来。接着过了不久，一行人便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李大宝找来牛王头。这阵子我会带着家人去趟镇上帮那边的狩猎队打打野猪，大概半个月左右，你帮我找2人轮流盯着我家。大宝，你是不是担心你走了王永军会跑到你家里来捣乱？你放心，他要是敢来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王永军倒不算什么，只是最近我得罪的这帮人不好惹，你们就帮我盯着就行。有人跑到我家，一定要想办法告诉我。李大宝一边说着，一边把狩猎队的地址告诉了牛王头。牛王头闻言点了点头，接着李大宝就带着家人朝镇上赶去。可没想到，刚走一半，就有一群大汉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里野猪泛滥成灾，村民只能吃草根啃树皮。原来每到秋收季节，成群的野猪就会冲进田地，它们不仅会把土狗咬死，还会疯狂地破坏农作物。大野猪呢？你是狩猎队的同志吧？大野猪就在那边的田里啃土豆呢。
这野猪太猖狂了，还把我们村的狗都咬死了。有人朝他开枪，但皮糙肉厚的，也打不进去啊。倒是开枪的人被他撞得人仰马翻。听到这话，李大宝朝前望去，果然有几个人捂着胳膊，脸色惨白，并且旁边还有几条死去的小狗。给我上去咬他！猎狗点点头，接着飞快地冲了出去，趁着野猪不备，一下咬在了他的屁股上。大野猪吃痛，想转身收拾猎狗，但猎狗也跟着他转。大野猪气得不行，于是用力向前跑，想把猎狗甩开，可猎狗依然咬得很紧。李大宝见状，掏出一把钢叉，嗖的一声穿过了野猪的喉咙，他被一击致命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村民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，没想到一人一狗就把这野猪收拾了。这位同志，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我们村里的土豆估计都会被这畜生吃光。不客气，该做的，麻烦你们把大野猪拖出来，待会儿我们会有车来载。听到这话，村长连连点头。接着李大宝跟着猎狗回去了，他准备先回狩猎队报告，但刚走不远，他发现在一片空地上，正有一个小伙子往一棵大树上爬，而在大树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马蜂窝，周围有不少观看的村民。我靠，这马蜂窝全是宝啊！蜂巢可以切成一块块泡酒，马蜂拔掉尾巴上的刺后可以油炸或者炒菜，蛋白质含量杠杠的。想到这里，李大宝激动地朝着这棵大树走去，而此时正在爬树的小伙子也来到了马蜂窝的下面，他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块布，然后把布塞到了马蜂窝的出入口，接着点火准备烧马蜂窝。但这时周围的马蜂也察觉到了危险，他们围着小伙子转来转去，小伙子也有些害怕，但还想咬着牙想要点着马蜂窝。可突然，这群马蜂朝他飞了过来，更狠地叮在了他的手臂上，小伙痛苦地大叫一声，没忍住摔了下去。李大宝见状思索片刻，把上衣脱了，然后在身上抹了点奇怪的液体，接着抓了一大把野草来到树下。小伙子，你干嘛？你疯了吗？快离开这！你是想被马蜂蛰吗？是啊，小伙子，你不要命了吗？你没看刚才这人穿着衣服都被蛰得受不了，你还不穿衣服，要作死也不能这样啊！大叔，你放心吧，我这没事的。李大宝说完便开始往树上爬，但奇怪的是，周围马蜂只是在他身边闻了闻就快速飞走，众人在下边看得目瞪口呆。什么情况？他都没穿衣服，怎么马蜂不蛰他？是啊，咋这么奇怪？好像这些马蜂都很怕他。村民们一边说着一边抬头往上看，而这时李大宝已经把野草点燃了，然后就放在马蜂窝下面，里面的马蜂被熏得乱飞，但没有一只能飞出来。等马蜂被熏晕后，抱着马蜂窝跳了下来。我说兄弟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马蜂窝都摘下来了，不过这些马蜂为什么看见你都飞远了啊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在爬树之前往身上抹了艾草加大蒜加烈性白酒的混合液体，这种液体有刺鼻的气味，不管是马蜂还是虎头蜂，闻到了这种气味都只有躲闪的份。听到这话，村民们都探着头闻了闻，果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，他们恍然大悟。小伙子，你可真厉害，谢谢夸奖。说完，李大宝便离，不一会就回到了狩猎队。大家看到马蜂窝都惊呆了。宝哥，你可真牛，不单单去打野猪，还打下这么大一个马蜂窝，这搞来干嘛？这马蜂窝可是个大宝贝，我切成一块块的，用来泡酒，不单单可以喝，还能用来擦身子。至于马蜂，待会儿处理一下，全部油炸了给大伙儿吃，能补充体力。那太好了啊，大宝，这下我们可有口福了。队长，咱们狩猎队有没有给猎狗穿的护甲？护甲倒是有，但质量比较差，估计扛不住野猪的撕咬啊。那要不这样，这次打的野猪皮就用来做护甲了，正好我家女人就会处理兽皮，交给她做吧。那感情好啊，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家女人了。见队长这么说，李大宝连连点头，接着灵机一动，这么厚的猪皮，我家女人要清理干净也挺费事，而且还得做成护甲，所以队长有没有工钱给啊？你呀，还真会帮你家女人赚钱，但这也正常。这样吧，你做一副就给你20块钱，咋样？听到这话，李大宝想了想，一副20块，13副也有260块了。春柔待在城里没啥事做，闲得慌，有了护甲的活给他干，日子就充实了。行，其实我也不是在乎工钱，主要还不是怕咱队里的猎狗受伤，我先去炸马蜂了，你们聊。李大宝说完便离开了，接着来到厨房，把马蜂窝摔倒地上，瞬间马蜂窝被砸开了，里面都是被熏晕的马蜂。接着李大宝把刺都拔了，用大火进行油炸翻炒，便招呼队里的人吃了。一群人其乐融融。到了晚上，他又把剩下的油炸马蜂带回了家，老婆小姨子看到后十分开心。之后到了第二天，李大宝把苏小虎也带到了狩猎队。苏小虎是我们狩猎队有史以来最小的队员，也是大宝的小舅子。正所谓名师出高徒，大宝这么厉害，小虎肯定也不会弱到哪去。请队长放心，请各位队员放心，我苏小虎好歹跟我姐夫上山打过野猪，下河摸过大鱼，不敢说本事有多大，但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听到这话，队长点了点头，接着把众人带到一间仓库，仓库的桌子上摆着好几把半自动步枪。姐夫，这是真正的枪啊，肯定比咱们平时用的猎枪厉害。那肯定的，猎枪打不死野猪，但这半自动步枪只要打中要害部位，一颗子弹就能送野猪上西天。不过这枪的数量有限，所以我打算来场比赛，谁的枪法最准，就能拥有一把步枪。队长，那要怎么比赛啊？这个简单，一会你们比赛打移动靶，只要能打中移动靶，就能得到一把步枪的使用资格。对100多名士兵，可枪却只有5把，甚至子弹只有20多发。大伙儿，这次只申请到了5把枪，一会你们比赛打飞
盘，能打到的奖励一把步枪。队长，你这不是万人吗？这飞盘咋那么小？是啊，别说是咱狩猎队了，就是正规部队里的神枪手也打不中啊。真要是神枪手，肯定干得到。你们还想打多大的飞盘？要不要我把食堂里的大饭盆拿过来，丢到天上给大家打？好，那最好了。好你个头！队长冷哼一声，随即指挥他们用枪射击，可试了一拳，没一个人打中目标。你们这枪法也太稀碎了，我不求你们所有人都能打碎飞盘，但至少得出2、3个呀。队长，我看不赖他们，是枪出了问题。这把枪一看就是长期射击的缘故，导致内膛弹线磨损。这一磨损，子弹在枪管里就没办法得到正常的旋转定位，这一打出去影响精度。这就叫专业，我都说嘛，肯定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枪出了问题。李大宝点点头，接着检查剩下的枪。这些枪也一样，有的是里边附近黄松动了，有的是机针磨损，导致击发力度不稳定，还有的就是里面枪械太干了，缺乏适当的润滑，导致摩擦力增大，也会影响射击精度。李大宝一边说着一边检查步枪，这一番操作让周围的人都目瞪口呆。姐夫，你这也太会了吧！我就说跟你学了这么久射击，不至于打不到飞盘。你们这些打不到的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的问题。如果你们会用枪，哪怕这把枪再废，也能用它打中目标。李大宝，你这么说我们就不服气了，怎么枪有问题还能打住？有本事你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队长，你去前边丢一只飞盘。听到这话，队长点了点头，接着向远方跑去，随即丢出了一只飞盘，而李大宝几乎不用瞄准，举起步枪，砰的一声，20米外的飞盘在空中爆炸，碎成了渣渣。这一下，众人再次目瞪口呆，因为不管是谁，都要等飞盘下落一阵观察轨迹后再射击，而李大宝则是直接开枪。队长，我换一把枪，你继续扔盘子。远处的队长点了点头，等李大宝换好枪后，把盘子扔了出去，这次同样一击命中。宝哥，你真是神了！为什么这些枪有问题，你还是能击中？遇到不好的情况，弱者只会抱怨，而强者就会调整。只要子弹还能射出去，你就总有办法能击中他，对不对？听到这话，周围一大帮人若有所思。队长也对李大宝刮目相看，奖励了他一把步枪的使用权。而这时，队长的传呼机响了。队长，不好了！西山村那边的村民说，附近出现了一头300多斤的大野猪，咱们得赶紧派人过去。就一头大野猪，你们谁去把它收拾掉？队长，我带我小舅子去吧。他今天第一天来狩猎队，我带他去熟悉环境。步枪就暂时先不用了。找野猪主要靠猎狗上去和他们撕咬，用枪的话容易伤着猎狗。行，那枪就暂时当做后备力量，你要用时我立刻给你。听到这话，李大宝点了点头，接着叫了2只猎狗和苏小虎快速出发了。不大一会就看见在村口等候的村民，随后便来到了一处田地。小兄弟，你看到那头野猪没？它还睡得挺舒服。这家伙昨晚上把我们村王二娘家里的一袋子包谷都拱了，他不仅吃了一大半，剩下的他还往上边拉屎，真是太气人了。李大宝朝远处望，果然看见了一头大野猪，吃饱喝足了，正躺在田里睡觉。李大宝思考片刻，给猎狗们一个眼神，猎狗立刻点了点头，疯狂朝着田里跑去。等到近时，大野猪才发觉不对劲，赶紧睁开了眼，但明显为时已晚。2条猎狗一左一右狠狠扯住他的腿，大野猪吃痛，而李大宝、苏小虎各自拿了把钢叉，也快速跑了过来，直接一叉让大野猪命丧当场。苏小虎得意的笑了笑，但突然这时，2只猎狗似乎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，快速朝远方跑去。李大宝看到这一幕，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。姐夫，这些猎狗咋回事？怎么都跑到里面去了？8成是还有野猪了，村民只说一头，情报有误，咱们跟过去看看。随即2人朝森林深处走去，没多久，他俩就听到了一阵嗷呜声，低沉而可怕。咱们怕是遇到老猪婆了。姐夫，啥叫老猪婆？老猪婆就是生了很多猪崽子的老母野猪，它的体型相当庞大，不是野猪王，胜似野猪王，得赶紧，我怕2条猎狗对付不了。李大宝一边说着，一边继续小心地往前走去。约走了100米，果然发现了一头非常巨大的野猪，起码得有500斤，旁边还有2条猎狗，看起来格外渺小。我的乖乖，这头野猪也太大了吧！小胡，你就在这附近不要动，我去会它。好的，姐夫，那你小心点。闻言，李大宝点了点头，接着拿着钢叉跑了过去，趁野猪不备，狠狠给他来了一下。大野猪发出一声惨叫，疯狂扑向李大宝。李大宝见状，只能朝远方跑去。2条猎狗想阻拦，但都被野猪撞飞了。之后，大野猪一点点缩小和李大宝间的距离，关键时刻掏出一把手枪对着大野猪手枪，顿时大野猪僵住了，直挺挺地倒在了李大宝面前。姐夫，你真厉害，这枪打得太及时了，啥时候也教教我？等有空了再说，咱们先回去。接着2人扛着大野猪回到了村里。刚才那帮村民看到这一幕都吓了一跳。小兄弟，你们这是去哪了？这咋又来了一头这么大的野猪啊？你的情报不准确，在不远处的树林里还有一头老猪婆，这猪差点把我们害了。闻言，村民大惊，连忙和李大宝道歉。之后过了不久，2人回到了狩猎队。李大宝把事情跟队长说了，队长赶紧让他们先休息休息。接着下午，队长召开了个重要的会议。这次开会主要宣布一件事，因为李同志做出的卓越贡献，特聘任他为临时副队长。虽说临时，但只要李同志愿意一直留在狩猎队，就一直是副队长。我哥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，让他当副队长，我们心服口服。那就好，以后你们一定要听大宝指挥。但突然这时，外边冲进来一个队员。赵队长不好了，今天镇上斗牛场举行了一场斗牛大赛，有一头叫惊天雷的斗牛把对手干掉后就突然发疯了，他横冲直撞，撞伤了不少路人，而且麻醉枪都对他不起作用。什么？竟然还有这
这种事，大宝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吗？我过去看看吧，看来这次得用上步枪了。人只是带牛参加了一个比赛，却不料刚到现场，牛就突然发疯，不仅一头撞翻了对手，还以极快的速度逃离了斗牛场。狩猎队的同志看到后大惊，赶紧举起步枪准备射击，但忽然身后传来一声喊叫：“别开枪，千万别开枪！他是牛王，我们县唯一的牛王啊！我还要靠他争取更大荣誉的。你这开了枪，不单单是我的损失，还是整个县的损失。”听到这话，李大宝一愣，要是不开枪，再伤着人咋办？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有没有啥办法能在不伤害他的情况下，让他恢复原来的样子？毕竟我还要靠他赚大钱呢。你光顾自己赚钱，就不顾老百姓的命吗？我提醒你一下，再让他伤人，把你祖宗18代卖了都不够赔的。你这小子说啥话呢？反正不允许你伤害我的惊天雷，他可给咱们县争取了很多荣光。牛主人越说越激动，甚至用身体挡住了李大宝的枪口。而此时，狩猎队其他成员也来了，李大宝将事情和他们说了下。队长，反正情况就是这样，那头疯牛现在处于休息状态，一旦让它缓过气来，恐怕就会攻击人。咱们不杀的话，后果很严重。这头牛之前从未发过疯，这次也不知道咋了，一定是你没本事，所以才会想杀我的牛。赵队长，你狩猎队的人就这么差劲，非杀了我的牛不可，不能想别的办法把他活抓吗？听到这话，赵队长看了看不远处那头正喘着气的疯牛，我支持我家副队长的意见，还是把他杀了吧，免得伤害更多人。你们青阳狩猎队还真是无能啊，动不动就杀，啥能解决问题吗？兄弟，你放心，这次交给我，我保证还你一头活牛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回头看去，顿时赵志荣的脸色不大好看了。队长，这牛逼哄哄的人是谁啊？临县狩猎队队长陈大河，一个狂妄自大的傻帽。赵队长，看来你们县的疯牛你对付不了，就交给我来吧。我们县的事，我的狩猎队会解决。什么时候轮到你的狩猎队来了？我怕你的狩猎队对付不了疯牛，没办法活抓，所以我又赶紧把狂龙狩猎队请过来了。看来我是请对了。听到这话，陈队长点了点头，接着开始指挥手下队员。他们从吉普车里拿出了一个绳套，嗖的一下套在了疯牛脖子上。大宝，你觉得他们能活抓这头牛吗？我感觉他们很有经验的样子。队长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衡量过了，哪怕这些人厉害1倍，也不可能抓了这头牛。与此同时，这帮人开始像拔河一样拉着绳，几分钟后用尽了吃奶的力气，终于将牛拉倒。他们脸上无比兴奋，但突然这时，疯牛猛地站了起来，朝着这帮人用力奔跑，一下子把他们全撞飞了。陈大河大惊，接着疯牛朝他跑去，给他吓得赶紧溜了。李大宝思考片刻，接着拿出一个红色的旗子，用力挥舞起来。疯牛看到后更疯了，朝李大宝冲去，而李大宝则是跑进了斗牛休息的仓库。赵队长什么意思？你们这狩猎队的副队长怎么还把我的牛引到仓库啊？不会是想击毙我的斗牛吧？牛主人越说越难过，而仓库也不断传来牛的惨叫声。就当大家以为李大宝会杀了这头牛的时候，他却骑在牛身上走了出来。这咋回事？他怎么骑着我的牛出来了？还治好了他的发疯？我把你的斗牛收服了，现在还给你。小兄弟，你到底是咋做到的？你们进仓库看看就知道。听到这话，一群人赶紧进了仓库。他们发现仓库里居然还有3、4头牛，而且全都是母牛。仓库里就这几头母牛，你可别告诉我是他们治好了我的牛。可不是嘛，你的牛发疯了，要解决他的癫狂状态，没别的办法，只能给他找几头母牛。见李大宝这么说，牛主人才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，而李大宝也带着狩猎队离开了。之后到了第2天，李大宝独自前往镇上的制药厂，想把之前挖的人参卖给李厂长。大爷，我进去找李厂长。小子，你知道李厂长是谁吗？他的级别可是副科，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。你快走吧。你就打个电话告诉李厂长，说李大宝来卖药材给他，他一定会让你把我放进去。你们这种乡下小子就别胡闹了，这一天天不是找厂长就是找科长，你要非想见，那就付出点代价。这老家伙是想要钱啊！大爷，我没时间和你扯别的，我真的认识李厂长，我手中的药材他非常需要。你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我就不信你手上有李厂长急需的药材，我现在就找保卫科收拾你。看门大爷说完，立刻举起个大喇叭，大喊道：保卫科，保卫科，赶紧来人！这有个疯子在瞎胡闹。伴随着大爷的大喊，很快出来几人，他们快速走向李大宝。都给我住手！你们干嘛呢？大宝啊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闻言，几个保安回头看去，发现说话的居然是李厂长，他正快步朝着走来。李厂长，我今天没事干，寻思把之前挖的人参卖给你，想不到却被你门口的这条看门狗拦住了，不给好处费就不让我进去。李厂长，他冤枉我啊，我真的没有。给我闭嘴！老杨，你是啥样的人？我还不清楚啊！我看你也是咱制药厂的老员工，退就不跟你多计较，赶紧给我滚！听到这话，大爷彻底傻眼，而李大宝则是跟着厂长走进了屋子。大宝啊，今天这是真不好意思，回头老哥请你吃饭。我听说你现在都成了镇上狩猎队副队长了，可真是了不起啊！李老哥说笑了，就一副队长也没这么厉害。那你不知道现在镇上猪患有多严重，能打猎的人都会被当成神一样供着。对了，你说要卖人参，我看看呗。就是这猪人参，李老哥你看。
看看。这猪人参品质看起来尚好，我估计最少50年了。这样吧，我6000块钱收购了。听到这话，李大宝点了点头。对了，大宝，正好你今天来了，有件事我想麻烦你，就是在我们药厂的仓库里出现了一种神秘的小动物，把药材吃掉了不少，你能帮我们抓抓不？没问题啊，我估计就是老鼠和蟑螂，这很好抓。应该不是，我前2天派人把仓库的老鼠和蟑螂都清空了，但药材还是每天都被吃。还有这种事？那咱们现在就去看看。